全是生意最好的包子铺，据说吃过的人个个流连忘返，就连美女警花都吃得汁水横流，而我却一把将包子抢过来，丢在地上。宋阳，你干嘛？别咽，先别咽。这包子有问题，是温猪肉吗？是人肉。一听这话，黄小桃哇的一口全部吐了出来。看到这个纹路没有？是人类皮肤上的纹路。人是无毛动物，为了增加摩擦力，皮肤上会有微小的纹路，这是只有人才有的特征。快通知队里吧。黄小桃给刑警队打了电话，随后两人走到包子铺前，亮出证件。不好意思，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案件有关，请立即停止营业。一旁等着买包子的居民也是一头雾水，七嘴八舌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案件啊？非要在这个时候抓人？汤师傅多好的人，能犯什么法？你们警察是不是搞错了？抓人归抓人，让我们先把包子买了，我钱都付过了。我们怀疑他的包子用了温猪肉，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再吃了，否则会得传染病的。温猪肉，你们确定吗？天啊，我天天都吃，会不会得病？我本想说人肉包子的事，但一想这实在太惊悚了，只怕说出来会引起社会恐慌。警官，你不要乱讲好吧？我的肉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不可能是温猪肉。我一向奉公守法，你这不是坏我的小本生意吗？麻烦你先把铺子收了，等警察局的人到了再说吧。老板只好自认倒霉，开始收铺子。哎，你觉得这个老板是罪犯吗？看他的反应好像是无辜的，但也有一种极小的可能性。是什么？他是一个心理极度变态的家伙，所以连警察都不害怕。听你这么说，看来他大概率是无辜的。不一会儿，几辆警车开进来，把围观群众用警戒线隔开。技术组的小周走了过来。黄警官穿得这么漂亮，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没有。关你屁事。那啥，我先去提取样本，带回警队化验。我俩也走进包子铺里开始搜查。店铺后面就是厨房，推门进去，没有看到被大卸八块的人体和满地的血污，相反是干净的台面，刚刚包好的包子，墙角成堆的面粉，还有一包包冷冻起来的肉馅。我凑近肉馅仔细闻了闻。有什么发现吗？这里面都是人肉，另外还有一股很重的香料味道，都是用来做药膳的中药材，难怪做得这么香。我说宋阳，你该不会是以前吃过那种肉吧？怎么可能？只是简单的排除法罢了。这肉馅既不是猪肉、牛肉、羊肉，也不是驴肉、狗肉。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老鼠肉，因为我听说有些包子店会用老鼠肉来改善口感，但直觉告诉我可能不对劲。店里没什么好调查的，我们去找老板，他正哭丧着脸哀求着问话的警察。警察同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人肉的事情，我这是小本经营，是为了养家糊口，怎么可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原来老板姓汤，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人，没有犯罪前科，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卖包子，赚点辛苦钱就寄给家里。至于肉馅的来源，汤老板说是一家肉联厂每天早上加工好送来的，他一直以为是猪肉。在警员问话的时候，我在一旁开启家传绝技动幽之瞳进行观察。从汤老板的面部表情来看，他确实没撒谎，看来有问题的是这家肉联厂。每天送肉的是同一个人吗？是的。他叫什么？住在哪？住哪我不清楚，也没有联系方式，只知道他叫马金火。最近半年都是他来送肉，每隔3天来送一次，今天早上来过一次，下次来是3天以后。宋大神探，你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送肉的马金火有重大嫌疑，我觉得现在有3个调查方向。第一，去肉联厂了解一下此人的信息，但我估计可能不会有收获。第二，把整个南江市最近3个月的人口失踪案汇总一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消耗人力的，在这一片附近找找看，有没有被丢弃的人骨或者人体内脏。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在想早上的你跟现在的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怎么平时整个人呆呆木木的，一碰上案子就变得这么敏锐？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吧？哎，你有人格分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是广义上的人格分裂，但跟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有所不同罢了。当我提到人格分裂这个词的时候，汤师傅露出一丝惊异的神色，但我当时没有太在意。喂，林队是我。什么？在河边发现一具男尸？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将人像牲畜一样豢养宰杀的恶行？我们一行人从卖人肉包子的店铺来到发现尸体的河道边，尸体外面裹着一层黑色防水塑料袋，绳子系得十分凌乱，我们倒是袋子也已经被剪开了。我和黄小桃第一眼看见尸体的时候，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被剃光了毛发，全身裸露，只穿了一条内裤，身上被削去了大量皮肉，尤其是四肢被削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白骨。究竟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凶手跟死者得有多大的仇啊？不但没仇，甚至可以说
凶手不是为了嘎人才做的这种事。不是为了嘎人，什么意思？你们看他的脸。黄小桃还有其他几名警察当即把目光投去。他在笑，也许这不是笑，而是极度痛苦之下做出的狰狞表情。不，这就是笑，发自肺腑的笑。人做出笑的表情的时候，要牵动20多根面部肌肉，所以不可能是别的表情。那死者为什么会笑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凶手让他吸入了1氧化2氮，俗称笑气。这种气体吸入之后可以麻醉全身肌肉，并且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的表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凶手反正是要嘎了他，如果是怕他尖叫，大不了把嘴给堵上，为什么还要给他全身麻醉？从犯罪成本来说，弄这种医用麻醉剂本身风险很大，很容易被追查到。我没有马上回答，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答案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变态。帮我买一瓶质量最好的醋，1个小漏斗，再买一些无沙紫菜，还有海带。宋顾问，你这是要在这给大伙做饭吗？叫你去你就去，怎么那么多废话？行，我马上就去。不一会儿，刚刚派出的那名警察把我要的东西送来了。我将一颗小药丸塞进醋瓶子里，先放一段时间。帮我找个脸盆。随后又将海带、紫菜放进盆里烧成紫黑色的细灰。你这是在干什么？这叫海草灰，是用来验指纹的。海带、紫菜里面含有大量的碘，而碘可以让指纹显现。我取了一些海草灰撒在死者身上，撒完之后，我等了一小会儿，轻轻吹掉外表的一层浮灰，但是仅存的皮肤上没有任何指纹。拿个紫外灯过来。我把一段泡过药水的红绸布蒙在紫外线灯上，轻轻扫过死者的身体，果然出现了一些手掌的形状，上面没有指纹，只有一些类似编织品的纹路。凶手戴了手套，并且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手掌强壮有力，年龄大约在40岁到50岁。我关掉紫外线灯，把剩下的海草灰撒在塑料袋上。当一阵风把草灰吹掉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塑料袋上竟然出现了大量凌乱的掌纹指纹。这是怎么回事？凶手明明很谨慎，为什么却在塑料袋上留下这么多指纹？凶手有可能是2个人，嘎人的是一个，善后的是另一个。你看袋口的绳结扎得很草率，有几个地方还打了死结，与凶手的谨慎小心完全不同。显然善后的这个人相当慌张。可惜袋子在地上拖动，加上水流长期冲刷，把指纹完全破坏了。随后我叫一名警察把尸体扶起来，另一名警员把漏斗塞进死者的嘴里，往喉咙里灌醋，我则俯下身去听醋在内脏里流动的声音。这一招是听骨辨音的高阶手法。宋阳怎么样？听出什么来了吗？死者的腹腔里面空空如也。这应该也没什么吧，大概是被凶手抓起来，关了几天没给他吃的。但他的肠道里面连粪便都没有。人体内的消化物和粪便含有大量毒素，当人体饥饿的时候，肠道会开始把粪便重新榨一遍营养，自然这些毒素就积累在肌肉和血液里了。凶手显然知道这一点，便用特殊手段强行让死者排光粪便。我猜测凶手这么做不是要折腾死者，而是为了保证死者的肉质达到最可口的状态。这种人渣真该千刀万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继续作案了。我们尽全力而为，哪怕这2天不眠不休，也要把他抓住。验完尸，我和往常一样掏出一些纸钱在死者面前烧化，念了一段往生咒才离开。我和黄小桃一起回到局里，他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警员王元朝的。王元朝说马金火3个月前从肉联厂离职，之后就失踪了。这么说失踪的时候他并不在单位，那是谁向警方报的案？举报马金火失踪的是一名匿名群众。真该死，又一条线索断掉了。不，线索没断，不但没断，还有一个重要突破。什么意思？包子铺的汤师傅不是说马金火这半年一直在给他送肉吗？可是这个马金火早已失踪，汤师傅莫非是在对我们撒谎？走，我们再去找他。我们再次来到汤师傅的包子铺，但我们怎么敲都没人应门。来吧，宋神探，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私闯民宅，这不好吧？你怕什么？有什么事我顶着。行。我只用了10秒就把门锁捅开了，然而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汤师傅去哪了？一直在家呀，没见他出去。你们怎么盯梢的？一个大活人都看不住。我们这就去找。我在店铺里走来走去，用动优之瞳仔细侦查。案板上堆放着一些面粉，还有一团刚刚和好的面团，旁边有一桶拌好的肉馅，灯都是开着的。看起来汤师傅正在准备蒸包子，可是人怎么不见了？店铺没有其他的出入口，难道他人间蒸发了不成？看来他不在这，我们这样等也不是事儿，先回去吧。也只能这么。等等，我的视线落向橱柜旁边的地面，地上撒了一些面粉，面粉上面有2道笔直的痕迹。
这柜子有人拖动过，难道下面有暗门？来，我们把它挪开看看。我和黄小桃合力挪动库，后面果真露出一个大铁门。我们下去看看。成。我隐隐感到这下面隐藏着什么重要线索。每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一颗罪恶的种子，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就会催生出罪孽的果实。我们在汤老板的包子铺里发现了一处暗门，黑漆漆的通道宛如通向深渊的地狱之门。我率先走下去，台阶因为常年受水汽腐蚀，又湿又滑，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整个地下室被一道帘子隔成两间，我伸手掀开那道门帘，见到的景象令我浑身颤栗。天花板上挂着一排生锈的铁钩，钩子上还有一些凝固的血迹。下面的长桌上放着一个又黑又长的塑料袋，从形状来看，里面似乎装了一个人。桌子边缘不断有滴滴答答的血水滴落，在地上已经汇聚成了一小滩。最下面则是用螺栓固定的一台手动绞肉机，绞肉机下接了个托盘，里面装着一些可疑的肉馅。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人肉加工作坊，快通知局里增派人手，立刻逮捕汤师傅。好。小心后面！果然是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马金火呀。汤师傅就是马金火，难道说他是人格分裂？你胡说，你是汤师傅，我命令你放下武器，不要乱来。小区里面有我安排的警察。汤师傅完全没听进去他的话，也许在他眼里，我们仅仅是肉，和猪牛没有区别。嘿嘿，肉送上门来了，立刻退后，否则我就开枪了。你们两只不听话的小麻喽，竟敢打伤我！快趁现在我来拖住他，你赶紧逃出去叫人。这绝对不行！别废话，你又没有战斗力，姐保护你吧。说完他就冲了上去，两人体型悬殊，汤师傅在黄小桃面前就如同巨人一般。我来帮你。嘿嘿，好美的腿，煮来吃一定很香。爷爷说过，动幽之瞳是我们宋词后人一脉的家传绝技，如果全力施展，视力和观察力将百倍于常人，不过副作用极大，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将动幽之瞳施展到极致，这时我能捕捉到他肌肉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预测他下一次攻击的方向。宋阳，你的眼睛暂时失明了，应该是极致催动动幽之瞳的后遗症。那要多久才能恢复？我也不知道。先别管这些，快打120。他还没嘎。我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现在只是昏厥了。对了，我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算，太算了，他都要改你了，标准的正当防卫。那就好，我还真害怕待会警察来了，给我跟他一人一副银手镯。就算你真的防卫过当嘎了人，我就天天给你送饭。全部不许动，举起手来。别开枪，自己人。警察和医生赶到了，收拾残局就交给他们了。我和黄小桃离开这间地下室，外面依然阳光灿烂，可是那感觉却恍如隔世一般。宋阳，你的眼睛真的不碍事吗？我还是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用，我已经感觉到视力在逐渐恢复了。我和黄小桃一起回到警察局，汤师傅已经清醒，样子也比较憔悴。2名警察正在审讯他。为什么嘎人？快老实交代。人不是我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马金火那混蛋把尸体扔到我铺子，我没办法才帮他处理尸体的。还敢狡辩？现在已经是铁证如山，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配合我们警方，老实交代犯下的罪行。之后不管警察怎么问，都是这些话。就在大家快失去耐心的时候，汤师傅脸上的神情突然变了。马金火，叫老子干嘛？把老子打晕那个小哥怎么不来审问我们？他不敢见我们，除非他来，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视线，他拿起内线电话，让里面的人退下来。我们上吧。上次的事情，你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吧？怎么可能？我可是警察，警察会怕罪犯吗？行，那我们进去吧。那个小哥给个烟呗。抱歉，没有。现在已经是铁证如山，你是死罪难逃，这次审讯也只是走个过场，你就老实招了吧，别耽误大家时间。那么你们想知道什么？真正的马金火在哪？是不是已经被你嘎了？河边和地下室的尸体又都是谁的？把你的犯罪过程都老实交代出来。行吧，遇上你，我认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我的故事吧。原来人世间最可怕的并非鬼神，而是人心。在我们将汤老板抓捕归案后，本以为可以就此结案，没想到却在他口中听到了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3年前，马金火欠了汤师傅10万块，当时实在是还不上，就提议拿肉来抵。他每天利用工作之便从肉联厂顺些肉出来，
两人因为是同乡，当初并没有立下字据。3年下来，马金火不知道给汤师傅送了多少猪肉，这笔债应该早就还清了。谁料3个月前，汤师傅家里急需10万块，竟然翻脸不认账，又要他掏钱。两人于是就吵了起来，言辞比较激烈。马金火气不过就动了手，谁料汤师傅身体强壮，竟然把马金火给砸了。汤师傅回过神来，吓坏了，一旦尸体被发现，他就要坐牢。他想来想去，决定效仿《人肉叉烧包》那部电影，把马金火剁碎了做成包子卖掉。当然，人肉和猪肉是有区别的。汤师傅怕被顾客吃出来，每次蒸出来的包子都要亲自尝一遍。有一次尝着尝着，他不知不觉吃掉了半斤。回过神来，吓得冷汗直流。从那天开始，汤师傅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每到晚上8点，也就是马金火被杀的时间，汤师傅都会性情大变，疯狂地吃自己做的人肉包子，一边吃一边露出满足而诡异的笑。渐渐的，他的身体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便是死去的马金火。那2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肉很快就吃完了，我饿极了，恨不得从汤师傅身上切点肉来吃。于是我花了1个半月才准备充分，绑架了一个年轻的理货员。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为了改善肉质，我让他吸饱了小姐，然后一刀把肉刮起来，看着一个活人被刮成骨架，那种快感简直无法言喻。继续讲。后来正在我准备慢慢享用的时候，没想到被汤师傅发现了。那个怂货竟然把我没割完的尸体吓得丢掉了，然后把肉加工成了包子。不过我转念一想，这样也不错，我就是要卖人肉包子，让更多老百姓吃到美味的人肉，让整个社会都接纳这种行为，那样以后吃人肉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地下室里那具尸体又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又绑架了第2个人，正准备处理尸体就被你们盯上了，就只好暂时放在地下室里了。其实你们只是没尝过人肉的味道，等你们尝过之后，就会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人本来就应该是食物链中的一环，我们可以吃猪吃牛，为什么不能吃人？在一个人最年轻的时候吃掉的，难道不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吗？真是太变态了。是啊，连我都有些透不过气来了。你觉得汤师傅真的是被马金火的鬼魂附体了吗？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我不认为鬼魂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要是鬼魂真这么厉害，还要警察干什么？所以他是双重人格了。对，懦弱的汤师傅改人之后，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使他慢慢产生了第2个人格，而这个人格就是马金火。双重人格在法律上要怎么判？我国法律并不承认这种事情，他最终还是要被判刑的。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那就好，这样的恶魔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审判。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爷爷，喂，卧槽，杨子，你这2天死哪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再找不着你，我们就要报警了。抱歉，这2天有些事情要处理。你快回来吧，马上学校要办话剧节，你还是社团的理事呢，到园长你都快找疯了。行，我马上到。那个，学校那边有点事，我先过去一下。好的，宋大神探，这次能这么快破案，多亏你了。你有什么想吃的，改天姐请你。只要不是吃包子都行。我一溜烟跑到学校，在我寻找话剧社的位置时，走廊里传来一阵哒哒的高跟鞋声。你好啊，宋同学。不好意思，我们见过面吗？我是你们新来的心理学老师，我看过你的档案。哦，对了，叶诗文同学的道具小刀忘了，麻烦你送一下。我穿的高跟鞋，上楼梯不是太方便。我从他手里接过那把带鞘的小刀。当然可以，那个，我先送刀去了。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瞥见他的右眼，那是一颗碧绿的眼珠。就在我凝视这只眼睛的瞬间，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远远退去，整个视野里只有这只奇妙的眼珠，还有李老师温柔的声音。宋阳，你现在感觉身体很轻，好像浮在一片水中。我的脑子一下子空了，仿佛真的浮在一片温暖的海水中。宋阳，你发什么呆呀？东西呢？拿来了没？给你。谢了兄弟，该我上台了，一会表演结束一块吃饭了。难道他刚刚是在催眠我？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敢确定，我以前绝对不认识他。救命啊！杀人了！发生什么事了？叶诗文他把张燕杀了。他像疯了一样，在舞台上用一把小刀在张燕身上不停地捅，人都被捅成马蜂窝了。这怎么可能？你敢信？眼前这个男人当着全校学生的面打了人，他却说凶手不是他。不是我做的，我那么爱他，我怎么会打了他？
你先冷静，等警察来了再说。宋阳，帮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可是当着几百人的面打人，就算我能耐再大也救不了他。我会尽力调查真相的，但你一定要配合。大力，把我柜子里的东西拿过来，快，我有急用。发生什么事了？张燕洗了。怎么可能？谁嘎的？学校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你在哪呢？我在休息室啊，一直跟李老师待在一起。李老师？哪个李老师？就是新来的心理学老师啊。宋阳，你现在感觉身体很轻，好像浮在一片水中。他在哪？几分钟前走了。好，你快来吧。这个李老师太不对劲了，一定有问题。不一会儿，黄小桃带着一群警察赶到。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话说你是不是被日本某小学生附体了？怎么走到哪就发生命案？这也不能怪我呀。我把刚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黄小桃立刻警惕起来。她刚才想催眠你，这女人一定有什么猫腻。说完，他就派了一名警察去教职工宿舍调查。不一会儿，王大力也把东西都拿来了。我接过背包，用听骨木在尸体上听了一下。死者脏器大面积破损，死因是心脏的贯穿伤，并无太大疑点。之后我又用验尸伞查看杨印，发现身上有许多凌乱的手印和指纹。毕竟这是一身戏服，加上正在演戏途中被不少人碰，这样的结果也是难免。普通的锐器之洗，洗亡时间在半个小时前。你觉得达人动机是什么？怎么可能有达人动机？他俩才刚恋爱，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除非他疯了，才会在众目睽睽下达人。你说催眠能达人吗？一般来说，催眠是达不了人的。如果催眠者下达违反被催眠者道德底线的指令，比如说让他脱掉衣服，他就会立即清醒过来。一般来说，那就是有特殊情况喽。等等，我先问他几个问题。我们来到叶诗文面前。别哭了，我问你，案发之前你和谁交谈过？好几个人，包括宋阳，也就是普通的聊天。那你的刀从哪来的？宋阳给我的。所有人同时看向我。是李老师教给我的道具刀，这刀我以前见过，是没开刃的。不对吧？这刀开刃了，而且特别锋利。一定是刚磨的。你当时没检查吗？救场如救火，我哪有时间检查？拿人的瞬间，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脑子一片空白。不要紧张，警察是来帮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叶诗文冷静了一些，他努力回想着，突然很恐慌似的抖了一下。我在切西瓜，我渴的不行，突然看见一个大西瓜，就想过去切它，结果它突然动了，从里面爬出好多触手，我害怕极了，就用刀不停的扎它，然后我一下子惊醒过来，我居然嘎了它。我已经知道了，催眠绝对不可能指挥一个人进行凶杀活动，但如果真的想用催眠来指挥目标杀人，你觉得应该怎么做？让他把被杀的人当成一件东西。没错。你怎么这么了解？因为我以前……小桃姐，你过来一下。这时，刚刚派去调查李老师的小钟把黄小桃叫了过去。你们确定？这不可能！几人频频看我，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正在我准备过去听听是什么事的时候，黄小桃突然伸手指向我，把他逮捕。在我一脸懵逼的时候，王元朝已经按住我的肩膀，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宋阳，我真是看错你了。凶器上只有2组指纹，你的还有凶手的。后台调出的监控视频也显示是你亲手把刀交给叶诗文的。还有李老师，他一直在后台和王大力聊天，期间根本没有离开过，更没有接触过这把刀。我的血蹭一下冲进大脑，那把刀明明是李老师交给我的。你们听我说，这是个圈套。王大力他中途离开过，你知道的吧？对不起杨子，就算我们是朋友，我也不能做伪证。我跟李老师一直待在休息室里，他中途没有出去过。我知道了，王大力，你被那女人催眠了。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测，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元朝，你听我说，这里面一定弄错了。别跟太啰嗦了，带回局里吧。我实在没想到黄小桃竟然是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人。难道他们都是这样冷血的人？什么交情都是假的？他们抬举我们，其实是抬举宋家的绝学，只是想利用我们破案，一旦遇到麻烦立即就跟我们划清界限。我被带到公安局，王元朝亲自押着我，黄小桃脸上也是面无表情。我被没收手机，关进一间拘留室。
让我给孙局长打个电话。除了律师之外，你现在不能联系任何人。你有律师吗？别人不信我就算了，为什么连你也不信我？我们好歹算是生死之交吧。黄小桃没有理会我，只抛给我一个冰冷的背影，那就是他的回答。我在拘留室里待了3个小时，心里可以说是万念俱灰。这时拘留室的门被打开了。你就叫松阳吧，黄警官教我，好好关照你一下。说完手便向口袋掏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我以为我就是那只聪明的黄雀时，真正的杀机已悄然浮现。在我调查魔都大学舞台打人案时，竟被幕后黑手陷害入狱，如今正被关在拘留室等待审讯。这时拘留室的门被打开了。你就叫松阳吧，黄警官教我，好好关照你一下。说完手便向口袋掏去。吃吧兄弟，赶紧的，待会查房的看见了，咱俩都没好果子吃。我起身接过他递过来的火腿肠，一脸茫然。你说的黄警官是黄小桃？是啊，道上都管我叫耗子，我是黄警官的仙人。那之前他们那样对我，你傻啊，兄弟，那是演出来给别人看的。这案子跟你有关，他们不摆出一张臭脸，装作跟你划清界限，上面是不会叫他们继续查这桩案子的。我恍然大悟，差点哭出来。也不给个暗示，搞得我都差点崩溃了，好不好？小哥，你面子真大呀，能让整个警署陪你演戏，什么来头？你老爸在哪高就？我就是个普通学生。我随口敷衍了他2句。这时黄小桃来提审我，有空常联系啊，小哥，出去了，请你捏脚。正规的那种。我被带进审讯室。没想到有一天你也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吧？你们咋不演啊？林局已经批下来了，专案组由小桃姐负责。还好你领会了姐的良苦用心，我刚刚还一直担心给你造成心理伤害呢。都造成成吨的伤害了，好不好？你们这点小伎俩能瞒得过我？我只是在配合你们而已。好了，回头来姐家，姐好好补偿补偿你。给你做好吃的。你们想什么呢？我们还是按照正常流程走一遍。小周，你负责记录。我把整个过程从头说了一遍。疑点果然就在这个李老师身上。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逮捕他。就算他站在这里亲口说是他催眠了叶诗文，也只能放他走。催眠有手段高低之分吗？有，3年前我侦破过一个心理学家催眠达人的案件。那名心理学家名叫李文海，催眠手段非常高强，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他直接掐住被害人的脖子，在被害人大脑缺氧的时候进行催眠，成功率几乎是100%。半年内，李文海搞了10几个人，所有人都是意外或者自杀，而他每次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对了，王大力好像跟我提过，这个李老师真名叫李文佳。李文佳、李文海同样精通催眠之术。小周，马上去调查一下这2人的关系。对了，李文海还活着吗？几个月前洗了，当年他是被我亲手送进监狱的。这人是知识分子，在监狱内受不了其他罪犯的欺负，自己用一根磨尖的牙刷自尽了。不一会儿，刚刚出去的小周就回来了。没错了，他们2个正是兄妹关系。最近你要小心一点，我总感觉他的真正目标是你。为他哥哥报仇嘛，但是我和那个宋诗文又不认识，陷害他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我也有点想不通。对了，叶诗文呢？他马上要移送到看守所等候庭审了。我内心十分愧疚，决定和黄小桃一起去送他一程。我们见到叶诗文的时候，他正哭得死去活来。别难过了，到了看守所，我会叫人好好照顾你的，绝不让你受委屈。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的。就在这时，不知哪里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响指声，叶诗文的眼神瞬间变了。黄小桃下意识准备掏枪，却发现枪套空了。快闪开！叶诗文突然举起一把黑黝黝的手枪，我迅速把黄小桃推开，他身后一名警察应声而倒。叶诗文不给我们任何反应的机会，立即将枪口再次冲向黄小桃。我一咬牙冲了上去，把他扑倒在地。警察们也一拥而上，将叶诗文制服。黄小桃，你的死期到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录音机一样呆板。这句话应该是李老师植入他脑海中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李老师的用意，他是要把一颗定时炸弹送到黄小桃身边，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刚刚那个响指上，李老师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去调集附近监控。我扭头看向黄小桃，他正跪在刚刚牺牲的警察前，一言不发。我走到他面前，俯下身拍拍他的肩膀。别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我刚刚给王元朝打电话，没有人接，是我派他盯着李老师的。我愣了一下，叶诗文一个普通大学生被催眠，都可以有这么恐怖的战斗力。如果是王元朝被催眠，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王元朝是武警教官，一个人能单挑一个武警中队，而且意志刚强，应该不会轻易被催眠的。我一定要把这个恶魔抓捕归案。宋阳，你能帮帮我吗？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不好，他一定去找马警官了。马警官是谁？
马警官是我的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李文海的案子就是他带队的，我只是参与了抓捕李文海，他都对我穷追猛打。马警官他肯定更不会放过。走，我们动作要快，不然……我们赶到马警官的住处，是一片老旧的居民楼。马警官当了一辈子刑警，儿子被歹徒报复杀死了，老夫妻俩相依为命。如果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会饶恕李文家。我们来到一扇门前，门没锁，从里面传出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如果你拥有了将人瞬间催眠的能力，你会保持自我，还是化身恶魔，将他人化为任你操控的工具？接上集，我们将被李老师催眠的叶诗文控制住后，黄小桃提出他的下一个复仇目标可能是当年亲自指挥抓捕他哥哥的马警官。当我们来到马警官家门前，却从门内传出一阵浓烈的血腥味。我们冲进去，只见地上只有一个倒在血泊中的老太太，胸口插着一把刀。我上前用手指测了下老太太的脉搏和体温，已经洗了1天了。这是马警官的妻子，李文家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我不明白，他有这种本事，完全可以在我下班路上催眠我，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嘎掉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罪犯可不是这样想的，你不痛不痒的洗了，他就收获不到犯罪的快感，他就是要让你众叛亲离，让你害怕，让你恐惧，让你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我看了他的档案，他从小父母双亡，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李文海被你逮捕，然后洗在狱中，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到底有多恨你。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议论声，我出去看看。老马家怎么大白天敞着门？是不是进贼了？这可说不准，咱们要不要报警？我以为他们只是无关的路人，但当黄小桃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几人的眼睛突然直了。不许动，我是警察。黄小桃对着天花板鸣了一枪，枪声震耳欲聋，可对他们却无效。一个大妈扑上来，黄小桃一脚蹬在她肚子上，大妈只在地上缓了2秒，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爬起来。他们也是被李文家催眠的普通人。他刚说完，几个大妈就一起冲了上来，黄小桃也收起手枪和他们缠斗在一起。我冲上去想把他们拉开，可这些丧失理智的大妈就像大力士一样，我怎么都拽不动。忽然这些大妈像从梦中惊醒一样，一脸茫然。黄小桃翻着白眼，软软的躺在地上。怎么会有死人？小伙子，你看见是谁干的了吗？滚，都给我滚！喂，你什么态度？凶手就是你吧？再不滚就嘎了你们！大妈们尖叫一声，纷纷逃出去，只留下我跪在地上无助的大哭，心如刀绞。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啊！我操，原来你是装洗的，你吓死我了！有什么槽出去再吐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赶紧离开。我想到一招，如果再遇见被李文家催眠的傀儡，我就装作抢先嘎了你。这个主意好，不过你下手的时候要温柔一点哦。我们一路有惊无险的来到停车场。上车之后，黄小桃拨了个电话。我刚才已经联系邻居了，他应该马上就能带人赶到。这时，一直停在旁边的一辆红色跑车慢慢摇下车窗，里面坐的人竟然是李文家。你好啊，黄警官，今天玩的还开心吗？李文家，你胆子不小，敢谋杀警察，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黄警官，你在说什么呢？我只是一个路过这里的普通市民。说，你接着装。马警官和王元朝被你弄到哪去了？抱歉，实在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小神探。说完，他便发动汽车扬长而去。快追上去！会着火，应该是点火装置被他破坏了。可恶，又被他耍了。不一会，林老虎就带着一群警察赶到了。出这么大事都不通知我，黄小桃，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局长吗？林叔叔，您先消消气，现在当务之急是将李文家控制起来，不然会洗更多人的。大侄子，不是我不抓他，只是抓人得有证据。你们手上有李文家的罪证吗？李文家目前为止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可不行，现在是法治社会，哪怕他祖宗18代没一个好东西，哪怕他脑门上就刻着坏人2个字，没有罪证也不能抓人。要不然电影里面那些黑社会老大怎么敢跟警察坐在一张桌上吃饭？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吗？不过我们可以强制搜查他的家，失踪的王元朝、出事的2名学生都与他有关，已经可以将他定为犯罪嫌疑人了。说完，林老虎马上调了一批人马去李老师的职工宿舍调查。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喂，杨仔，我查到你要的东西了。原来来电话的是老幺，一个计算机网络天才。我之前拜托他帮忙调查李老师那个能将人催眠的绿色眼镜。我现在把资料给你传过去。多谢了，这回你可帮上大忙了。我一会把答应你的报酬打给你。我靠，
拿我当自己人看不？还要什么报酬？完事之后请我吃顿饭就行。那多谢了。我挂掉电话，和黄小桃一行人回到局里，打开老妖传过来的资料。上面说，李文家的右眼极有可能来自于一种传说中的狐狸——闭眼妖狐。闭眼妖狐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一带。这种狐狸因为数量很少，又生活在天敌无数的大草原，为了生存，它们慢慢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妖瞳。和妖瞳对视的动物往往会突然间僵硬不动，就像是时间停止住了一般。他们就用这种本领来躲避天敌。这听着怎么像是修仙小说里的情节？靠不靠谱啊？这虽然听着有一点点扯淡，但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哺乳动物的大脑中有一个感应时间的区域，叫做基底核。这个基底核相当于人体的内置时钟。我们在开心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悲伤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超级慢，都是受到了基底核的影响。而闭眼妖狐的眼睛则能在瞬间关闭目标的基底核，这就是李文家催眠的奥秘。不过资料上显示，闭眼妖狐早在建国后就已经灭绝了。天知道李文家是从哪里搞到的。可是把动物的眼睛移植到自己身上，难道不会排斥吗？肯定会排斥，血型相同的人移植器官都会排斥，更不要说跨物种了。他大概需要长期注射抑制免疫系统的药，免疫系统肯定比正常人要弱许多，所以他平时一定百病缠身，还要服用大量抗生素和镇痛剂才能抑制肉体上的痛苦。疯了，简直是个疯女人。报告邻居，我们在校职工宿舍和他常去的住所都没有找到李文家，并且刚刚接到各区报案，昨天晚上6点到目前为止，整个南江市有10几名市民失踪。肯定是李文家干的，他在绑架人质。立刻召开案情讨论会，全局上下不管有什么事都必须到场，联系特警那边，我们需要协助。大侄子你也一起参加吧。好。如果你拥有了将人瞬间催眠的能力，你会保持自我，还是化身恶魔，将他人化为任你操控的工具？接上集，我们通过老妖传来的资料，得知了李文家能瞬间将人催眠的奥秘——闭眼妖瞳。这时搜查李文家的警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在校职工宿舍和他常去的住所都没有找到李文家，并且刚刚接到各区报案，昨天晚上6点到目前为止，整个南江市有10几名市民失踪。林老虎立即召开案情讨论会，警察们熬着黑眼圈，强打精神，各自发表意见，但最终也没有商议出什么对策。这时，林老虎突然看向我。大侄子，我记得你爷爷有一种手段，可以找出罪犯的藏身之处。众人一听这话，视线齐刷刷向我看来，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林叔叔，你指的是补凶术吧？补凶术里面涉及到八卦和易经，是一位精通周易的宋家先祖发明的，是断狱神篇中最玄乎的一门学问。我可以补凶，但我需要所有人失踪的地点和南江市最详细的地图，还有一个罗盘。好，没问题，马上去准备。不一会，东西买来了。我在一个装满土的碗里插上一支香，将地图平铺在桌上，手持罗盘开始推算。乾坤定飞星，8级归中原，22得对，3期得履。不少警员都开始在下面发笑。孙老虎严厉的视线扫过去，他们立即绷起脸，而我则完全沉溺在推算当中，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有了，众人赶紧凑过去看，这是旧造纸厂，就去搜这个地方吧。李文家和失踪的人10有8九就在那里。好，立刻行动。等下，林头，你信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我们可不信。拿个罗盘念念有词，这要能破案，还要警察干嘛？西方有一种侦破技术叫做犯罪地理画像，可以通过犯罪特征来推测罪犯的藏身之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统计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我用的补凶术和这个很像，只不过古人是用易经的形式来表现的。你们要是怀疑的话，可以去这里查。我敢肯定李文家一定躲在这里。还不快去查？众人立即动身。我和黄小桃疲惫不堪，休息了片刻才赶到。宋顾问，你太神了！李文家果然在这里。我刚刚那个态度，我向你道歉。没关系。李文家呢？抓到了吗？没有，他现在手上有10几名人质，躲在一间仓库里面。谈判专家正要准备进去。一个人进去的话太危险了，一定会被催眠的。林局，让我上吧。小王，你还有1个星期就要结婚了吧？里面情况不明，太危险了。林局，你看不起我？我的身份首先是一名人民警察，难道遇到危险就躲在别的同志后面吗？好小子，还教训起我来了。行吧，但一定以安全为重。如果情况不对，立刻退出来。明白。随后他便和谈判专家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局长，如果他不接受谈判，我请求带一批人突击。不行，你一边歇着吧，这里交给特警同志处理。哼，李文家可不是一般人，特警怕是对付不了。他随便催眠个老太太都有那么恐怖的战斗力，更别说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王元朝。就在这时，里面传来一声枪响。林头，
谈判专家被射杀了，是谁干的？是王元朝开的枪。小王，千万不要直视他的眼睛，马上退出造纸厂。我们等了许久，对讲机里才传出一声收到。不一会儿，护送谈判专家进去的警员小王出来了，神情却有些异样。林老虎准备上前询问情况。林叔小心，他手上有枪。众人一惊，连忙用枪指向小王。小王放下枪，别做傻事。小王目光呆滞，缓缓举起枪，瞬间枪火齐鸣。小王倒在血泊中。这是在向全体人民警察挑衅。我不经意间望向漆黑的天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林叔叔，我有一个计划。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我答应过你爷爷要保证你的安全，怎么能让你去跟凶手交锋？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拿下李文家的任何方法，除非你不顾人质和警察的安危，不惜一切代价强攻造纸厂。这时无线电突然发出一阵噪音，里面传来李文家的声音：各位晚上好，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咬牙切齿的要想置我于死地，但你们就是奈何不了我。这样僵持下去太没意思了。我有个提议，让黄小桃进来，我拔了他之后就会自首。李文家，你有资格提条件吗？不要触碰我们的底线，否则你的下场会很难看。刚刚又死了一名人质，孙局长的意思是，警察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拿一个人换10几条人命，不值吗？李文家，你我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别人，我马上进来见你。可我等你。局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你们都得给我活着回来。是。如果你拥有了将人瞬间催眠的能力，你会保持自我，还是化身恶魔，将他人化为任你操控的工具？我通过宋家绝学捕凶术，定位到了李文家的藏身之处。当我们赶到时，他正挟持10几名人质，躲在旧造纸厂里，并提出让黄小桃来交换人质。我和黄小桃还有2名自愿跟我们一起进去的特警走进库房，特警们手持突击步枪朝四周巡视。人在上面，众人把枪头指向上方，只见一道横梁上站着一排人，他们像僵尸一样站在上面一动不动，让人感觉毛骨悚然。所有人把枪放下。我四处寻找他的踪影，最后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扩音器里传来的。我数到3，这些人就会集体跳下来。放下枪！众人立即把武器放下。黑暗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正是王元朝。王元朝，把垃圾清理掉。王元朝突然举起手机，连续2枪，2名特警倒在血泊之中。黄小桃张开双手挡在我面前，王元朝就像出了 bug 的机器人一样，指头一直在颤抖，怎么也扣不下扳机。看来他接收的指令是嘎掉你以外的人。王元朝，停下！李文家，你要嘎的人只有我一个，为什么要扯上其他人？哥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是我的一切。你剥夺了我的一切，我也要让你体会到这种痛苦。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杀光我们之后，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无所谓，为了复仇，我已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巴不得早点去黄泉之下与我哥哥团聚。放了这些人，我留下，要杀要剐随你。好一个大义凛然的黄警官，我怎么舍得就让你这么轻轻松松洗掉？想救这些人，好啊，你先在我哥哥的灵位前磕3个头，我要听见响声。你休想！可，那我就让这些人一个一个的跳下去。你可要记得，这些人的死全是因为你那无聊的自尊心。王小桃咬咬牙，走到灵桌前跪下，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看得我揪心不已。很好，我等这一幕已经等很久了。哥哥，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李文家，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别着急，黄警官，咱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抬头看看，我给你准备了惊喜。我们抬头看去，刚刚空出的2个位置多出了2个人，右边是马警官，左边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富豪，正是黄小桃的父亲。李文家，你不得好死啊！这2个人只能活1个，你只有5秒的时间选择，否则他们就会一起掉下去。这时我一抬头，竟然发现有一个白衣刀客在默默盯着我们。这家伙难道一直就在那里？我竟然毫无察觉，到底是敌是友？我再次望过去，发现刚刚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不见。我3。突然，屋内所有灯光瞬间熄灭，整个仓库变得一片漆黑。他那只狐狸眼睛在黑夜中不能聚焦，而我的洞幽之瞳却可以发挥到最强，看清楚黑夜中的一草一木。什么人？谁干的？王元朝，把他们都
这不可能，你怎么做到的？并不是只有你的眼睛与众不同。我不甘心，我苦心设计的复仇计划不能就这样被你这种小角色毁掉了。王元朝，我从不会把对死人用的手段用在活人身上，但你已经不算人了。你要干什么？宋阳，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朋友，刚才多谢了，能不能出来见个面？过了许久，屋内依然寂静无声。还有其他人在场。仓库的电路应该就是他破坏的，至于是谁我就不清楚了。或许是我以前破案帮助过的人，也可能是李文家的仇人。对了，这个给你。你把他……只是疼昏过去了，我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没有生命危险。那东西根本就是逆天的存在，本应该及时销毁，但是鉴于闭眼妖狐已经灭绝，这东西应该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还是上交上去交给科学家们研究吧。李文家被捕之后，政府为那几名殉职的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们干了一辈子的刑警，终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广大人民。王元朝、叶诗文，还有被李文家催眠的无辜群众，全部被送进了心理诊所进行康复治疗。几天后，黄小桃邀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我们聊起李文家的现况。李文家判刑了吗？他被检查出严重的精神疾病，被关到了精神病院里。他本可以做一个温柔可人的美女老师，却被仇恨蒙蔽双眼，断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何苦呢？他不值得被同情，比起他来，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才是真的可怜。他被关在哪家精神病院？我想找他聊聊。没机会了，前2天那家医院着了大火，他没能逃出来，烧的连灰都不剩。不提他了，姐给你准备了个好东西。什么呀？你猜猜，给你点提示，外包装是方形的，有保护作用，里面是圆的，中间有个洞。该不会是……没错，就是游戏光盘。这时，黄小桃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你好，哪位？怎么了？又来案子了？上次调查过的那个肉联厂打过来的，他说他们厂里今天来了一头奇怪的猪。奇怪？他们放完血后，发现地上写了3个字：我是人。他们还以为是谁在恶作剧，没想到拉开肚子却发现里面的内脏根本就不是猪的。人变成猪，猪变成人，我们都有罪，我们都要被吃掉。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那是小生，是他亲手杀的那头猪。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那是昨天晚上，我们杀一头怪模怪样的猪，就在放完血准备切割的时候，小生突然说：“他在哭。”他说话了，他说他是人。你确定那头猪是个人吗？不是很肯定，但我杀猪有20多年，我可以肯定那不是猪。你们平时用什么工具杀猪？就是拿一根长刺，一下扎进猪的脖子了。猪一般会挣扎几分钟，血流干之后就送到大车间加工。昨晚杀猪的这位小生师傅经验丰富吗？是个老工友，经验很丰富，一般来说不会有杀不死的情况。除非那不是猪。你们统统要变成猪，统统要被杀掉。他怎么疯得这么厉害？小生前阵子相亲了一个女友，一听说他是屠宰场的工人，顿时就不乐意了，说他这一行残忍，没有人道啊。小生回来之后一直闷闷不乐，可能是积压在心里太久，今天又受了刺激，才说这些怪话。这些女孩真矫情，自己平时都不吃肉吗？说完，黄小桃叫一个女警员，把小盛带到一旁休息一会儿，安抚一下情绪，顺便看看能不能问点口供。左下角活动更新了，好像这次可以多领华为 Mate 60 Pro。对呀，我手上这台就是刚领到的，前2天已经拿到手了，这下苹果华为都齐了。你们说领手机，这手机都是你们领的？对呀，左下角迎新年活动呢，这次左下角里的苹果15 Pro Max 4升级免费送，数量不限，全是正品代牌。而且这次还额外加码2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上线就能参与领取了。那这次左下角库存够吗？快教教我怎么领。管够，这次左下角特意安排专人更新库存，只要是从视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的，上线就有 AI 女仆自动打怪升级，神装100倍爆率，1天飙升300级，苹果华为轻松领完还能包邮到家。太好了，我现在就去。随后我们来到屠宰车间，整个流水线已经停工了，一排排洗包干净的猪悬吊在铁钩上。我来到那头被切成2半的猪前，戴上橡胶手套，在内脏里翻捡起来。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瞧，这是子宫还有卵巢，她的身体上有很多手术缝合线，她被砍掉小臂和小腿，
接上猪蹄，骨盆也被打磨过一遍，使他可以像猪一样用四肢站立。凶手还往他的身体里填充了大量脂肪，使他的体重剧增，让他仅有的2对断肢支撑全身的重量，致使断肢和猪蹄的结合处已经化脓感染了。凶手还给他缝上了猪的尾巴和耳朵，舌头也被割掉了。这是一个被整形手术整成猪的人。将人整形成动物，这真的能做到吗？整容手术通过填充、削骨、切割等手段，几乎可以将一个人塑造成任何一个人，理论上也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别的动物，但那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与耐心，一边调整受害者的身体构造，一边还要用药物维持他不死。这种残忍的手段堪比古代的凌迟酷刑。这简直比变态都变态！等抓到他，我一定要先胖揍他一顿。尸体上有什么关键线索吗？这整具尸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线索，有能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多。你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人？整形医生。准确来说，是一个拥有诊所的整形医生。把人整成猪要花很长时间，帮别人打工的医生没条件完成这件事。我马上带人去南江市所有整形医院调查一遍，把经营者的资料汇总一下，再派另一批人调查这批猪的来历。几天后，黄小桃联系我，宋阳，你说的那个左下角活动真不错哎，我第2天就到手双手机了。那当然了，左下角现在是新年加速福利链接，领完都是极速发货的。对了，你说你们找到了什么重要线索？通过技术组 DNA 比对，死者身份确认了，她叫徐小慧，是一名自由画家。我接过她递来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小慧是个清纯靓丽的年轻女性，给人一种阳光开朗的感觉。一想到她死时的模样，我就感到怒火中烧。到底什么样的变态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我宋阳今日以先祖提刑官宋慈的名义起誓，定会为你沉冤昭雪。去他家里调查过了吗？还没有，正要去。走，我们一起。黄小桃叫上王元朝，我们一同赶到徐小慧家，戴上手套开始搜查。我找到一个日记本，上面记录了主人每天的日程安排。看来徐小慧是个很善于管理时间的人，她是11月7号失踪的。快看那天她写了什么？被撕掉了。我看过去，发现果然只有16号，上面明显被撕掉了一页，下面还有字。果然在那一页后面写着几个大字：宋阳，不要查这个案子。谁这么神通广大，知道你会来这里？难道是凶手留下的威胁？不，凶手不会干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留下自己的笔记不是找死吗？不知为何，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了那个白袍少年的身影。莫非是他？他和这件案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往前翻了几页，日程本上全是一些普通的日程安排，但是我意外的发现11月3号这一页也被撕掉了。死者难道11月3号见过凶手？这人为了不让我查，把这一页也撕掉了。宋阳，你太聪明了，他这就叫做欲盖弥彰。去查一下死者最近的通话记录，特别是11月3号这天。好，我去联系电信局的人。王元朝办事麻利，不一会就回来了。11月3号这天同一个号码，给死者打过3次电话，号码的主人叫吴丽，我已经联系过他了。他说11月3号那天他们班搞了一次同学会，因为徐小慧路上堵车，他才打了3个电话催促。走，我们去见见他。我们来到和吴丽约好见面的咖啡厅，黄小桃问了当天同学会时的情形。那天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徐小慧上高中时就比较内向，就是跟几个女生关系比较好。同学会嘛，大家说说笑笑，吃一顿饭就散了。你们同学中有没有开整形医院的？有啊，他还是徐小慧的忠实舔狗呢。经常达人的都准，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一个离奇的案件背后都隐藏着细微的线索。而世上最后一个仵作的人，将用传承1000年的验尸手法拨开层层迷雾，任何罪恶都将在你动忧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接上集，我们找到被整形成猪的徐小慧最后联系的人，从他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你们同学中有没有开整形医院的？有啊，他还是徐小慧的忠实舔狗呢。那个开整形医院的叫什么名字？他叫孔辉。我们那天听说他现在是专业整形医生，好多女生都说想去他那里做个微整形呢。哦，对了，他还留了张名片，我找给你们。我接过名片，上面是一个长相斯文的中年男人。你说他追求过徐小慧？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孔辉以前给徐小慧写过情书，写了10几封，但他那会又矮又黑，家境也不好。听说父亲还是劳改犯，他特别自卑。徐小慧怎么可能看上他？有一年520那天，他还在我们宿舍楼下面用蜡烛围成一个心形表白，也不知道是谁多管闲事，从楼上泼了一盆凉水浇了孔辉一身。后来他就再没提过这件事。同学会当天，两人有过接触吗？这我不太清楚。警察同志，我都说了这么多，能不能透露一下，孔辉和徐小慧的死是不是有关？我们找你，那你跟他的死也有关喽？
怎么可能？我跟他关系多好，是谁也不可能是我啊！那你就别乱猜，更不要在同学之间乱说。谢谢你的合作。一定，一定。辞别无力之后，我们几人火速赶往孔辉所在的整形医院。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迎面走来。你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吗？是的，小姐，你是来整形还是抽脂的？黄小桃亮出证件，我观察他的表情，看见警官证的瞬间，他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此人大有问题。你认不认识徐小慧？11月3号的同学会，你们有没有说过话？10年没见面，当然聊了几句，就是一些普通话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吗？他出了一些状况，目前正在抢救。凶手并没有亲手杀死徐小慧，我故意这样说。孔辉果然变得紧张起来。他怎么了？被车撞了吗？你难道不清楚吗？小同志，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孔辉果然不敢与我对视。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徐小慧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好吧，等他醒了应该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你们还有其他事吗？我有一场手术要做，没有的话我就不奉陪了。孔院长，方便让我们进手术室看看吗？你们请便。我们走进手术室里，正中间有一张手术床，上面是聚光灯。我用动幽之瞳反复扫视，这里应该不是案发现场。说的也是，这家医院生意挺不错的。孔辉身为院长，绝不可能在医院做这种事。这里这么多工作人员，很容易被看见。要不要把那院长带回去？没有证据不能抓人，眼下不要打草惊蛇。交谈之中，我们已经默认为孔辉是凶手，正应了我爷爷的话，越复杂的案子越好破。如果孔辉不是用这种变态的手法来秀自己的技术，我们肯定得花不少时间。出门之后，黄小桃还对孔辉说了一些客气话，好像已经完全不怀疑他了。凶手无论聪明还是笨，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认为自己能够逍遥法外。离开整容医院后，我先回到了学校，本以为这案子很快就能告破，但是1天后，黄小桃发短信告诉我，专案组有几名警员突然退出，原因不明。杨子，这有你一封信。信？谁会给我寄信？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颗子弹。这是子弹线。你知道？我在小说里见过这种情节，这是黑社会威胁人的手段。寄一颗子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再怎么样，下一次就用另一种方式送你一颗子弹。我立刻给黄小桃打了个电话，说了遇到的情况。其实昨天我和王元朝就都收到了，我请人鉴定过了，这枚子弹是7.62毫米的狙击步枪子弹，产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是绝对搞不到的。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整形医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背景。宋阳现在的情况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不要查下去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连小桃姐都害怕了吗？害怕的话，他就不叫黄小桃了，应该是有什么隐情。不一会儿，我的手机上突然来了一条垃圾短信，是什么网络游戏的宣传。我正准备删，一看发件人竟然是黄小桃，我连忙下架了客户端，登录游戏。我在新手村的第一个任务点，看见一个女号头上顶着黄桃小女侠的名字。这种界面方式真够别致的呀。我家住几楼？503。那个，我室友叫什么名字？大力出奇迹。我最近被人监视了，家里可能也装了窃听器，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见面。这孔辉到底什么背景啊？这么拽？孔辉可能在为一个庞大的黑恶组织服务，他将罪犯全部整容调包，真凶就可以逍遥法外。黑恶组织？难道是？他私下里应该有另一个工作室，平时在那里替一些神秘顾客服务，给徐小慧动手术应该也是在那里完成的。现在立刻叫专案组的人全市筛查，务必要把孔辉这个工作室找出来。林局不让我再查下去了，说是要交给特警反恐小组处理，我没答应，已经被保护信撤职了。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这时一个10几级大号过来，一刀把黄小桃劈了。站在村口说几句话都不安全，现在的网络环境太恶劣了，真当姐砸不起钱买不起装备。你瞧瞧他是谁？王元朝，你是不是趁机发泄平时的不满？不好意思，我手滑了。总之，只要我们找到那间工作室，就可以给他定罪，同时知道他替哪些人服务了。徐小慧被送猪人发现的地方在哪里？一条高速路附近。就从那里开始找起吧，我打算用一下禁术。经常达人的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一个离奇的案件背后都隐藏着细微的险阻。而世上最后一个仵作的人，将用传承1000年的验尸手法，拨开层层迷雾，任何罪恶都将在你动幽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爷爷，我练成了，我练成动幽之瞳了。原来宋兆林还有个孙子，我看看你爷爷把你教的怎么样？他是怎么死的？你能看出来我就饶你一命。他的右手慢慢举了起来，手里朦朦胧胧的像握着一样东西，好像是一颗心脏。而爷爷身上却没有任何伤口。我取心脏？怎么可能？我看不出来，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宋词后人不过如此。小子，等哪天你看出我的达人手法，我再来取你的命。记住，江北残刀永远是你们宋家的噩梦。爷爷，爷爷，杨子，你没事吧？怎么出了这么多汗？没事，我做了个噩梦。对了，现在什么时间了？晚上8点。大力，我要出去一趟。是去办案子吗？为什么不带上我？你能离得开我这个助手吗？这次和平常不一样，太危险了。我靠，是不是兄弟啊？多个人还多个照应呢，没准我还能帮上忙呢。不行，你必须带上我。最终我还是拗不过他，只好带着他来到我们约好见面的地点。王大力，你跟来干嘛？宋阳哪能离开我这个小助理？对吧，杨子？对，你们没有被跟踪吧？没有，有人跟踪的话，绝对逃不出我的动幽之瞳。说完，我拿出一个小瓶，里面有一根插在药水里的银针，药水是我不久前调制的。待会我的样子可能会比较可怕，你们不要担心，都是正常现象。我深吸一口气，将银针扎进自己的脖子，瞬间大量的臭味朝我涌来，就好像鼻子被人打进去，视线也开始扭曲。我趴在地上，嘴角不停的流口水，身体不自觉的抽搐起来。宋阳，你确定真的没事吗？没事，让我适应一回就行。良久后，我终于适应了这种感觉。这一招叫做天狗寻踪术，能使嗅觉瞬间活化上千倍，远胜过警犬的鼻子。但因为这种药直接进入神经系统，副作用极大，所以是宋家的几样禁术之一，轻易不能使用。我现在开始找徐小慧留下的踪迹，你们不要乱走动。我吸动鼻孔开始嗅，突然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道，是从王大力身上飘来的，有一种腐臭味。今天的王大力确实有些反常，几乎一直都在跟着我，就好像在监视我。我发动动幽之瞳，仔细观察他的脸，猛然注意到他的发际线上有一道接缝。杨子，你往我身上看干嘛？你长得帅呗。我装作嗅东西的模样来到王元朝身边，向他示意了一下王大力的方向。王元朝立刻心领神会，一个闪身来到王大力面前，瞬间将他制服。王元朝，你疯了？他根本不是王大力，他手上有老茧，只有长期握枪的手才会在那几个地方长老茧。假王大力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声音也变了。我奉劝你们一句，有些案子可以查，有些案子不该查。如果我有个什么3长2短，你们一个都逃不掉，这身警服也保护不了你们。我走到假王大力面前，一把将他的脸皮扯了下来。我们同时一惊，他的脸上没有眉毛，没有鼻子，鼻孔的部位只有2个长长的洞，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一样。你是一个无面奴吧？你怎么会知道的？我们宋家跟犯罪分子打了几千年交道，对你们这些江湖上的牛鬼蛇神比谁都了解。宋阳，什么是无面奴？江湖上有很多的隐秘职业，无面奴就是其中一种。他们从拜师之日起就要把鼻子割掉，日夜用特殊的药水洗脸，脸皮柔软的像面团一样，可以易容成任何人，还要练习假嗓子学别人说话。真正的王大力在哪？你替哪家黑社会办事？井底之蛙，区黑社会能和我们相比？我们是你招惹不起的势力。王元朝嫉恶如仇，最见不得犯罪分子嚣张的样子，对着无面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揍得他惨叫连连。元朝别打他了，他不会说的。药效快过了，把他带上我们先查案。我摒去杂念，专心嗅闻地上的气味，草丛里隐约能闻到一些人身上的臭味和药水的气味。找到了，你们跟紧我。我循着气味一直走，找到一间屋子，就是这里了。孔辉的秘密工作室就在里面。我劝各位收手吧，千万别招惹组织，你们再查下去就回不了头了。好好活着不香吗？宋家祖祖辈辈都流淌着提刑官宋慈的血液，你觉得我会怂吗？说完，我就用铁丝撬开门锁。我们各自搜索屋内的东西，手术床旁边有些血迹，我用棉棒取样放进证物袋里。如果这是徐小慧的血，基本上就是定罪铁证了。我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贴满了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全国大案。等一下，这些都是当年江北残刀做的案子。你的组织和江北残刀有什么关系？我不能说，说了我就没命了。你不说也会没命，而且我会让你痛不欲生。宋阳，你冷静点，别冲动。这时，我闻到屋子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伴随着嘶嘶的声音。不好，是吸入式麻醉剂。宋阳，你不是很窄吗？怎么成病猫了？等我收拾完这女条子，再来收拾你。今天能开个洋荤了。经常达人的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一个离奇的案件背后都隐藏着细微的线索。而世上最后一个仵作的人，将用传承1000年的验尸手法，拨开层层迷雾，任何罪恶都将在你动幽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宋阳，你不是很屌吗？怎么成病猫了？等我收拾完这女人再来收拾你。
今天能开个洋荤了。这女人身材真不错。滚开，地祖！在我眼里，她就是一块上好的材料，别给我弄坏了。我要把他们都整容成猪，叫他们生不如死。这主意好，孔医生上回的杰作我没能亲眼目睹，这次正好观摩一下，开开眼界。那女人只是个失败品，正好拿他们3个再磨练一下技术，相信有朝一日我能用这种手段为组织服务。就在这时，屋内灯光闪烁几下，突然熄灭了。是谁？滚出来！用一个动油之桶开枪，快开枪！你有屈死之道。大侠饶命，我很有钱，你要多少钱都行。那个身背一把古朴唐刀的白袍少年走过来，将一个小药丸塞进我们的嘴里。这是避讳丹，我们宋家的祖传秘药。你是谁？你也姓宋？警告你的人，宋阳，我只求你一件事情，逃出去以后永远忘记这桩案子。江北残刀不是你们能招惹得起的。果然是江北残刀干的。等一下，我刚要问个明白，然而那个人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小桃打了电话，通知局里赶快派人过来。不一会儿，警察赶来，将孔辉带走了。宋阳是哪位？你快递签收一下。我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居然这么快给我送到了。我今天送了好几个这包裹，这手机真是领的呀，小哥。对，就左下角里头领的，他们正搞周年活动呢。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全都免费升级领。宋阳，我就领了苹果，现在华为也可以领吗？那我能领吗？谁都可以领的，而且这次加大活动力度，苹果15 Max 是不限量保底送，华为更是加码3000台库存实时更新，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那可以教教我吗？很简单，就从视频左下角的专属链接点开，上线就能看到抽取界面，点击抽取苹果、华为都能有。太好了，我去领华为。宋阳，刚才那人什么来头？怎么也有你那种写轮眼？什么写轮眼？是动幽之瞳，他和我一样拥有动幽之瞳，还有我们宋家的祖传秘药。我无比确定他是宋家人。元朝，他的武功和你比起来怎么样？远在我之上，就光刀劈子弹这一点，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宋阳，我们好像忘记了件事情，真正的王大力在哪？走，我们去学校。我们一行人火速赶回学校寝室。你们看到王大力了没有？王大力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发生了一些情况，最近王大力有什么反常举动吗？我想起来了，他昨天收到一封中奖信息，说要取出前请我们吃一顿，回来又说是假的。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学校取钱只有一个地方，我和黄小桃火速赶到那里。宋阳，我华为这就发货了。视频左下角是极速福利链接，发货就是这么快的。我在 ATM 机上面敲敲打打。不可能了，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他们怎么可能把人藏在里面？我发动动幽之瞳扫视四周，突然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口硬井，好像有被掀动过的痕迹。打开那个看看，熏井盖是铁的，我俩费了很大劲才掀开。我往里面一看，里面果然有个人。是他，就在下面，快去找根绳子。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拉上来。杨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黄小桃看见他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小桃姐姐，你有没有良心？我都这样了，你还笑？抱歉，实在没忍住，改天请你们吃饭就当赔罪了。姐姐微信来啦！喂，局里打来的，他们在孔辉家里搜到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大量存款，那个数字连贪官看了都会自惭形愧。那应该就是孔辉暗中效命的组织给他的报酬，能查到明细吗？能，我去查。每次打款的日期列一张表出来，核实一下日期前后所发生的大案要案。对呀，宋阳你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隔日黄小桃让我过去一趟，我来到警察局。我调查了近10年来的案件，总共有20多起，最后被逮捕的都不是真凶，而是孔辉用整形手术制造的替身。这个组织简直一手遮天，竟然能够协助这么多罪犯逃过法律制裁。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孔辉嘴里问出一些情报。据我的推测，孔辉应该是这个组织的外围人物。他最近接到组织的命令，组织想用一种更加瞒天过海的方式让一个人凭空消失。孔辉想到了把人整容成猪的点子，他的试验品就是小时候暗恋过，长大之后仍然看不起他的徐小慧，借此发泄私愤。审问过他了吗？问过了，他什么都不肯说。走，
带我见见他。我们在审讯室里见到了孔辉，蹲了几天看守所，他的气色有些萎靡。我问了几个问题，他一律回答不知道，脸上也没有露出任何撒谎的微表情。他居然能骗过我的动幽之瞳？不对，难道他……你到底是谁？我是孔辉。不，你不是，你是他的替身。什么时候调包的？真正的孔辉现在在哪里？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只是一枚棋子罢了。经常达人的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一个离奇的案件背后都隐藏着细微的线索。而世上最后一个仵作的你，将用传承千年的验尸手法拨开层层迷雾，任何罪恶都将在你动幽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你到底是谁？我是孔辉。不，你不是，你是他的替身。什么时候调包的？真正的孔辉现在在哪里？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只是一枚棋子罢了。我确定当晚抓住的是真正的孔辉，他是在看守所羁押的这几天被人调包的。由此推想，看守所里很可能有那个组织的内应，他们才能瞒天过海。这个组织简直强大到可怕，我想他们保护孔辉是不希望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林局那边怎么说？林老虎带着与那个组织有关的卷宗去找程厅长面谈了，估计要惊动国安局的同志们了。发生什么事了？邻居女儿林冰心打过来的，林老虎在路上出了车祸。走，去医院。我们火速来到林老虎的病房。邻居你怎么样了？伤着哪了？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老子命硬着呢，就是点皮外伤。宋阳哥哥，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你们认识？宋老临终前将宋阳托付给我，这俩小家伙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宋阳哥哥当初还说长大了要娶我呢，是吗？宋阳你还挺厉害的呢。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对了，林叔你怎么会出车祸？是普通意外，还是……撞我的那辆车没有牌照，肇事之后司机立即消失了，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这群人疯了，敢谋杀公安局长，这已经可以算恐怖袭击了。他们就不怕国家出动军队？他们只是想给我个教训，没看到我就是擦破点皮，连轻伤都不算。老爸，那你还要查下去吗？废话，我一个警察还能怕了他们犯罪分子不成？我已经和厅长联系过了，他的意思是暂时按兵不动，这个组织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机关内部。等年前厅长去公安部汇报工作的时候，再将这件事情报给国家。我们走出病房，黄小桃先回了局里。快回去陪你的青梅竹马吧。在我刚要回学校时，突然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孔辉。我连忙跟了上去。我跟着他来到一条走廊，这里空无一人，我内心隐隐涌上一丝不安。小神探，永别了。又是你。宋阳，你醒了。孔辉呢？抓到没有？已经关押起来了，要不是我们拦着，你那个白衣保镖就把他嘎了。那他人呢？这时病房的门打开了，那位白衣男子走了进来。小少爷，以后千万不要再冒险了，你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宋家列祖列宗交代？你果然是宋家人，能不能请黄小姐回避一下？让小桃留下吧，她是自己人。你们会结婚吗？我和黄小桃的脸一下子红了。宋家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是祖训，除非你现在当场向黄小姐求婚，并且她答应你的求婚，否则她必须出去，不然就得被灭口。这种场合怎么可能求婚？我都还没表白呢。那个，我以后会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你的。不要紧，我相信我会知道的。说完他就红着脸跑了出去。我叫宋星辰，是宋家武宋一脉。武宋？难道还有文宋？没错，我们宋家在古代的时候就有文宋和武宋两支。文宋长大之后会去当提刑官，或者大理寺卿；武宋则去当捕快，或者贴身保护本族继承人。两派从小学习的技艺也是天差地别，比如你会的捕凶术、验凶术和各种验尸手法，我就完全不懂。而我从小练习的武艺、调制的药方，也是你没机会接触的。文武两派相辅相成，才是我们宋家传承至今。如今文宋一脉只剩你一根独苗，我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的安全，哪怕献出生命。原来是这样。哦，对了，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我的动幽之瞳好像出了点问题，隐隐有种灼伤感，感觉要喷出火来一样。冥王之瞳？不可能。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照他说的，催动动幽之瞳。宋阳，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宋家最顶级的眼睛——冥王之瞳。什么冥王之瞳？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因为我们宋家有史以来拥有冥王之瞳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们宋家最闪亮的那颗星。
大宋提刑官宋慈，不过你的冥王之瞳尽量少用，很容易把人看疯掉。再一个对你也有一定副作用，就是容易昏迷。那大概是因为大脑供血不足，保护性昏迷吧。我猜测所谓的冥王之瞳是一种生物脉冲。偏，我对这些没兴趣。总之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密切的保护你。一方面你的命更值钱了，另一方面江北残道盯上你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在我面前单腿跪下。小少爷，这次是我保护不力，你有权利执行家法。什么家法？砍掉我的一根手指或者耳朵，你只需要一声令下，我自己动手。经常达人的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每一个离奇的案件背后都隐藏着细微的线索。而世上最后一个仵作的人，将用传承千年的验尸手法，拨开层层迷雾，任何罪恶都将在你动幽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小少爷，这次是我保护不力，你有权利执行家法。什么家法？砍掉我的一根手指或者耳朵，你只需要一声令下，我自己动手。宋家还有这么严厉的家法？看宋星辰这么认真，不给他点惩罚，怕是不会罢休的。宋星辰听令，这次你保护不力，我代表宋家执行家法。我令你，给你笑一个。他诧异的抬起头，尴尬的望向我。怎么了？认识你以来，你从来没笑过，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宋星辰艰难的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假笑。行了，你出去吧。是，小少爷你好好休息。我在医院休养了几天，出院后黄小桃联系我说，之前破获的几桩案子的奖励下来了，我领到了10万块奖金。黄小桃作为专案组组长受到了特别嘉奖，王元朝也往上升了一级。按理说，这枚2等功勋章应该归你，只可惜你没有警察编制。我当个小顾问挺好的，没那么多约束。再说了，我们宋家有8字祖训，不关不是明哲保身。你们宋家怪规矩真多。对了，这个给你。我接过他递来的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张证件，封皮和黄小桃的警员证一模一样。南江市公安局特别顾问。你宋大神探的名声都传到程厅长那去了，他对你的破案手段赞许有加，特地向上面给你申请了这个证件。你知道特别顾问的含义吗？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地方上查不了的案子你能查，地方上验不了的尸你能验，空降接管，直接侦办，这就是特别2字的含义。这么屌，那以后查案子方便多了。对了，孔辉招了吗？他和江北残刀是什么关系？孔辉只是这个组织的外围成员，他只供出一个代号训狗人，这是他的接头人，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费尽全力逮捕的罪犯竟然只是组织的一枚弃子，我心里一阵失落。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组织究竟有多么的强大？最近有什么案件需要我帮忙吗？南江市最近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没什么大案子。不过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当我男朋友。我爸不知道抽的什么风，非逼着我去相亲，我可不想嫁给自己不认识的人。原来是当挡箭牌啊，我还以为什么？没什么。死木头、烂木头、臭木头，哼！那你答不答应啊？答应，肯定答应。我本以为黄小桃的相亲就是去饭店吃个饭，结果我完全想错了。他父亲在自家别墅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晚会，邀请了众多社会名流到场。我爸就爱搞这种形式主义。No， 那位就是我的相亲对象。今晚我爸要在嘉宾面前介绍我俩。我看过去，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只不过面色有些苍白，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看来你爸爸的眼光不怎么样啊。富二代里面能挑出几个好货色，他刚才一直偷偷瞥我，眼神就没离开过我胸口，真恶心。不用，谢谢。我刚想说点什么，突然我的视线被一样东西吸引了过去，一直盯着看。你看什么呢？看得这么入迷。那边有个男人，感觉怪怪的。那个男人站在冷餐桌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香槟，他的脸色惨白无比，没有半点血色。他的脸色是有点白，可能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纵欲过度。有钱人的圈子乱得很，什么破事都有。有个细节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直没眨过眼。他再次扭头望去，果然那人眼睛一点都不动，就像死人一样。我们刚要上去盘问，嘉宾突然骚动起来，原来是主办人，也就是黄小桃的父亲黄玉红到场了。今晚的派对，一来是答谢各位生意伙伴，二来是小女黄小桃和王建峰王公子的订婚仪式。现场一片欢呼，而我和黄小桃却震惊的呆立当场。爸，我不同意。你不是说相亲吗？怎么突然变成订婚了？你征求过我意见没有？再说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说完，他紧紧地搂紧我的胳膊。黄老爷子瞪大眼睛，一脸震惊。王公子也向我投来狠厉的目光。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把所有人的视线吸引了过去。只见一个珠光宝气的富婆倒在地上，身下慢慢溢出一大滩血迹。我看见一个人正趁乱往外走，
正是那个怪人。星辰，拦住他！宋星辰一个闪身冲上去，和他扭打到一起。等我们赶到时，只见那个怪人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你嘎人了，快报警！报什么警？我就是警察，白痴！不可能，我明明已经避开了他的全身要害。我上前摸了下他的颈动脉，确实已经洗了。手指触到的时候，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他的皮肤竟没有一点弹性和油脂。我把耳朵贴在他胸口听了一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个喜人。这不废话吗？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喜人了。不，我的意思是，他在1个星期前就已经喜了。已经死去的人再次死去，在我客串黄小桃男友参加他的相亲宴会时，竟又一次卷入一场离奇命案当中。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洗在我们眼前的。但他身体和内脏呈现出来的，就是死亡1个星期的特征。这么说，他是一具行坤走肉。望着周围一众人，我欲言又止。这又是一桩诡异案件，还是不要把细节透露出去为好。我递给黄小桃一个眼神，他瞬间会意，开始疏散人群。不一会儿，警车赶到了，将那一具活尸带回警局，富婆也被送往医院抢救。我和黄小桃来到停尸房，他又换回了平时的警服。果然还是这身穿着舒服。对了，宋阳，这世界上真的有操纵尸体的手段吗？在常识范围内是不存在的。那常识以外呢？我能想到的有几种：湘西赶尸术、伏毒秘术，还有泰国养尸术，又称古曼童。我祖上也记载过一些类似的案件，但最后都证明是假的，或者是人假扮出来的尸体。但眼前这具尸体洗的时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假扮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说完，我给王大力打了个电话。大力，帮我买点东西来，我要把火罐用的罐子、高度数的烧酒、毛巾、食盐，再买1斤没熟的柿子。宋大厨这是又要开始烹饪了吗？少废话，快去快回。宋阳，你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不一会儿，王大力提着大包小包赶了过来。这个季节柿子可难买了，跑了好几家超市才挑到这些没熟的。辛苦你了，回头一定记你一功。我让王大力弄一盆热水来，把毛巾弄热了，开始敷尸体的前胸后背，然后把生柿子捣成泥状，又在柿子泥里面掺了一些盐，拍成饼状敷在尸体的前胸上。杨子，这掺了盐的柿子有什么特别功效吗？柿子里面有种鞣酸，能让肌肉收缩，把胃里的东西挤出来，盐能让它更好的发挥效用。费那劲干嘛？直接开刀子就行了呗。虽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但是直觉告诉我，他还没有真正的死去。尸体身上敷满湿泥后，等了大概有15分钟，突然他鼓动了一下，王大力尖叫一声，躲到我们后面去了。就连黄小桃也吓得咬紧嘴唇。诈尸了。没事，只不过是肌肉收缩引起身体活动罢了。这时尸体好像要呕吐一样，喉咙一鼓一鼓的。我连忙取来容器去接，只见一些棕褐色的液体从他喉咙里汩汩流进盆里。等他吐完，我凑上去仔细嗅闻，里面有白酒、烧酒、香槟，各种酒。可见死者这段时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吃。难怪派对上看见他一直在喝香槟。他的机体处在停滞状态，应该感觉不到喝酒带来的快感。喝酒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次看向那盆液体，这次我发现盆里除了红酒之外，还有一些红白色的残渣，像是某种胶囊的外壳。一会儿交给技术组化验一下，这应该是一条关键线索。我尝试发动动幽之瞳，没想到真的可以。看来动幽之瞳和冥王之瞳可以同时存在。我在死者身上仔细的寻找，终于发现了一个肉眼不可见的针眼。这有个针眼，时间很近，应该是4小时之内留下的。真的哎？难道是凶手给他注射了毒药？不过就算是的话，药力也应该被吸收了吧？还能检测出来吗？我有办法。我在火罐内侧涂了一些烧酒，用火点上，扣在针眼上，又在死者的肝脏部位扣了几个火罐。人体内如果有什么毒素，会渗透到皮肤毛囊里面，可以用这种中医的土法子拔出来。等待了一会儿，黄小桃惊叫一声：“宋阳，你快瞧！”只见火罐下面的皮肤慢慢渗出一些液体。叫技术组的人来取样化验一下。这时，一名警察慌慌张张的快步走来。黄姐，医院那边出事了，富婆失踪了。是被绑架了吗？不是，根据监控显示，是她自己跑出去的，然后被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接走了。我猜测，凶手与富婆之间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手上可能捏了富婆什么把柄，这个把柄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凶手以此对他进行威胁。走，我们去医院附近调查一下。我们来到医院附近的马路上，看到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拿了块破抹布给人擦车窗，伸手乞讨几个钱，看着挺可怜的。乞丐一般都有固定的活动地盘，这个乞丐可能见过凶手，去问问他。老人家，打听点事。
你1小时前有没有见过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从医院里面开出来，还有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女人？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啊？黄小桃刚要说，我抢上前去，掏出100块钱扔在他面前的破缸里。现在想起来了吗？好像想起来一点。黄小桃也掏出100块钱扔在他面前的破缸里。啊，见过，那人凶巴巴的，叫我滚开。他后座上还坐了一个女的。是这个人吗？我把富婆的照片拿给他看。对，就是他。黄小桃给小周打个电话，叫他火速把画像软件送来。乞丐一般都不愿意进公安局，为了拖时间，我们带他去路边的面馆吃面。老乞丐吃到第5碗面的时候，小周开着一辆警车来了。老乞丐一惊，放下筷子准备跑路。老人家别怕，他是来送东西的，不是抓你进收容所的。说完，黄小桃带老乞丐到一旁做模拟画像。我问小周化验出什么来了？从皮肤里面提取的药物样本是一种未知的化学毒药，而死者4小时前被注射的是一种生物酶，成分同样未知，但是这2种物质的作用能够相互抵消，也就是说，注射进死者身体的是解药。听小周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么说来，他其实是被毒药控制了，凶手以给他注射解药为条件，让他为自己办事。完成任务之后，急着回去注射解药，但是被我们拦住了，所以才要发身亡。将人变成活尸，世上竟然有这种药。对了，富婆是干什么的？制药公司。莫非这种药是富婆公司研制的？走，我们去他公司看看。男人们被关在箱子里，不吃不喝2个月，不但没死，甚至被折断4肢都无法让他们感到疼痛。而这一切诡异事件的发生，只因一种新型药品的研发。接上集，我和黄小桃通过走访调查得知，能使人变成活尸的药剂极有可能和失踪的富婆有关。随即我们来到富婆公司调查。你是研发部经理，是不是每一种新药的开发都要进你的手？不，我只是负责一部分。那贵公司有没有研制过让人假死的药物？我描述了一下药效，王经理摇头称不知道。啊，对了，去年总裁亲自监督了一种药物的研发工作，但参与研发的人员、新药的资料全部都是保密的。能看到这项研究的资料吗？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权限，只有总裁本人才有权限调阅。搞得还挺神秘，难道里面有什么毁天灭地的大阴谋？那能去总裁办公室看看吗？你们跟我来。王经理带我们来到富婆的办公室，我看到桌上有一台电脑。那份研究资料是不是存在这台电脑里？对。电脑我们能拿走吗？不行，绝对不行。你想看到你们总裁死掉？就算会出现这种结果，我也不能让你们把这么重要的商业机密拿走，否则等总裁回来会把我开除的。他的话让我一阵好笑。人都没了还怎么开除你？董事会会开除我。总之，没有法庭和董事会双方的同意，这台电脑是绝对不能动的。说完，他把我们请出了办公室。简直不可理喻，都要出人命了，还那么在乎自己的工作。其实也可以理解，一个公司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他这种职位的人平时专事专管，不敢擅自越权，也很正常。毕竟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有个富豪老爹。就在我们刚要走出公司时，王经理从后面追来。你们给我站住，把偷的东西交出来。你在说什么？我们是警察，怎么可能偷你们东西？别装了，这年头什么都有假的，你们的警察证件可能也是假的，也许你们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想趁火打劫。黄小桃刚要上去理论，我拦住他。什么东西丢了？电脑硬盘。你们走了之后，我不放心，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总裁的电脑只剩一个空壳子。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视线，决定回去看看。果然和王经理说的一样，富婆的电脑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四处查看，发现正对总裁办公室的地方有一个监控器。那个监控器拍下的视频能调取出来吗？能是能，但你们也看见了，总裁办公室的玻璃是不透光的，恐怕什么也没拍下来。不管如何，调出来看看吧。我们来到保安室，调取出视频，发现大概昨晚10点左右，一个人偷偷摸进办公室里。是总裁。他没把门关上，可能就是故意要留下这段影像。他在取走硬盘期间不断朝一个方向看，那个方向可能站了一个人，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人很可能就是凶手。我又多看了几遍，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富婆的脚一直在拍打地面。难道是暗号？黄小桃按照摩斯密码的规律敲了几下，发现并不是。他又试了试4角码，也不是。我们可能想的太复杂了，这就是普通的数字，41163222222，好像是个电话号码。411开头的手机号码是国外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手机号码。王经理，你想一想，总裁平时能接触到什么11位的号码吗？王经理思索片刻，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对了，你们等一下。他离开了一会儿，然后抱来一沓编号与那个号码相同的文件，但上面写的是一种抗癌症药物。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理解的方向有误？这药上市了吗？好像没有。按照上面药品的研发周期，这药早该上市了才对，除非
这种药根本就没开发过。不可能！难道总裁打着研制新药的名义挪用公款？这不多此一举吗？这是他自己的公司哎。真相只有一个，他打着研制抗癌药物的幌子，在开发另一种药。听我说完，黄小桃觉得我的推测很有道理。那富婆把这个给我们看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药的开发地址在哪？好像是城南一座仓库，那是总裁的私人财产。这无疑是个重大突破。黄小桃给王元朝打电话，叫他多带上几名警员，马上赶往那里。我们也立即出发。我们来到城南，仓库在一所倒闭的工厂里。来到巨大的仓库前，发现门上拴了一道又一道大铁链，有铁将军把门。我掏出自带的铁丝，3、2下把锁打开。只见仓库里堆积了一些木箱子，往里面走了一段，走进一个被分割出来的实验室。屋里摆放着一些化学仪器，我看见桌上有一份文件，随手拿起来，里面的内容让我大为震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要急死我呀！到底看到什么了？原来假死药真的是用在临床上的，它是配合冷冻舱使用的，目的是让人进入冬眠状态。哇，好科幻啊！也不是很科幻了，其实国外已经实现了人体冷冻技术，把患有绝症的人冷冻起来，等未来医疗技术进步了再解冻，病人就可以重获新生了。富婆开发的这种药注射之后，让人能够像冬眠的乌龟一样，把机体活动降到临界值，几乎等同于死人，这样就可以在冷冻舱里存放上百年，毫不夸张地说，甚至1000年。这种造福人类的大工程，为什么要保密呢？也许是想垄断技术，大发横财。说的也是，有钱人最怕的就是死。要是告诉他们现在有这种技术可以无限延续他们的生命，肯定花再多钱都乐意接受。也许几十年以后，有钱人就能长生不老，穷人只能活几十年，实在太悲哀了。黄小桃拍了拍我的肩膀，也不用这么悲观，说不定等这项技术普及的时候，你已经是和观众老爷们一样的有钱人了。这时外面传来咣当一声，我俩顿时汗毛倒竖，好像是外面那些箱子传来的声音。我俩慢慢的走出实验室，我叫他在这里等着别动。我独自走到了堆积如山的木箱中间，这时一只手猛地抓住我的脚踝，吓得我全身的汗毛耸了一下。低头一看，一个面色苍白无比、瘦的皮包骨头、皮肤没有一点光泽的人，直直的盯着我。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定是被人注射了大剂量的冬眠药，全身机能退化，但是因为身体消耗量极低，一时半会又死不了，只能在这里苟延残喘。此时活尸的眼睛慢慢温润了，但眼泪却流不出来，他身体里已经没有水分了，那个样子实在令人心酸。别怕，我们是警察。你被困在这里多久了？动一下眼睛表示1个星期。他动了8下眼睛。2个月。看来这种冬眠药研制的非常成功，能让一个人在不吃不喝的环境中存活这么久。但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在黑暗中慢慢感受身体脱水，四肢无力，最后只能像被活埋一样慢慢死去。这比杀人还要可怕。我看向身后的几口木箱，不由得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这13口箱子里，每个里面都有一个活人？男人将刚装修好的新房里的家具统统丢掉，甚至连壁纸都全部撕掉，贴满隔音材料。而他这样做只为了将眼前这个女人囚禁起来，让她为他的一己私欲付出代价。接上集，我们从13口木箱内救出12个活喜人，让正好赶到的警员将他们送往医院抢救。而这些人的身份也在一张合照内找到了答案。宋阳，这里有张合照。我接过那张照片，上面一共有14名身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站在台阶上，簇拥着中间的富婆，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这时，黄小桃突然叫了一声：“这个人和老乞丐提供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我看向他指的人是一个长相清秀的男人。他果然是研究人员中的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疯狂地报复自己原来的同事还有富婆。黄小桃把照片交给技术组，让他们在户籍资料里搜索一下。等待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里坐着，一言不发。一个人可以狠毒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自己曾经领教过，但是和这种报复手段比起来，那些凶手简直是菩萨心肠。这时电话突然响了，黄小桃拿起电话交谈了几句。是有结果了吗？是王元朝从医院打来的，那些人正在拼命抢救中，但是医生也没办法，只能暂时维持生命。凶手一定是有解药的，眼下就看能不能抓住他了。黄小桃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警力，在南江市铺天盖地的搜查凶手。等待是很揪心的，黄小桃那边一直没有结果，直到第2天晚上，他才打来电话。宋阳，我们查到那个人了，此人叫徐刚，是国外归来的医学博士，曾在数家医药公司工作。抓到他了吗？没有，我们搜查了他的住处，他常去的店，所有宾馆酒店，完全没有他的踪影。徐刚一定藏起来了，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他。宋阳，你能不能再用一次补凶术？能是能，只不过这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案，恐怕不太容易找到。唉，但我可以试试。真的？那我现在就去接你。不用，我在学校也可以补。这样吧，你到学校来等我，等你来了，大概我已经补出结果了。好。我挂掉电话，把王大力叫醒。我们拿上以前买的一份南江市地图，
还有一些工具。来到一间空教室，怕校工看见赶我们走，所以不能开灯。屋内一片漆黑，显得诡异又阴森。杨子，你就非得晚上来吗？晚上才更有效果吗？事情紧急，我没有再多说废话。我将地图铺开，又点上一炷香。大力，你在旁边盯着，香烧完立即叫醒我。这期间发生什么都别打扰我。我手持罗盘，按照捕凶术的心法口诀，将凶手的特征抽象成各种卦象，在大脑中快速运算。醒！我猛然清醒过来，看见王大力站在旁边。杨子，你走火入魔了吗？一炷香时间已经到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一时间没缓过神来。刚刚看你神神叨叨的，还直翻白眼，跟狐仙上身了似的，我都担心死了。你算出什么来了吗？算出来了，不过因为不是凶杀案，这次只能推算出一个大概的范围。你这一招准吗？我怎么感觉这么悬啊？准确度你可以放心，我之前用过一次，就是这范围有点大呀，不知道会不会打草惊蛇。如果徐刚转移了位置，那就真成大海捞针了。我们收拾好东西去校门口等黄小桃。不一会儿，两辆警车开来，是黄小桃和王元朝。我上了黄小桃的车。怎么就你俩？专案组的人连轴转了一天一夜，不忍心再使唤他们了。今晚我们去就行。我告诉他大概范围，徐刚可能藏在糖果厂附近。糖果厂？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徐刚的妻子以前在糖果厂工作，竟然忽视了这个盲点。他肯定藏在那里。宋阳，你的捕凶术真是太灵了。等等，他还有个妻子。他妻子去世有1年了，好像是得了绝症。开发冬眠药的时间好像也是1年前。这桩案子会不会与徐刚的妻子有关呢？我们在糖果厂住宅区下了车。这小区比较老，没有物业，也没有居委会，我们一时间也没了头绪。早知道牵条警犬来就好了。又没有徐刚身上的东西，要警犬有什么用？我突然灵光一现，我记得富婆身上有一股很重的香水味，徐刚应该是有车的。于是我对着小区楼下的车一个劲嗅，果然有一辆家用车的车缝里透出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和富婆身上的气味很像。我在车周围观察，很快在车门缝里找到一根黑色纤维。能认出来吗？王元朝拿在手里端详，这好像是一种酒吧夜总会常用的隔音材料。隔音？我明白了，徐刚把富婆关在家里，怕声音传出来，因此在家里贴了一层隔音材料。如果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不会钉钉子，而是用强面胶来粘。对，他家里一定有股强面胶的味道。卧槽，你们3个也太强悍了吧，对着一根毛都能推理出这么多东西。这是警察的基本功，学着点吧。我们分头去找，看哪家有强面胶的气味。我在一个单元里面挨家挨户的闻，当我来到顶楼的时候，闻到一扇防盗门后面有浓重的强面胶气味，我一阵激动，正要打电话通知黄小桃，那扇门却突然开了，徐刚站在我面前，我俩同时愣住了。那个，请问一下，王大力是住在这里吗？别装了，宋神探，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厉害，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把手插进口袋拨通黄小桃的号码，我故意大声地说道：徐刚，你住的地方真不好找，爬6层楼累死我了。他朝我的手扫了一眼，我知道警察就在下面，宋大神探还是别耍花招了。被戳破小伎俩，我有些尴尬。我察言观色，发现他表情平静，完全不像一个罪犯。久仰大名，我知道你破过不少案子，能栽在你手上也是我的荣幸。警察上来之前进来坐坐呗。我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好啊，我也好久没遇到过你这么有趣的罪犯了。教室明明空无一人，却时常听到女人低低的哭声，甚至偶尔传出阵阵恶臭。而这一切异常的源头，竟是一面刚刚粉刷过的墙壁。宋大神探，请放心，没有毒的，我还不屑用这种低劣手段。你把富婆关哪了？他没有理会我的提问，只是深情地看着这个房间。这屋子我原本是打算当结婚新房的，可惜她已经不在了。你妻子的死和那种新药有关吗？我想听听宋神探的高见。你加入研发团队开发冬眠药，是因为你妻子得了绝症，你想在她死亡之前把她冬眠，但是因为一些事情开发进度变慢了，结果没能赶上，你因此怨恨所有人。你的方向是对的，但细节说错了。愿闻其详。徐刚告诉我，冬眠药是他毕生心血，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个课题。回国之后，富婆找到他，想研发新药，富婆提供资金，他提供技术，事成之后，徐刚可以占3成股份。也就在这时，他的妻子得了绝症，以现在的医疗技术只能维持生命，于是他就答应了富婆，拼了命的研制新药，想用自己开发的新药来挽救妻子的性命。新药眼看就要研发出来了，却发生了一场事故，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没了。
没有星耀，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痛苦的死去。失去妻子之后，我一蹶不振，也无心再继续研究，在消沉悔恨中度过了1年。直到我在一份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上面说中国已经成功开发出了冬眠药，目前正在试验阶段。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之后我就开始调查，真相让我怒不可遏。原来富婆串通了其他研究员制造了那场大火，目的正是将研究成果占为己有。那些研究员也各自分到了一笔丰富的报酬。所有人都在欺骗我，原来让我失去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商人的一己私欲。于是你决定复仇？没错，我就是要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听到这里，我内心也产生了一丝悸动。果然，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一时的贪欲竟酿成这般恶果。徐刚，你不要再突然增加自己的罪孽了。你没有亲手杀人，还可以从轻判决，迷途知返吧。迷途知返？那女人让我失去家人，我也要让她品尝这种滋味，并且我要让她在绝望中慢慢死去。你尽管去找。注射了那种药物的人，就算在氧气有限的环境中，也能存活2年。你有足足2年的时间呢。就在这时，黄小桃和王元朝破门而入，举起手来，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徐刚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对我说道：“宋神探，我早就听说你断案如神，你以为我会傻到被逮捕，然后供出那个女人的藏身之处吗？你错了。不好，他服毒了，快打120。来不及了，他已经没气了。”黄小桃给队里打了电话，叫他们马上派人过来。我们把屋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但是并没有什么线索。我回忆着徐刚死前说的话，他说注射了冬眠药的人在氧气有限的情况下能存活2年。我想富婆一定被关在某个密闭的环境下。对了，我们查到徐刚用那笔钱买了一些墓地。墓地？莫非富婆被活埋了？我们驱车来到南江市郊外的一所公墓，找到了徐刚买的几块空墓地。当我们打开墓地，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我的心沉了一下，看来不在这里。我有个地方想去看看，徐刚的妻子埋在哪？徐刚怎么可能把自己最恨的人藏在自己妻子的墓里？也许这正是一个思维盲点。我们来到徐刚妻子的墓前，墓上放了一束枯萎的百合花，上面的相片里是一个温婉可人的长发美女。我拿起百合花嗅了嗅。徐刚死前不久来过这里。我们用撬棍把木板打开，有东西。只见窄小的墓室里放了一个盒子，和徐刚妻子的骨灰盒放在一起。我打开盒子，里面放了13根注射器，还有一张纸条。宋大神探，你果然厉害，能想到这里。抗毒血清奉上，只求你满足我一个已死之人的小小遗愿吧。我一阵错愕，徐刚竟然会猜到我会来这里。注射器里是对抗冬眠药的解药，可以救那12个研究员，只不过他没想到有一个人自杀了。富婆还有什么亲人吗？有一个女儿，怎么了？他曾对我说要让富婆品尝失去一切的滋味。他女儿现在在哪？好像是一所寄宿式贵族学校。元朝，你们把注射器带回去测试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给那些研究员注射。我和小桃去那所学校看看。我们来到学校，因为是周末，富婆女儿并没有在这里。来都来了，我们去教室看看。教室一览无余，墙上还留着一些元旦节的装饰物。我突然灵光一现，今年元旦小学放几天假？我记得是5天，和周末连在一起。我连忙走到墙边，我用鼻子在墙上嗅着。你的意思是富婆被藏在了教室的墙壁里？这也太容易被发现了吧！我哗啦一声撕开墙纸，后面露出一层消音隔层。如果有消音隔层，就不会被发现。放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的，徐刚完全可以晚上进入这里，把墙纸一贴，谁都看不出里面藏了人。这还真是一种极致的报复手段。富婆和心爱的女儿只有1墙之隔，甚至能听见女儿的读书声、说话声，却无法见面。漫长的2年时光对她来说是何等的煎熬，简直比地狱的酷刑还要残酷。当我将墙面撬开，我看见里面露出一双腿，上面沾了一些屎尿，并且传来呜呜的声音。真的在里面。庄严肃穆的金佛突然流下2行清泪，随后空荡荡的大殿里响起哒哒的木鱼声。是佛祖显灵，还是宝相庄严的佛像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叫你不要跟来了，这地方连草丛里的蚂蚱都是公的，你一个女孩子跑来，不等于进了狼窝吗？松阳哥哥，我现在也是个实习法医了，这不是跟在你这个大神身边能多学习点经验吗？再说了，不是有你保护我吗？拜托，我们是来踏青的，又不是来办案的。但是你是柯南体质啊，走到哪哪就有命案发生。好像还真是哎。面对他们的吐槽，我竟无力反驳。冰心妹妹，我们中午的集体活动你要不要参加？林冰心眼前一亮，问我是什么集体活动。集体捡肥皂，你要不要来？
骗我，我偏要去看看。他死活要跟着我，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带他来到队伍里。宋阳，你还带上家眷了？别胡说八道，这是我妹妹。大家好，我是宋阳的妹妹，我叫林冰心，多多关照。你们是亲生的吗？怎么不一个姓？我哥是捡来的。宋阳，你妹妹长得真好看，她喜不喜欢班干部类型的男生？你真以为他俩是兄妹？明摆着是一对儿，这都看不出来。真的吗？为了避免他再来纠缠，我也就含糊的回答是的。我们来到水库边上，所谓的集体活动就是钓鱼。我们看了一会就无聊的走开了。这时朱小豪气喘吁吁的跑过来，有个重要的事情忘了通知你们了，晚上早点回去，明天要开个实习心得交流会。你不是有我们电话吗？或者等我们回去说也行啊。我是组长嘛，必须得挨个通知到才放心。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林冰心看，好像完全被他迷住了似的。我一眼就看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宋阳哥哥，咱们走吧。我们3人走在前面，朱小豪就跟在后面，我们都有点烦他。这小四眼怎么还跟着？宋阳哥哥，我们故意往山上走，叫他跟不上。好。我们一路狂奔跑到山顶，突然天色一变，轰隆隆的雷声从远处传来。不好，要下雨了，赶紧下山，找个地方避雨。我们慌不择路，跑着跑着看见一座建筑，顾不上3721就赶紧走。你们干嘛故意往山上走？想甩掉我吗？那你跟来干嘛？我跟着你们了吗？大路朝天，我往哪里走是我的自由。来的时候看见这座庙了吗？没有啊，难道我们走岔了？我掏出手机想看看地图，发现一格信号都没有。外面暴雨如注，现在出去是不可能了，看来只能等雨停了。这时朱小豪正跪在蒲团上，对着落满灰尘的佛像磕头。佛祖慈悲，借宝地避避雨，请不要见怪，改天我来烧香。杨子，这庙怎么感觉阴森森的？没有和尚吗？大概是荒废了吧。这时朱小豪突然大喊了一声：“佛祖显灵了！”我们过去一看，他正瑟瑟发抖地指着一尊佛像，佛像的双眼此刻正慢慢流下2行清泪。卧槽，杨子真的是佛祖显灵？我虽然不能算完全的无神论者，但我不认为有佛祖显灵这种事。那2行泪流得很慢，感觉不像是水。我把手放在罗汉像上面，发现上面有微微的热量，顿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我正准备上去看看，朱小豪立马拦在我面前。宋阳，你干什么？不得对佛祖无礼。那不是眼泪，佛像肚子里肯定藏了东西。你的意思是佛祖在骗我们喽？你这样胡说八道，小心被雷劈。这时空荡荡的大殿里突然传来几声突兀的木鱼声，然而我们环顾四周，却一个人也没有。杨子，这地方确实有点不太对劲，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别怕，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大力，我们去调查一下。我和王大力来到后院，发现这里杂七杂八的堆了些东西，还有没雕刻完的佛像。王大力突然尖叫一声，用颤抖的手指着一个方向。我朝那里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墙角处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和尚，他的半张脸就像烧融的蜡一样完全毁容了，有一段牙龈还裸露在外，另外半张脸还是完好的，就跟蝙蝠侠里的双面人一样，看着格外瘆人。师傅你好，我们是进来避雨的，打扰你们很不好意思。待会走的时候我们会留下一点香火钱。和尚没有理会我，一声不吭的用阴森森的目光看着我。杨子，雨变小了，我们赶紧走吧，这人看着有点不正常。我脸虽然毁了，但耳朵不聋，不要在那乱嚼舌头，小心老子一刀劈了你们。和尚有这样说话的吗？还自称老子？这人该不会是乔装成和尚的通缉犯吧？阿弥陀佛，靖康，出家人不打诳语，哪能这样和客人说话？给我回去抄写10遍《金刚经》，好好反思一下。贫僧法号净悟，是这里的方丈，几位造访寒寺也是缘分一场，不如用完斋饭再走吧。那多不好意思，我们还是不叨扰了。无妨，斋饭已经备好了。靖康，带几位施主到香积厨用斋。方丈将我们几人带到一个叫香积厨的房间，屋里还有一个和尚，脸上有道刀疤，面相凶悍，眼睛一直盯着林冰心看。千万小心，这座庙有点可疑。静能，去准备些斋饭款待4位贵客。要今年腌的萝卜，还是去年腌的萝卜？今年腌的，多准备米饭，再叫静慈切点酸菜。和尚吃饭真讲究，还分去年的、今年的，有没有82年的啊？我却笑不出来。我爷爷说过，出门在外如果听见有人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怪话，多半是江湖黑话。落座之后，朱小豪虔诚地跟方丈交谈起来，我一直在旁边察言观色。突然插了一句：“方丈，您和那几位师傅是师兄弟吗？”当然不是，我是他们的师傅。那就奇怪了，既然你是他们的师傅，为什么你们都是镜字辈？方丈的嘴角很明显地抽搐了一下，
光头上冒出一些汗珠。宋阳，你够了！你是在质疑大师吗？你这样不虔诚是要被佛祖降罪的。什么佛祖降罪？人家佛祖都大彻大悟了，就因为这点小事降罪，他老人家得多忙啊！喂，你给我滚出去！你这种人走进寺庙就是一种亵渎。走就走，我才不稀罕在这里吃素斋呢！我去吃烤肉，喝啤酒去。我叫上王大力和林冰心，想顺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几位且不要动怒，这位小施主也是一时好奇，并没有亵渎我佛的意思。我佛慈悲，不会因这种小事而降罪的。我去催斋饭，几位稍等片刻。我也去帮忙。等他俩出去后，林冰心好奇地问问：松阳哥哥，你怀疑这些和尚？没错，你还记得那尊流泪的佛像吗？我怎么看那也不像是水，反倒是更像石油。庄严肃穆的金佛突然流下2行清泪，随后空荡荡的大殿里响起哒哒的沐浴声。是佛祖显灵，还是宝香庄严的佛像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松阳哥哥，你觉得佛像里藏了尸体吗？有这种可能。尸体腐烂会产生大量热量，而且罗汉流的泪确实有点像尸油。杨子，什么是尸油？尸油就是人的脂肪腐烂之后的产物。当时朱小豪拦着我，要是能闻一下，我就能确定了。尸体腐烂不仅仅产生尸油，还会生成沼气、氨气，还有磷。宋阳哥哥，你回忆一下，当时有闻到不对劲的气味吗？没有，但如果密封的严密，是有可能不散发出气味的。我感觉这帮秃驴是不会放我们回大殿的。要是能远程验尸就好了。是啊，我们找不到直接证据，可以找间接证据，比如凶器。你们觉得凶器会放在哪里呢？厨房。没错。我跟他俩交代几句，随后一起来到厨房。这时刀疤脸刚把斋饭备好。师傅，我们来帮你端吧。两人把刀疤脸支走了。趁这机会，我赶紧在厨房里检查起来。我在案板上抠了一下，发现上面有些油脂，不知道这是人的还是动物的。他们应该还没变态到吃人的地步吧？然后我拿起菜刀挨个嗅闻，有一把刀柄气味明显不对。我用动幽之瞳查看了一下，发现刀柄和刀身的接缝处有一些凝固的血迹和疑似人体组织的成分。我还在案板和墙的夹缝处发现了一根长头发。和尚庙里找到长头发，而且是在厨房里面，这太不对劲了。我抄起一根棍子在灶堂里翻了翻，翻到了一小块塑料，看着像身份证的一角。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些和尚绝非善类。施主，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连忙装出一副没有城府的样子。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灶台，进来参观一下。下次烧饭能不能让我烧火，让我过把瘾？善哉，施主愿意帮忙自然可以，请先一步吉祥除用斋吧。好的，好的。回去之后我才卸下伪装，飞快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俩。我几乎可以100%肯定，这里洗过人，时间大概是1个星期前，而且他们今晚绝对不会放我们走。那可怎么办？先下手为强。这时方丈走了进来。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天色已经不早，我已经叫人收拾出2间禅房供你们休息，明天一早再赶路吧。谢谢了，我们还是下山打车回家吧，不打扰你们休息了。不要紧的，这荒郊野岭晚上是打不到车的。出家人慈悲为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几位就不必推辞了。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阿弥陀佛。方丈带我们走进2间禅房，一间是林冰心的，一间是我和王大力的。我能不能和我女朋友住一间？阿弥陀佛，佛堂清净之地，不可有男女之欢，请施主节制一下吧。我又不是出家人，你凭什么限制我？我女朋友来看我，就待1天，你还要剥夺我正常的性生活吗？方丈一阵难堪，支支吾吾的低下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不行，我们还是走吧，这破地方有啥好待的？不准走。小施主，佛堂有佛堂的规矩，不可以乱来，请你节制一下。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万万不能撕破脸皮的，他们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没办法，那我就忍一宿吧。你们这破地方规矩真多。各位施主，晚上不要随意走动，山里面有刑。抽末。等他走后，林冰心也去隔壁房间休息了，走的时候不停回头看我，我用眼神示意他别害怕。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我在屋里四处查看了一下，掰下了一截竹椅子的腿，又从被子里抠出一些棉花，包在2头，外面裹上布。DIY 出来一个大号棉签。杨子，你做这个干嘛？砍人吗？砍人我会包上棉花吗？我只会把2头削尖。说完，我把这东西杵到墙上，另一头放在耳朵上。这玩意就是一个简易的窃听器。卧槽，杨子，你这脑子怎么长的？这都能让你发明出来？这可不是我发明的，是
17世纪的听诊器雏形就长这个样子。我示意王大力不要说话，继续听墙后的动静。屋子另一头就是方丈的禅房，朱小豪在里面休息。他居然在跟方丈讨论佛学问题，这秃驴明显对佛理一窍不通，纯粹瞎扯。说什么佛曾经约过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天堂地狱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天堂地狱都出来了，还看不出来这和尚是假的？这朱小豪真蠢。我好歹也是警方顾问，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因为讨厌他就眼睁睁看着他受害。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别管那家伙了，这种人在恐怖片里都是第一个死的，编剧都救不了他。去，我们4个人进来，就得4个人出去，我不会见死不救。你去找林冰心，到时候我们还在这个房间会合。正当我要走，突然院子里传来一些沉闷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挖土，似乎还有交谈声，但距离太远听不见。难道是在给我们准备坟墓？我去看看。我借着墙边的杂物为掩护，摸到墙根，把窃听器贴上去，听见外面有2个人在谈话。老四，那条小母狗挺水灵的呀，晚上送那3条公狗成佛，让兄弟们好好乐一乐。老大说了，暂时不要动手，先盯着那条小白狗有点滑头。他们说的话夹杂着一些黑话，我勉强能够听懂。小白狗应该指的是我，小母狗就是林冰心。成佛的意思是嘎了我们。哈个卵，我们又不是头一次做这种事了。不行，你忘了我们的重要任务吗？我们要找到老爹的宝藏，然后远走高飞。哎，老爹也真是的，非把宝藏藏这破庙里头，就给了一张谁也看不懂的密码。我们在这里窝了3年，都他妈掘地3尺了，连根毛都没找到。原来他们不是在挖坟，而是在找某人留下的宝藏。整件事情比我推测的要复杂一些。不挖了，简直是遭洋罪！我现在憋一肚子火，我得去找那条小母狗泄火。不好，他们准备动手了。和尚们不仅抽烟喝酒吃肉，甚至还将误入寺庙的旅人残忍杀害，并把他们的尸体封入佛像之中。只因这些和尚是全国通缉要犯所办，而误入寺庙的我们已经成为了他们眼中的猎物。不挖了，简直是遭洋罪！我现在憋一肚子火，我得去找那条小母狗泄火。你急什么？人在这里，他们又走不了，早晚是我们嘴里的肉。不行，我等不了了，老子半年多没碰女人了。等一下，你一个人能搞定吗？小母狗留到最后闻，先把那条4眼狗做掉，然后嘎掉小白狗和小花狗，省得他们听见动静。论手黑，谁能比得上4哥你啊？走，抄家伙去！不好，他们准备动手了。我借着院里杂物的掩护，飞快地溜进方丈的禅房。朱小豪在床上猛地一惊，是我，别说话，听我说。我快速将情况告诉他。我发现你这个人思想很阴暗啊，人家是在这里苦修的，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江洋大盗了？你见过这么善良的江洋大盗吗？我差点吐血，刚想说让他自生自灭，这时院子对面传来嘎吱一阵开门声。他们来了。我贴着门边站着，示意朱小豪别说话。正好实验一下我的冥王之瞳，应该能先干掉一个，另一个只能听天由命了。2人的脚步声在门外突然停住了。等下，刚刚有个白影从屋顶上闪过去了。大惊小怪的，应该就是只猫。大殿这么高，又刚下过雨，谁有那本事？也许是吧。朱小豪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他突然冲上去，用肩膀抵住门，还叫我过去帮忙。蠢货，禅房的门非常不牢靠，从外面一刀就能扎进来。我使劲推他，叫他滚回床上去，可朱小豪却不肯挪窝。这时，外面重重踹了一脚，我听见一声淅沥沥的动静，他竟然尿了。里面被什么东西抵住门了？妈的，他们果然识破我们了！4哥，快来帮忙！4哥，他去西方结炼师姐了，你也去陪他吧。小少爷，是我。来得挺及时吗？小少爷，你这是在挖苦我吗？其实我早就来了，一直在房顶。我看了看躺在地上的2个和尚，2人已经死透了。需要把庙里的和尚都接过了吗？你能活捉他们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手脚砍断，那应该没问题。那算了，你先别出手。小少爷，你在打什么主意？我得想办法活捉他们，问出宝藏的事情。你和你爷爷一样，都喜欢干危险的事情。你也没资格说我吧？你明明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了，为什么不报警？报警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们武松从不跟衙门打交道。死了的这2个人，你打算怎么糊弄过去？我朝地上的尸体看一眼，又看了看被吓呆的朱小豪，说出4个字：移花接木。第1回合结束，接下来
该反击了。2小时后，我回到房间，王大力和孙冰心也一直没敢睡觉。杨子，你怎么去这么久？我听见外面有些动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死我了。没事了，我们睡觉吧。睡觉。放心吧，今晚不会再有情况了，抓紧养足精神，明天还有一出好戏要演。老大，不，方丈，出事了。这声音是那个刀疤脸。走，我们出去瞧瞧。我们穿戴整齐走出房间，看见方丈的禅房敞着门，一具脸被砸烂的尸体横倒在地上，身上穿着朱小豪的衣服，旁边扔着一根沾满血肉的木棍，显然是凶器。方丈脸色铁青，这时刀疤脸对着方丈附耳低语了几句。这2个崽种。我装出一副很震惊的样子。方丈，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同学被杀掉了？方丈整个人有点慌乱，半天才组织好语言。阿弥陀佛，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看来是净德和净子这2个佛门败类干的。当初收留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2个人有点来历不明，是我监督不严，我有责任。上钩了。朱小豪死了。尸体当然不是朱小豪的，整个现场其实是我和宋星辰一手炮制的。真正的朱小豪，我已经让宋星辰护送着下山报警去了。当这帮通缉犯早上起来发现朱小豪死了，院子门口挖的到处是坑，你们猜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肯定会想，这2个家伙昨晚挖到了宝藏，连夜潜逃，在这过程中被朱小豪目击到，于是杀人灭口。我操，杨子这招妙啊！我们的同学竟然死了，你们这是什么庙啊？不行，我们必须马上走。不行，静能，不得无礼。方丈，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不许瞎说，此事关乎我寺名誉，不可随便张扬，我一定调查清楚，还你们一个公道。在我回来之前，请你们在禅房好好休息。好，我相信你一次。方丈对刀疤脸递个眼色，让他带我们回到禅房。我们回到禅房，我从窗户看见2人交谈了几句，方丈匆匆出门去了。宋阳哥哥，既然你的神秘保镖就在附近，为什么不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知道119大案吗？全省50年内最大的一起文物抢劫案。没错，那场大案让国家丢失了总价值3亿的几件国宝级文物，包括南阳王青铜尊、鹤身鹿角香炉，还有一件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床上明明躺着2个男人，门外却传出阵阵女人的喘息声，甚至还伴随着吱呀的摇床声。原来这一切都是宋阳的计划，只为让伪装成和尚的罪犯现出原形。这几个通缉犯的命没有这批文物重要，但就算抓住他们，也未必会招供，所以我想干脆布个局，引诱他们自己说出来。你打算怎么撬开他们的嘴？有没有注意到双面人一直没露脸？还真是哎。他们也许根本不是同伴，我觉得他可能是被挟持的和尚，我得找个机会和双面人谈谈。我悄悄溜出房间，听见内院传来锯木头的声音，走进来一看，果然双面人正在那里锯一棵小树。我想找你谈谈。我们有什么好谈的？赶紧滚回禅房，我师兄要是发现你不在里面，非弄死你不可。我是警察，我的编号是024415，你可以去查。编号是我瞎扯，但双面人有点相信，眼神慢慢缓和下来。你都知道什么？你们是10几年前119大案的逃犯，躲在这里是为了找当时失踪的几件文物。谁告诉你的？作为警察，这点调查能力还没有吗？你为什么告诉我？不怕我泄密吗？因为我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也许会站在我这边。警察同志，我是被他们拐来的，嘎人的事情我没参与。我相信你。关于那批宝藏你知道多少？这批文物是被一个他们称之为老爹的人埋在这的，他临死前将埋藏地点的纸条留给他们，可是纸条上的密码简直就是天书，他们根本参不透，只知道是被埋在这个寺庙里，所以他们只能掘地3尺的到处啊。你知道那个密码吗？寻宝的事情他们不让我参与，不过他们整天念叨，我都会背了，就12个字，你听好了。3子卯，2子巳，1丑子，4未亥。听完之后，我整个人懵了，这都是什么鬼东西？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好，刀疤脸回来了，快躲起来！周围没有可以躲的地方，我就钻到大殿台阶和墙的夹缝处，猫着身子蹲好。妈的，刚刚没有听见响声，你是不是在偷懒？我就休息了一小会儿。老大把烟放哪了？二哥，你少抽点吧，这破地方买几条烟不容易，老大知道又得说你。混蛋，轮不到你教训我。你知道今天上午出啥事了？老四和老五这2个龟孙子挖到东西自己跑路了，
老大拿上家伙追他们去了，我他奶奶的还要在这里盯着那3个学生，这都什么事儿啊？赶紧给我取包烟过来，不然老子削你！好的，二哥，我待会给你送过去。等刀疤脸走后，我才露出头。他说方丈带着家伙，什么家伙？是枪，他们有10几把制式步枪，藏在哪我是不知道的。听后，我一阵沉吟。有枪的话，警方如果赶来，很可能会出现不少伤亡，最好能靠我们的力量把刀疤脸制服。先别急着送烟，等我一下。我想起来，好像在寺外看见一种草，找到了。我把那株草连根拔起，回来交给双面人。这种草药叫阴阳藿，你待会把它揉烂了，汁液掺进烟丝里面。有毒吗？你可千万别下毒，万一他发现不对来杀我就完了。放心吧，没毒，这东西只会让人淫性大发。对了，送完烟你就跑路吧，跑得越远越好。双面人去下毒了，我溜回禅房，看见刀疤脸叉着腰站在门口。杨子，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我好担心那家伙突然冲进来。有这位大神在，你慌什么？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一下。宋阳哥哥，是什么计划呀？计划就是2个人在床上办事，发出一些声响，勾引刀疤脸进来。孙冰心的脸刷一下就红了。宋阳哥哥，这也太突然了吧！况且，他朝王大力和宋星辰瞟了一眼。你想什么呢？你什么也不用做，在旁边发出点声音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俩。杨子，你这不是变着法占人家便宜啊？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滚蛋，都认真点，我们是要生擒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必须配合好。我的职责只有保护你的生命安全，其他都与我无关。别这么说嘛，大不了我答应你以后不去做冒险的事了，给你减轻点工作压力。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喽。过了一会儿，双面人果然给刀疤脸送了包烟过来，他叼上一根烟开始吞云吐雾。我朝众人递个眼色，开始准备。我和宋星辰裹进被子里，孙冰心和王大力藏在床底。我开始上下移动，让木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孙冰心蹲在床边开始发出叫声，她一脸羞红，可是叫的却煞有介事，还夹杂着一些口齿不清的话。但过了一阵子，仍然没有什么动静。杨子，你的计划不灵啊！耐心点，阴阳藿这种草，羊吃了连牧羊犬都干。我敢肯定，刀疤脸现在肯定精虫上脑，全身发热，心神不宁。忽然，门被重重踹开了，我们立即缩进被窝里，防止被看穿。你们这帮狗学生在这里玩得欢啊，听得老子浑身燥热。快出去，不许进来。在老子的地盘办事得交税，让老子先爽爽。动手！王大力猛地收紧绳子，刀疤脸应声倒地，我们迅速冲上去，合力把他绑起来，绑得很紧，看着就像一个大号弹卷。刀疤脸恶狠狠地瞪我们，双眼快要喷出火来了。小少爷，你的计划还是太冒险了，为什么不让我直接结果他？第一，我知道你是一个暴力狂，下手非死即残。其次，这种设计生擒悍匪的快感，我不想让给别人。经历了一次次案件，我愈发清楚地认识到，我平静的外表下有一颗非常不安分的内心，喜欢刺激和冒险，甚至有点变态。这也是宋家派我保护你的原因。这时孙冰心在一旁花痴地说道：“你俩站在一起，真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杨子，我发现你们宋家基因真好，男的个个帅。你有妹妹吗？滚蛋！你们时间不多了，老和尚正在往回赶，大概还有5分钟。我们有4个人，怕什么？他身上有枪，我可以在他拔枪之前一刀将他的右手砍下来，只要你一声令下。和尚们不仅抽烟喝酒吃肉，甚至还将误入寺庙的旅人残忍杀害，并把他们的尸体封入佛像之中。只因这些和尚是全国通缉要犯所办，而他们躲藏在此的目的正是价值3亿的国家宝藏。宋阳哥哥，一会要把宝藏的事情告诉警方吗？这几人是116大案的通缉犯，到时候顺藤摸瓜就会问出宝藏的事。我与其隐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他们能找到的话最好，找不到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替南疆市局抢了这份天大的功劳。屋里太狭窄，我们来到外面。孙冰心举起手撑个懒腰，自由的空气真畅快，这个庙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别高兴得太早，还有1个人没搞定呢。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方丈。这时宋星辰突然警觉起来，你们时间不多了，老和尚正在往回赶，大概还有5分钟。怎么办？他手上可是有枪的。小少爷，我说过，我可以在他拔枪之前一刀将他的右手砍下来，只要你一声令下。这里没有急救设备，手砍掉，方丈肯定会死。我得把这2名通缉犯完整的交到警方手里。要不我们在门口挖个陷阱？
来不及了，不过咱们可以拉一根绊马绳。王大力，你去弄一捆稻草。随后我从地上捡了块瓦片，待会我摔瓦为号，你在内院里面把稻草点起来，多制造点烟。王大力走后，我叫宋星辰还到屋顶上盯梢，然后我找来一根绳子，跟孙冰心一左一右埋伏的院门两侧。等了一会儿，宋星辰向我做了个手势，我把瓦片一双，很快内院就冒起浓烟来，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用眼神示意孙冰心准备动手。当方丈冲进来的一瞬间，我俩把绳子一扯，他狼狈地摔在地上。我飞快地骑到他身上，用绳子反绑住他的双手。小施主，我们无冤无仇，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装，接着装。和尚从哪来的手枪？是老衲捡的。脸皮可真厚。我懒得跟他废话，五花大绑，用布堵上嘴扔在院子里。现在整个寺庙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了。大力，你盯着他们，我去看看佛像里面的尸体。佛像十分高大，我叫宋星辰帮忙，他冷冷地倚在柱子上，爱答不理。这不在我的职责之内。算了，就拿你当空气吧。我费尽浑身解数才把佛像搬起来，推倒佛像后，下面掉出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从衣着和头发判断，应该是一具女尸，整个人已经呈现出巨人观，身上全是乱爬的蛆虫，大致推算死亡有1星期左右。我看向大殿内的其他佛像，里面可能还有尸体，我暂时不打算打开看，等警察来了再说。几分钟后，警方冲进寺内，当他们看见我们已经把2名通缉犯制服，个个震惊不已。有2个任务要交给你，一个是这帮人私藏的军火，另一个是当年失窃的文物，很可能埋在寺里。他们有一段密码是这样的。警官听得一愣一愣的。宋先生，我看了你的证件，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这次行动是南江市局策划的吗？不是，纯属意外。警方把每一座佛像打开检查，总共找到尸骨17具。这桩大案轰动省内后，有记者打电话想预约采访我，我统统回绝了，但报道还是刊登出来了，标题为荒山破庙遇险境，机智学生设计生擒通缉犯，里面给我化名刁无情。案件虽然破了，可是宝藏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我不免有点心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杨子，你别老惦记那张破纸了，瞧你这2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都老了10岁。等等，你说什么？我说，瞧你这2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都老了10岁。我赶紧拿过手机照照自己的脸，没变老啊。卧槽，你这反应，我还以为我不经意间的话提醒了你呢，害我白高兴一场。老天啊，赐我一点提示吧。在屋里宅着能得到什么提示？走，出去溜一会儿。王大力拉着我出去上网，我整个人都是蔫的，随手打开了一个垃圾页游，随便建了一个职业，选择了武僧。武僧的出生地在白马寺。我做新手任务的时候，突然盯着一样东西直勾勾的看。杨子，怎么了？寺里有座碑。有座碑怎么了？哪座庙没有碑？我懂了。你懂什么了？快告诉我，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寺里有座碑。卧槽，你后半辈子就会说这一句话了是吧？走，大力，再跟我回一趟。寺里。我几乎是跑到寺里，那种心情比录取通知书下来，比柯南大结局要播出都兴奋。杨子，你要魔怔了，到底发现了什么？我知道那个密码怎么破解了。其实这密码一点也不复杂，之所以3年都没解开，是因为密钥不见了。密钥就是密码的对照表，而这个密钥就是寺里的碑。他朝我指的地方看去，发现院子里的一角确实有立过碑的痕迹，但是那块碑已经不见了。碑为什么会不见了呢？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的老大10年前把东西藏在这里，按照院里的碑文编写了一个密码，可是之后他却坐了7年牢。在这7年里，这块石碑被人凿掉了，于是乎这串密码就成了这些假和尚们3年都参不透的天书。你分析的是有道理，可是这块碑去哪找呢？这座庙在当地县志应该是有记载的。我立刻给黄小桃打了个电话，把我的推测讲给他。1天后，黄小桃给我打来电话。是文物找到了吗？我们已经派一个支队的同志和3辆装甲车过来接收文物了。好小子，去外面实习还给姐立个大功，叫我怎么谢你呢？我没啥要求，就来点低俗的感谢方式吧。你学坏了呀！我派人把你们2位功臣接回来，不过等着你的可不是庆功宴哦。哦，又有案子了。倒不是什么大案，但你最好还是参与一下，因为这案子可是牵动万千少女的心。难道是韩国欧巴赶人了？差不多，是中国的欧巴。坤坤，你该听说过吧？我估计只有山里的野人才不知道，蔡广坤的大名了吧？
经常进局子的都知道，警察不会因为你会打篮球就对你网开一面，更不会因为你的唱跳技术好就将你无罪释放。而这荒唐的一幕却发生在你面前。坤坤无罪，释放坤坤；坤坤无罪，释放坤坤。这是啥情况啊？今天上午拘留蔡广坤之后，这帮粉丝就自发的跑到公安局外面闹事，把我们全给堵里头了，说什么坤坤坐牢我送饭，坤坤判刑我殉情。脑残粉真可怕。唉，辛苦你们了。刚实习完就摊上这样的事，你也看见了现在是什么局面。这案子我们但凡出一点差错，都会被全社会兴师问罪。先说说案子吧。事情发生在昨晚，坤坤原本是来南江市开巡回演唱会的，却突然失踪了。经纪公司和主办方都急坏了，发动所有力量去找，直到晚上11点左右，2名驾车返回报社的记者在路上意外发现了开车的坤坤，副驾驶座上还坐着一个陌生男子。记者一路追赶，坤坤为了甩掉记者超速行驶，结果车子撞断栏杆，掉进了公园旁边的一片人工湖。当我们赶到时，坤坤已经被救了上来，但副驾上那个男的却淹死了。更奇怪的是，除了副驾上的陌生男子之外，在后备箱里还有一具全身烧焦、面目难以辨认的男性尸体。这具尸体的身份有线索了吗？据蔡广坤所住酒店的一名清洁工称，他看见一名戴着口罩和墨镜的男子走进坤坤的房间，之后就再没有出来。我们初步怀疑这名男子就是袭者。我们先看尸体还是先见人？活人不老实，还是先看看诚实的，喜人吧。我们来到停尸房，看见停尸床上并排停着2具尸体。我先来到淹死的那具尸体前。死者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尸斑浅淡，皮肤发白，两眼上翻，口鼻里积着细小带血丝的泡沫，完全符合溺死特征。随后我用听骨木在死者胸前听了一遍，随着我手指的敲打，发现胃里好像有东西。大力，拿个桶来。王大力赶紧取来一个铁桶，我把尸体翻过来，用不轻不重的手法往上推。溺死者由于胃里有大量积水，所以不需要借助辅助工具，直接就可以将胃容物推挤出来。我推了一会儿，果然大量积水从死者口中流出来。杨子，你现在的手法就跟澡堂的师傅一样娴熟了。别废话，拿个手电筒照照里面有没有东西。黄小桃打开手机的照明功能，我们静静地观察了几分钟，但除了一些食物残渣，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不对啊，我明明听到胃里有一团东西，是不是卡在喉咙里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掰开死者的嘴往里面观察，喉咙里果然卡着一团东西。我拿起镊子小心翼翼地夹出来，竟然是揉成一团的纸，依稀能看见日期，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被胃酸侵蚀的痕迹，应该是死者出事之前急忙吞下去的，但是已经被泡烂了，强行分离的话会撕坏的，所以看不了上面的内容。事发突然，死者却在那么危急的关头将一张纸吞进肚里，莫非这份文件很重要？能复原吗？得拿到物证鉴定中心，泡成这样子，估计得花几天时间。我叫王大力将纸团带到物证鉴定中心，然后我去检查那具焚尸。死者年龄接近30岁，虽然烧成这个样子，仍然能看出来生前是个很注重仪表的人。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身材非常好，肌肉匀称，腹部有2条人鱼线，应该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随后我掰开死者的口腔看了一下，口鼻内没有积灰，说明是血后焚尸的，全身已经烧得碳化了。我用鼻子去闻，闻到一股汽油的味道，然后用听骨木听了一下。怎么了？有什么发现没？凶手看来对死者怀有深仇大恨，胸口捅了16刀，内脏一片稀烂。这么多？但凶手的手法并不专业，他是正向握刀的，专业人士则会反过来握，用大拇指顶着刀柄末端，这样捅起来最省力。凶手的指纹毛发基本上不复存在，我仔细的寻找线索，发现死者的嘴唇有点异常，嘴唇上好像有咬痕。啊？你看，上下嘴唇各有一片咬痕，似乎是凶手非常用力的咬住死者的嘴。不是吻，这应该是一个感情极度矛盾的吻，包含着爱与恨。太好了，待会我叫小周把牙模弄出来，和坤坤的牙医记录做个比对。不过死者不是男的吗？男的和男的为什么要接吻？你不是坤坤的粉丝吧？不是啊，为什么问这个？怕你打我。我听过一些传闻，说坤坤是个 gay。那个男孩气质阴柔，我第一眼看见他时确实有这种感觉。这场谋杀似乎与爱恨情仇有关。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立即去检查死者的下面。死者的那玩意没了。怎么会没了？上面有一个清晰的咬痕，是在血后咬掉的。看来凶手对死者是爱极生恨，光嘎掉他还不解气，还要把他的器官咬掉。天啊，这件事要是公开出去，绝对是娱乐圈的一枚核弹。我望着尸体的下面发呆。我们都有点先入为主，眼下不能一口咬定凶手是坤坤。我甚至在想，这案子会不会是女人干的？走，我们聚会会成为大明星。
经常进局子的都知道，警察不会因为你会打篮球就对你网开一面，更不会因为你的唱跳技术好就将你无罪释放。而这荒唐的一幕却发生在你面前。放他走，这是孙老虎的意思吗？是我的意思。远处一大帮人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头发梳得很整齐，气质儒雅随和。这是蔡广坤的经纪人吗？这位是郑副局长。你就是宋神探吧？久仰大名。不敢当。请问郑副局长来这里做什么？马上就要超过24小时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定罪铁证，这案子社会舆论太大，上面也顶不住压力了。郑局，让我们再去试试吧。你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记者那边由我应付，你们全力破案就行。谢谢。我跟黄小桃走进审讯室，这么近距离看见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我心里还是小小激动了一下。黄小姐，你们这里的咖啡太难喝了。你们警察局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咖啡吗？嫌疑人就不是人了吗？黄小桃气得要拍桌子，我连忙拦住他。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你。他旁边坐的律师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什么时候可以放我走？你们这样一搞，害我今天的日程全耽误了。我至少少挣了300万，这个损失谁来补偿？咱们开门见山吧。嫌疑人蔡某，车里的尸体你认识吗？听到这个称呼，坤坤一脸不快。律师代为回答：这件事我们早就已经讨论过，我的委托人声称他完全不认识这名死者。我们已经调查过，你的那跑车只有你有能打开后备箱的钥匙，并且我们在后备箱里找到了大量你的指纹。酒店的清洁工称，昨天中午12点左右，你独自在房间，有一个陌生人来拜访你，这又怎么解释呢？那只是清洁工的一面之词，你们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最起码你们得拿出酒店的监控。调查报告上提过，酒店的监控什么也没拍到。这个问题已经进入死胡同，没法再问下去，只能换个角度了。那昨晚在车上淹死的男人是谁？坤坤直起身子，欲言又止，然后对律师说起悄悄话。黄小桃准备拍桌子喝止他们这样做，我冲黄小桃摇了下头。那名死者只是易先生的普通朋友，两人晚上一起出去兜风放松，结果被一群记者穷追不舍，他的死完全是记者的责任。出去兜风，车上还带着一具尸体，解释成出去毁尸灭迹是不是更恰当？请不要使用这种带有主观误导性的措辞。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律师凭着一张伶牙俐齿把坤坤贴得干干净净。我给黄小桃递了个眼色，放了。这样审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再有，我想我们已经得到想要的了。出了审讯室，坤坤趾高气扬地从警察中间走过，黄小桃被气得火冒三丈。我拍拍他的肩膀，将一个录音笔递给他。刚才他们在说悄悄话的时候，我都在桌子下面用录音笔录下来了。通过技术手段，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宋阳真有你的。破译录音需要一段时间，我先回了学校。隔日一早，我被手机吵醒，是黄小桃打来的。宋阳，快看某博，我们上热搜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昨晚蔡广坤更新了一条某博，上面说他因为一起案件正在南江市接受调查，调查期间有一名黄姓女警官和宋姓男警官对他进行侮辱、恐吓和人身攻击。下面还贴出了一张手臂摔伤的照片，称是宋姓男警官把他推到墙上造成的伤痕。这条已经被转发评论超过1亿次。这俩警察时不时有饼，警察就可以随便打人吗？哥哥别怕，给他们寄律师函，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对，还有个叫刁无情也是个小黑子，开庭的时候叫他带着他的动画，这完全就是凭空捏造。舆论是不需要证据的，他们有专业的公关团队，还有成千上万的水军，用口水淹死我们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宋阳，他们向我们还击，就说明他们心虚了。没错，而且他们暴露了自己在幕后操作的事实。对了，你来一趟局里吧，郑副局长要找我们谈话。我顿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们来到郑副局长的办公室，他给我们倒了2杯热茶。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对你们不太好的言论，警方的电话已经快被媒体打爆了。考虑到舆论影响，我建议你们暂时退出这个案子。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又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主动退出？这不是更加授人以柄了吗？小头，你先冷静一下。其实我这边还有些新闻要跟你们分享。昨晚蔡广坤的经纪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吃饭，席间他们3次提到你宋阳的大名，明里暗里暗示让我阻止你插手这桩案子。之后的事情就更精彩了。几个陪席的人突然出去了，然后进来一个衣着暴露的美女，竟然是国内某2线女明星。经纪人一脸谄笑地说道：“正好某某学过按摩，要不我去开个房间，让某某好好给证据松松筋骨如何？”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就理所当然的拒绝了，让国内2线女明星来陪。这个贿赂真是花钱都买不来，而且还相当隐蔽。他们竟然企图收买你？是的，我们这次遇到了境地。你们调查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调查你们，而且动作非常快。他们不希望这案子落到你们2位神探手上。在我拒绝了他们的贿赂之后，于是就有今天早上的事情。那你还要把我们撤掉，这岂不是遂了他们的意？
早知这样，你还不如跟那个女明星一夜风流，我们也不用被千夫所指。我只是明面上撤掉你们，暗地里我们还是继续调查。兵者诡道也，对方已经露出马脚，我觉得此案非你们调查不可。我会从分局调一批刑侦高手来协助你们，你们可以用我的名义调动一切资源。这个正副局长挺有正义感，有点像《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领导。他是政法系的高材生，当过检察官，后来调到公安系统里，标准的钻石王老五，是不少单身女刑警的暗恋对象。包括你吗？怎么吃醋了？怎么可能？网络的力量太可怕了，我担心你在学校被人报复，要不你搬到我这来住吧。男人嘎人放火坏事做尽，警察不但不抓他，还对他恭敬有加，言听计从，只因这一切都是别有用心之人散播的谣言，只为阻挠主角破案。你猜网上把咱俩传成啥了？传成啥了？你黄大队长成了孙局的二奶，能爬到这个位置都是靠着关系和美色，而我则是某个富婆包养的小白脸，曾经涉嫌嘎人却无罪释放，就是李老师陷害我那次。看到这些，我俩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咱俩这是在比赛谁被黑得更惨啊？我也叫老妖去调查了这个蔡广坤，挖出了不少猛料。老妖，那个计算机天才，他查出蔡广坤早年间睡了女生害别人堕胎，而且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差，抽烟打架欺负同学的事情都干过，和官方塑造出来的完美形象大相径庭。完全就是两个人。唉，现在这些新闻都是这样颠倒黑白，只为少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然而我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就是传说中的宋仁探吗？黄队长得好漂亮，你们说他俩是一对吗？你们干脆改行当狗仔队算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警察们灰溜溜地回到各自岗位上。黄队真是女中豪杰，果然名不虚传。小周，你来干什么？不知道我已经被停职了吗？知道，大伙今天都愤愤不平呢。不过我们技术组查到几条线索，我猜你们应该会感兴趣。我和黄小桃对视一眼，心想反正听听也无妨。小周带我们来到技术科。副驾上溺死的人叫吴秀才，同属于坤坤这家经纪公司。他跟的艺人名叫麦克周，据称是个歌星。麦克周，你听过这个名字吗？完全没有。没错，在网上也搜索不到。但奇怪的是，麦克周竟然有自己的银行账号、社保卡、私家车、房产，而且财产还不小，放在明星的收入里面绝对是一线水平。还有一条重要线索，蔡广坤竟然在警方赶到之前收买了牙医，把记录调包了。因为牙医是头一次干这种事，做的不是很专业，结果被我们看出了破绽。然而他本人的牙科记录已经销毁了。他们竟然主动销毁牙科记录，这里面绝对有问题。那个牙印十有八九就是蔡广坤留下的。能不能直接找他本人采牙印呢？这很难操作，他既然有这种警觉性，应该是不会让我们采集的。难道近在咫尺的线索就这样断了吗？对了，昨天宋哥给我的那段录音我已经弄出来了，你们要不要听听录音？我感觉是个重要线索。我们来到政务室，昨天蔡广坤对律师的悄悄话被复原出来，他说的是不要让警察知道我就是麦克周。我把这段录音听了3遍，确定一个字都没听错。原来麦克周是坤坤的化名，我说这家伙怎么这么有钱，却名不见经传。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艺人怎么会有2个经纪人？可能不止2个吧，他背后是有一整个经纪团队的，搞你们的就是这帮人。而我却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名字应该另有玄机。如果能搞到蔡广坤的牙模，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去哪弄呢？小周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在手机上找了起来，找到一个慈善晚宴的告示给我们看。坤坤明晚要参加一个慈善晚宴，如果他日程没取消的话，在晚宴上是要吃东西的，我们便可以搞到牙模，这属于非常手段。不过既然对手不仁，我们也没必要含蓄。辞别小周后，我习惯性的准备回学校。去哪儿？回去被坤坤的粉丝揍啊！我猛然想起来，今天要去黄小桃那睡。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我们来到黄小桃家，一进门，他很豪迈的把胸衣扯下来往沙发上一扔。呀，我忘了你在这里呢，我平时这样习惯了。看着他衣服下面若隐若现的浮凸，我脸上一红，迅速别开视线。我啥也没看见。跑了一天，肩膀酸死了。坐下，我给你揉揉。你还有这手艺？等一下，我先去换件衣服。我坐在沙发上，黄小桃靠过来，我给她捏肩膀。黄小桃发出舒服的娇嗔声，身体的摩擦让我起了点可耻的反应，下意识的把腿移开一点，生怕搞出尴尬的剧情来。好久没有准时下班了。对了，我们做那个吧。做哪个？你一直想的那个呀。气氛暧昧到了极点，我支支吾吾。现在吗？不太好吧？现在做糖醋排骨不是正好吗？我材料都买好了，再放就要坏了。怎么了？小周记错日期了，慈善晚宴是在今晚，赶紧走吧。我俩来到晚宴现场，门口有服务生挨个看请帖。这怎么办？
挺胸抬头，挽着我的胳膊。我俩走到门口，服务生客气地拦下我们。不好意思，请帖落在酒店了。你非要看的话，我可以叫人送来，但如果耽误了我和蔡先生的约见，这个责任由你来负。对不起，小姐，为了安全考虑，没有请柬不能进去。我父亲黄运红跟你们公司有过几次合作，不信你可以叫王经理出来见见面。一听到这个名字，服务生立即毕恭毕敬地放行了。你刚刚冷酷的样子真是迷死人。唉，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拿我爸的名字出来唬人。晚宴上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个个光鲜亮丽的社会名流，转了一圈，我们发现了蔡广坤，他正在跟几个知名导演谈笑风生。坤坤所属的公司在国内只能排到前20，他本人是头号金字招牌，所以但凡有这种场合，公司就把他拉来当门面，去结交一些权贵。外表光鲜亮丽，其实大明星的生活也很辛苦。不过和那些2、3线的明星相比，蔡广坤已经算是上天眷顾的幸运了。没错，据说有些经纪公司、影视公司专门培养一些女明星来公关。韩国就有个知名女歌手在母亲忌日当天被逼着和5个老男人睡觉，后来就自达了。只能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娱乐圈是个暴利行业，所以是权钱色交易的泛滥场所。蔡广坤半天没见吃东西，我倒是吃了好几碟鹅肝、鱼子酱。喂，你跑来就是吃东西的吗？这玩意平时吃不着吗？你也来一碟。不了，谢谢。宋阳，他吃东西了。我看过去，原来是有个大老板给蔡广坤拿来一碟哈密瓜，他拿起一块咬了一口。我俩心中默默祈祷，千万别吃完啊！他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一转身就把哈密瓜扔进垃圾桶了。我和黄小桃兴奋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等蔡广坤走后，我慢慢溜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哈密瓜掏出来。任务完成，撤。我们快速穿过人群，我感觉后面好像有人跟踪，回头一看，几个保镖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用无线电交谈。他们从不同方向接近过来，大有包抄之势。不好，这些人是蔡广坤的保镖，我们暴露了。男人从垃圾桶里翻出半块哈密瓜，却引得数十个彪形大汉追杀，就连千万粉丝的大明星都被气得暴跳如雷，只因这块瓜上的牙印藏着他的关键罪证。2位贵客，把你们兜里的东西留下来，不要逼我的人动手。你知道袭警是什么罪名吗？袭警？这里有警察吗？我只看见2个小毛贼。这时蔡广坤走了过来，经纪人对他附耳低语几句。你们2个要不要脸？明明都被停职了，还跑来惹事，小心我叫你们关贸部报。戏子，你敢威胁我？C国安，你再说一遍试试。经纪人赶紧安抚下坤坤的情绪，把你们偷的东西交出来，否则别想走。我假装犹豫片刻，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哈密瓜。算你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我一把把哈密瓜扔在地上，一脚踩碎。传说中的宋大神探也就这点本事了。然后他掏出一张名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小桃的胸口。美女哪天在警队混不下去了，打我电话。黄小桃抢过来准备撕了，我用眼神示意他不要。随后这帮人走开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下子他们肯定会提高警惕，想搜集证据就更难了。其实我还留了一手，出去再说。离开宴会现场，黄小桃急不可耐地问我：“你刚刚踩碎的是假的？”是真的，不过在他们追我们的时候，我偷偷拍了张照片。真有你的！怕夜长梦多，我迅速给小周发了过去，问他能不能根据照片把牙模弄出来。有点难度，但可以试试。隔日一早，小周打来电话，我兴奋地问道：“符合吗？”宋哥，你弄错了，凶手的牙印和蔡广坤的牙印完全不符合。我顿时像被迎头重击，感觉整个世界都好像在旋转。小周后面说什么我完全没听进去，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你确定吗？非常确定，用肉眼都能看出来。要不我把比对资料发给你？不必了，谢谢。如果牙印不符合，那凶手显然不可能是蔡广坤，除非人是他杀的，咬掉死者那玩意的却是另一个人。但这未免太荒唐了，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宋阳，别灰心，此路不通还有其他路。对了，昨天老妖不是爆料说蔡广坤年轻的时候吸面粉被拘留过吗？肯定留下过指纹和 DNA，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公安局。就算拿到他的指纹和 DNA 又怎么样？尸体上并没有留下这些。那就再找下去，找到凶器就可以定罪了。对方这么小心谨慎，恐怕凶器已经被处理掉了。宋阳，你别这么沮丧嘛，我都有点担心你。小桃，我想一个人静静。我一个人来到阳台，对着楼下的街道发呆，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宋阳，不要做消极情绪的奴隶，相信你自己的意志。是我钻牛角尖了，谢谢你。相信自己，你可是最好的仵作，世上还没有你破不了的案子。我重打精神，将思路重新捋了一遍。尸体是在蔡广坤的车上被发现的，命案发生时他没有不在场证据，
而且事后经纪人又做了一些善后的事情，试图掩盖真相。按常理推断，蔡广坤十有八九就是凶手。有没有可能凶手并不是他呢？可能微乎其微，但绝非没有。现在缺了哪些环节？定罪的直接证据，被害者的身份。不过这个不重要，只要把蔡广坤的杀人罪定下来，这个自然会弄清楚。等等，被害者的身份，我懂了。我激动不已，上来给了宋星辰一个熊抱。星辰，我爱死你了。说完，我飞奔到了警局。小桃把蔡广坤的全部资料拿来，有重要突破。不一会，一名警察将一摞资料送进来，我开始翻阅。片刻，一份2011年7月的档案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名字正是麦克州。这是北昌市公安局传真过来的，蔡广坤当年吸面粉被拘留时填写的资料。想不到这家伙真的吸过面粉啊！当时拘留了几天？最短也得1个月。我迅速用手机查询了一下，2011年7月这个月份，蔡广坤并没有缺席工作。难道他会分身术不成？我又打开老妖的微博，读上面的几条爆料。上面说蔡广坤高中的时候成绩很差，官方却说他过去是个学霸。他当年打架抽烟，官方却称他曾经是全国优秀青年。同一个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巨大的矛盾出现？答案只有一个，要验证这一点也并不难。说完，我立即给小周打电话问道：昨晚的牙模还在吗？在。你又找到比对样本了吗？现在咱们换个方向，把牙模和死者的进行比对，粉饰的那一个。你确定要这样做？把嫌疑人的牙模和受害者的牙模做比对，能告诉我这有什么意义吗？没时间解释了，快去。宋阳，你不是脑袋烧坏了吧？这明明就是2个人。我们手上已经拿到了全部的牌，只是没有意识到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打出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我正要说，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一名警官跑进来。宋哥，外面堵了一大帮粉丝，威胁着要我们把你和小桃姐交出去。肯定又是那个经纪人在搞鬼。这些家伙当警察局是什么地方？马上联系特警。先不着急，等小周的电话。那名警官用请示的眼神看了一眼黄小头，他是相信我的，挥挥手道：你们先出去说点好话安慰一下，给我们争取时间。你突然变得这么自信，看来你一定胸有成竹了，跟我小小透露一下呗。剧透多没意思，等一会再告诉你。哼，吊人胃口，晚上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5分钟后，小周打来电话，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我操，宋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牙印居然90%以上符合。多谢了，改天请你吃饭。不行，吃饭什么的都无所谓，你得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嫌疑人怎么会变成受害者的？这太神奇了。那你过来一趟吧，我待会要把那位大明星请来，跟他好好聊聊。我长松了一口气，一切都说得通了。当下给坤坤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咱们见个面吧。你是哪位？昨天晚上咱们见过面。原来是宋警官，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正在录节目，想见我的话预约个时间吧。我有7个字送给你，我保证你听完会照我的要求做。宋警官，你脑子烧坏了吗？蔡广坤已经死了。他每次尿尿都会准备一把尺子，左手扶髡，右手比量水流的角度，哪怕有1毫米的误差，都会憋回去重来，直到满意为止。只因他是大明星的双胞胎弟弟，通过这种模仿训练达到2个人共用一个身份的目的。然而大明星的意外死亡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蔡广坤已经死了。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第一，你和蔡广坤必须半小时内赶到警察局见我。第二，在某博上公开道歉，澄清警察打人事件的真相，态度必须诚恳，不许玩弄临时工犯错或者文字游戏之类的花招。第三，我朝黄小桃看一眼。昨天晚上你们对黄警官态度不好，我要你们给他买块蛋糕并赔礼道歉。说完，我没等他接话便挂断了电话。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之前全部弄错了方向。这时，一名警察跑进来，惊奇的叫道：外面那帮粉丝撤退了。蔡广坤的某博更新了，上面说之前的那条某博完全是一时气愤胡说的，没有事实根据，自己良心被狗吃了，对不起华夏公安。知道了，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准备迎接贵客。5分钟后，蔡广坤和经纪人赶到，经纪人手里提着一块奶油蛋糕，对黄小桃鞠躬道歉。黄警官，昨晚多有得罪，在此向你郑重道歉，一点心意不成意思。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羁的样子。好了，2位请坐吧。首先我说明一件事，我并不是什么宋警官，我只是一届顾问，真实身份是个学生。蔡广坤虽然戴着墨镜，但仍然能看得出十分惊讶。经纪人夸赞道：了不起，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行了，咱们直奔主题吧。整个案子最大的玄机就是蔡广坤和麦克周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同卵双胞胎。眼前坐的这个人是麦克周，而躺在停尸床上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坤坤。坤坤在案发当晚公布恋情之后就遇害了，我猜测凶手应该是一个狂热的粉丝，因为不满坤坤公开恋情才上门行凶。
而掩盖真相的却是你们。录像是你们销毁的，尸体也是你们焚烧的，阻挠我们拿到牙科记录的也是你们。当然，你们的目的并不是保护凶手，而是保护死者的身份。因为从你们立场出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外界知道坤坤已经死了，无论付出再大代价都在所不惜。我想这件事对麦克州的打击最大，所以才在案发第2天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动，情绪暴躁，并跟记者发生争执，随后晚起失踪，跟自己的经纪人吴秀才一起打算秘密埋葬蔡广坤，结果万万没想到在路上被记者发现，发生事故掉进河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吴秀才死前吞进肚内的是一份合同，让麦克州这个替身正式变成蔡广坤的合同。讲完之后，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我看见麦克州的嘴唇一直在抖动，从墨镜下面缓缓流下2行眼泪。外面流传的提刑官送辞后人，当世第一仵作，果然名不虚传。我们之前千方百计不想让这案子落到你手上，就是怕被你拆穿西洋镜。看来这一切都是在劫难逃。我觉得你们大可一开始就说明事实。不，这是公司的最高机密，是绝对不可以透露半个字的。哪怕蔡广坤背上杀人罪名也不能说。是的，背再大的黑锅都可以洗掉，但如果坤坤这个招牌不复存在了，我们整个公司都会面临毁灭。说到底，仍然是为了利益。经纪人突然跪在我面前，脑袋很响的点在地上。求你们2位，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案件怎么定由你们说的算。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视线。既然蔡广坤没杀人，我们自然也不会冤枉好人，我们会想一个最恰当的解释替他脱罪。谢谢警官，大恩大德，没齿难忘。2人就此告辞。麦克州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我想他现在内心一定极度悲伤。亲兄弟去世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一直压抑到现在，再审问他实在有点残酷。真应了那句古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你怎么跟郑副局长一样，也开始拽文了？有感而发吗？对了，这案子咱们要怎么给出另一种解释？这就交给你啦。胜利的蛋糕真是香甜。我看见他嘴角沾了一小块奶油，用手抹掉放在嘴里，确实很甜。这案子并没有完全结束，真凶依然逍遥法外。经过几天的搜查，某小区的物业报案说从一户公寓里闻到腐烂的臭味。我们立即赶往现场，打开门一看，屋里到处是蔡广坤的海报、CD、写真集，屋主人显然是坤坤的狂热粉丝。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臭味。我们来到卧室，看见一具女士倒在地上，皮肤呈褐色，身上爬满了肥硕的蛆虫，嘴里淌出一些鲜血。我点燃自己前段时间调制的蛇骨香，对着尸体熏了一会儿，蛆虫纷纷从尸体上掉下来，屋里的味道也稍稍好闻了一些。死者年龄大概25岁以下，身材中等，长发，死亡时间有1星期左右。我掰开死者的喉咙，看见了令人窒息的一幕，他的喉咙里塞满了刀片，甚至不必用听骨木去听都能看出来，他死前有大量的内出血。宋阳，看柜子上。我抬头一看，那是一个玻璃瓶子，里面用药水浸泡着一截男性的。我取下来看了看，交给技术组去化验 DNA。其实我们都已经心中有数，这个狂热女粉丝就是杀害蔡广坤的凶手，她无法摆脱强烈的负罪感，选择了自杀。至此，案件宣告结束，我也回到了学校，准备享受一下所剩不多的大学生活。然而天不遂人愿，黄小桃的一个电话又打破了我的幻想。又有案子了？没错，而且还是命案。你能来一趟局里吗？尸体已经送到局里了。准确的说，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风筝。他只是看了一眼天上的风筝，就被吓得心脏破裂而亡，就连赶到的警察都被吓得尿了裤子。原来这个风筝竟是用人皮做成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早上市里的一个公园里面突然飘来一个风筝，因为早上雾气特别重，从一片茫茫白雾里飞出这样一个风筝，场面别提有多诡异了。当时公园里有不少人，一开始大家没注意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天上有个人。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不少人是真的吓尿或者吓瘫了。等回过神来，众人发现一个老头倒在地上，已经咽气了。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副局长责令1星期之内必须破案。副局长孙老虎呢？我爸又到省里开会去了，这段时间都是副局长管事儿。你从现在就开始实习了？是啊，我也算是这里的常驻人员了，以后常来找我玩哦。好了，闲话少说，先去看尸体吧。当看到那个风筝的时候，我们齐齐倒吸一口凉气。那风筝长约1.5米，宽1米，呈4角形，把整张人皮紧绷绷地撑在竹编的骨架上，上面还连着一截断掉的风筝线。从身体特征能够看出这是一张女人的皮，但是全身毛发已经被剃光了。死者是从鼻梁正中间被分开的，脸被均匀地分割成左右2半。这玩意也太瘆人了！叫你别看，你非要跟进来，吓尿了没有？才没有。虽然看上去很吓人，但人是很难被活活吓死的。你们确定那老头真的是被吓死的吗？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就知道你会这么想。那老头身上带着速效救心丸，应该是有心脏病，医生诊断确实是心血管破裂死亡。
尸体现在在医院的太平间。待会过去看看吧，除死无大事，还是看一眼比较放心。说完，我开始检查风筝，用手量了一下这张人皮髋部的长度。死者应该是20岁出头的女性，身高1.6米，没有生育过。我戴上手套摸摸人皮表面，肤还具有相当的柔韧性，且很光滑，毛已经被刷干净了。我用鼻子一闻，有一股芒硝的味道。人皮内侧的脂肪被分离得相当干净，这皮子做的真专业，凶手应该有过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可不是嘛，我皮包的料子都没有这么柔。孙冰心听我们这样平常的讨论，脸色煞白。养个变态。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就会发现一件事：死者在凶手眼里仅仅是一张皮子，把它剥皮制成风筝的过程中没有夹杂任何感情在里面，这说明凶手是个相当熟练的剥皮工。这种沉稳不是年轻人能有的。我想凶手的年龄至少在40岁以上。可千万别又是一个变态连环杀手。这个你不必担心，这次的凶手就算是连环杀手，作案间隔也不会太短。为什么？你看这个刀口，不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有不少停顿，说明凶手力量有限。剥皮最累的工作就是把皮子从身体上分离下来。凶手要么是年龄大，要么是有什么生理疾病。我明白了，凶手一定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光棍。孙大小姐，我知道你是爱幻想的双鱼座，但案件还没有破冰，你不要随便猜想好吧？先入为主是破案的大忌。而且凶手也未必是男性，女性也有可能。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做皮子要接触到芒硝、石灰、软化液等化学产品，对人的呼吸道影响很大。制皮工匠一般都有这方面的疾病，凶手会不会留下打喷嚏时的唾沫？想到这，我吩咐道：冰心，你能化验一下这张人皮表面的成分吗？好的。孙冰心用酒精棉取了些样本，到隔壁化验去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找死者剩下的遗体？不，去医院看看那个吓死的老头。我们来到医院停尸间，顺利找到了那个吓死的老头，大约70-80岁，一头白发，脸上还维持着死前的极度恐慌的表情。我用听骨木听了一下，确实是心脏破裂而亡。人如果被吓死，整个心脏会裂开，这种死法属于相当罕见的。没有疑问了吧？疑问不能说没有，公园里有不少老头吧？为什么偏偏他被吓死？应该是死者有心脏病，加上忘记吃药，才酿成了惨剧。死者身上带的是那种装药的小格子，写着今天日期的小格子里药还是满的。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哭天抢地的声音。大娘，这地方不能随便进。老伴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怎么狠心丢下我一个人？我以后要怎么办啊？我们走出去，看见一个70-80岁的老太太，在护士的搀扶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她一看见我们就说道：警察同志，我可以把我老伴的尸体领走吗？你老节哀，当然可以。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太太的手上有烧伤的痕迹，我不确定那是化学烧伤还是火烧的。请问您手上的戒指是结婚时候买的？不是，那会家里穷，哪买得起戒指？这是我俩金婚的时候他送我的。可以让我看看吗？请便。其实我看戒指是假，看他的手指是真。我注意到他手指甲的侵蚀是过去留下的。以前在印刷厂上班的时候，用手接触原浆，就搞成了这个样子。您老平时得多保护皮肤，不然有可能引发皮肤癌。还谈什么保护不保护？我现在已经心如死灰。警察同志，谢谢你们，我把老伴领走了。黄小桃叫一个警察把尸体推上，装车送到殡仪馆去。胡老太太跟着一起走了。看着胡老太太的背影，我突发奇想，我追了出去。小警察正推着轮车往前走，我喊了一声：喂，你怎么倒的？死者的手还在外面呢。趁他一愣神的功夫，我把死者的手拽到外面。你看看，对死者也太不敬了吧。对不起，我没注意。我把死者的手塞回去的时候，用藏在手里的银针扎了一下，然后迅速抽回来，一本正经地训了小警察几句，才放他走。宋阳，你现在演技也长进了。近朱者赤嘛。你刚刚做了什么小动作？取了一点死者的 DNA 样本。死者的身份都确定下来了，取 DNA 样本干嘛？我有一个小小的猜想，暂时不告诉你，怕猜错了让你笑话。跟我还见外，宋大神探，接下来有什么部署？去放松一下，到公园去放会儿风筝。男人买了100个风筝，却扔掉了99个，只留下了最丑的一个。不少人都嘲笑他品味奇葩，他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高兴。原来这就是宋阳还原犯罪经过的方式。这个风筝做工也太垃圾了，放这玩意多丢人啊！为什么非要选这个？这个风筝很特别吧？放起来的过程有不少人在看。你想一想，比它还大的人皮风筝，凶手是怎么放起来的？恐怕还没放起来就已经有人报警了。所以这风筝应该不是放起来的，而是从高处扔下来的。说完，我环顾四周。走，我们做个试验去。我和黄小桃来到附近一栋楼上的天台，把风筝往下扔。风筝乘着风悠悠地飞了下去，慢慢地飘落到一棵树上。早上那个风筝是从哪里飞下来的？是从东南方向飞进公园广场的。早上刮的正好也是东南风。我们再多实验几次，
大概就能确定凶手当时的所在位置了。我们跑了好几栋楼，风筝被扔了很多次，变得破破烂烂的。最后我们在一栋楼的6楼阳台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在这里风筝可以不偏不倚地飘到公园广场上。这时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一口痰，那痰的颜色青中带黄，属于阴虚火旺的迹象，里面夹杂了一些血丝，感觉像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吐的。我用棉签取了些样本，装进证物袋。取完样后，我看了看时间，这次的破案速度可能要破纪录了。你这么有信心？按照我们在上集的推测，凶手极有可能是个老年人。老年人思维固执，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而且老年人的作案动机多半是今年就院，再加上作罪手法很费功夫，留下不少证据。结合这3点，最迟明天就能破案。你盯着我看干嘛？只是觉得你分析案子的时候还蛮帅的。我们下了楼，离开小区的时候，我顺便向门口的保安打听了一下，早上有没有人开车进来？司机是个老年人。保安摇头说没有看到。我看了一眼摄像头问道，有监控录像吗？我们这个小区设施老式，居民都是些流动人口，经常收不起物业费，这几个摄像头坏了也一直没修，纯粹是装个样子。你为什么觉得凶手是开车来的？那么大的风筝又不能折叠，举着它进入小区多招摇啊！凶手肯定得有一辆车，除非什么？对了，你叫人查一下那个老头住在哪。又卖关子。我们回到局里。你们放风筝竟然不叫上我，太过分了。放风筝也是为了查案子吗？对了，你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吗？孙冰心取出一份报告，人皮风筝上化验出一些唾液酶，和死者的 DNA 不一样，应该是另一个人留下的，极有可能是凶手打喷嚏留下的。再辛苦你一下，化验一下这口痰，看看和风筝上残留的唾沫是否相符。另外重点对比人皮和那个被吓死老头的 DNA。为什么要比对那2组 DNA？ 宋阳，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倒不是我卖关子，现在还说不清楚，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1个小时后，孙冰心兴奋地喊道：宋阳哥哥，有重大发现，你猜怎么着？老头和死者有血缘关系。原来你早猜到了。宋大神探，快到3楼会议室来，我们等着听您的高论。我们来到会议室，所有人都在这里，警员们将查到的线索汇总。死者的身份确定下来了，此人名叫唐小轩，是云滇省的人，几年前来南京市打工，在一家足疗保健会所当技师，平时性格比较孤僻，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男朋友，但据同事说他有一个干爹。他干爹是谁？这个我不太清楚。再一个就是孙冰心的重大发现，老头和死者的 DNA 99%相似，是直系亲属。宋阳，你怎么猜到老头和死者有血缘关系的？还是那句话，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吓死的，就算他有心脏病，突然看见一个人皮风筝，感到心脏不适，他也会立即吃药。所以我就想，会不会这个人皮风筝是他认识的一个人，看见的一瞬间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冲击，所以才会被活活吓死。由此可见，老头的死绝非偶然。老头信仰，死者姓唐，我觉得应该是私生女的关系。众人一阵释然，纷纷庆幸这案子这么快就有眉目了。其实我倒不觉得意外，往往越复杂的案子就越好破，真正难破的是特别干净的案子。对了，有件事我忘了说，我刚刚从那口痰里化验出一些线索，此人有严重的哮喘病。哮喘病很可能是常年接触化学品留下的病根，可以调取一下胡老太太的病历核实一下，如果她有哮喘病，那基本上凶手就是她了。我们双管齐下，王元朝，你马上联系医院调取病历，其他人跟我去见胡老太太。行动。OK。我们敲开胡老太太家的房门，胡老太太看见我们的时候愣了一下。你们找我有事？我们能进来说会儿话吗？好，好，请进。等我们坐下，胡老太太给我们泡了几杯茶。您和杨老爷子没有孩子吗？年轻的时候插队到云滇省，有一年发大水，在水里泡了一宿，因此落下病根，一直没要成。哎，现在这屋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说到这里，胡老太太突然一阵剧烈咳嗽，用手帕捂着嘴。我注意到她咳出一口血痰来，我决定不再兜圈子，等她咳完，发动动幽之瞳盯着她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他将女儿锁在茅房，又在门上挂上5把铁锁，随后一根带着迷药的细管从门缝插入。等他走出房门，手上便多了一个带血的风筝，而这风筝上竟有一个狰狞的人脸。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不过也无所谓了，我最爱的人都离我而去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你丈夫不是你自己亲手害死的吗？不是的，我没有想害他，我只是想让他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变成一张空荡荡的皮囊，等他死心之后再去安慰他，没想到竟然把他吓死了。听他这么说，在场众人都感觉脑子有点短路。他们不是父女关系吗？干女儿也算女儿吗？随后他诉说起一切的缘由。原来胡老太太和丈夫是在下乡的时候认识的，两人郎才女貌，是很有希望顺利的走到一起的。
可是这时却杀出来一个第三者，那个第三者是一个当地的女孩子，长得年轻漂亮，有一双不谙世事的清澈眼睛，许多知青都喜欢她，说她是大山里的精灵。后来胡老太太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她亲眼看到杨老爷子对那女孩表白了。她私下里找到那个女孩，奉劝她离杨老爷子远一点，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知青早晚是要回城市的，和她这个山里的姑娘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但这世界上最不理智的事情就是爱情。后来他们虽然回城了，远隔千山万水，可是杨老爷子始终对那女孩念念不忘，甚至愿意为她终身不娶。胡老太太无论怎么做都打动不了杨老爷子，于是她决定一直等下去。一晃40年就过去了，那个女孩的病逝给了胡老太太机会，她终于走进杨老爷子的生活，和他结成伉俪。虽然我知道自己仅仅是一个填补晚年寂寞的替代品，可是我无怨无悔，毕竟我这一生都深爱着他，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直到他的到来。他和当年那个女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自从这个女孩来了之后，我丈夫就变得茶饭不思，没日没夜的陪她。我搭进去一辈子换来的爱情，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毁掉了吗？不，我要把她的皮扒下来做成风筝，我要让她看到这好看的皮囊下面其实什么都没有。听完这段话，我们都感到异常震惊，没想到这桩变态的杀人案后面竟然藏着这么深的爱恨情仇。我掏出那份 DNA 化验报告，我想你可能误会了一件事，你丈夫并没有移情别恋，你杀掉的那个女孩其实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不可能！两人的 DNA 化验显示他们确实是父女。这女孩今年20多岁，我想应该是20年前杨老爷子跑到云滇省去找当年的初恋情人，然后有了这个孩子。他母亲去世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南江市，一边打工一边寻找生父，最后终于找到了王老爷子，没想到却被你误会了。当看见自己亲生女儿的皮变成一个风筝从天上飞下来，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吗？杨老爷子正是因为受不了才当场心脏病发死亡的。胡老太太愣了足有10秒，突然捂着脸痛哭起来。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听见那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我们的心情有点沉重，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2条人命，自己也落得晚节不保，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自己带上吧。出门之后，我们长长的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老太太怎么能下得去手的？爱极生恨，酝酿了40年的恨意，足以把一个老太太变成杀人狂魔。不过10小时之内结案，这次真是破了记录，我决定给专案组全员放3天假。你这样滥用职权，没问题吗？这怎么能叫滥用职权呢？这案子别人来破，可能要花1个月甚至1年。这3天假可是你替我们挣来的嘛？这3天你有什么安排吗？我想和某人约个会。某人同意了，那明天见。第2天，我们约在金龙商厦下面见面了，一起看了场电影。我觉得我和黄小桃之间已经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就是那种在一起就算不说话，也不会感到尴尬的感觉。接下来要去哪儿？累了，要不找个宾馆休息一会儿？我本以为黄小桃不管怎么调戏我都不会脸红，一听这话我还是小心脏猛跳了一下。你确定？只是休息一会儿而已，你是不是又想多了？哈哈，不逗你了，陪我去买几件衣服吧。我俩走在路上，我突然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人在跟踪咱们？有吗？该不会是你那个神秘保镖吧？我感觉不像是他，因为宋星辰跟着我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但此刻这种被人盯梢的感觉，一整天都挥之不去，搞得我浑身不自在。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去吧。明天我查一下附近监控，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我把黄小桃送回家后，自己打了辆车回学校。刚到校门口的时候，一辆跑车突然在我前面停下来。兄弟，借一步说话。我一眼就看出他来意不善。王公子，这一天跟踪我的人就是你吧？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你看起来跟小桃关系不错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说实话，你一个穷学生，我根本没拿你当对手。你跟黄小桃不就是一起破过几桩案子吗？有什么了不起？你到底想说什么？王公子掏出一张支票，上面有签名，但是没填数字。你泡黄小桃无非就是为了他的钱。哥给你这张支票，你拿去随便填，以后不要再接近黄小桃，怎么样？这买卖划算吧？你真以为什么都能当买卖做？这可是你这辈子能发财的唯一机会。我从他手里拿过支票，王公子刚要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就狠狠地把支票甩在他的脸上。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他突然一拳向我面门袭来，我看向打中他的暗器，竟然只是一根吸管，把吸管吹出来当暗器伤人，这种手段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个人能做到。我扭头看去，果然发现一个熟悉的白色身影，手上还拿了一杯珍珠奶茶。我还以为这家伙不食人间烟火呢，下次别来招惹我，小心阴沟里翻了船。宋阳，你给我等着，这事我跟你没完。说完他就灰溜溜的逃掉。我也刚要回学校，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他每吃一口饭就要看一眼尸体，即便腐尸散发出阵阵恶臭，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食欲。警察见了这一幕，不但没有上前阻拦，反而都向他投去了敬仰的目光。原来他竟是警方的特别顾问，专程前来调查这起爆炸碎尸案。宋顾问，要不您去车上吃，在这多影响胃口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把尸体拼起来，不能等到它完全腐烂。宋阳，你怎么到的比我们还快？你忘了，我的学校就在附近。你已经验过尸了？尸体应该是焚烧致死的。死者不是被炸死的吗？为什么说是焚尸？你们瞧，尸体碳化的表皮组织下面有冻胶状物体，这是液化的脂肪，下面的血管呈玫瑰色，已经膨胀了。这必须是用小火慢慢烘烤才会产生，爆炸的瞬间高热量是办不到的。你的意思是这是毁尸灭迹？我环顾四周，点点头。非常彻底的毁尸灭迹，甚至有点做得过头。做过头？什么意思？尸体本来就是焚尸状态，焚烧是销毁证据的最好方式，但最后又炸得四分五裂，这是不是有点过火？难道凶手连焚尸都不想让我们看见？或者是这具焚尸本身就会透露出一些犯罪信息？这时，我突然注意到碎尸块上有一个鸡爪状的东西，是死者的手。我拿在手里反复观察，手掌没有呈拳头状，说明不是烧死的。把人杀了，用小火烤一遍，然后再炸飞。凶手是变态吗？冰心，麻烦你去做个太阳血红蛋白的化验。孙冰心答应一声，取了些尸块去一边的大型警用车上做化验。尸体还能复原吗？我看着还在废墟上寻找尸块的警员，摇头叹了口气。都已经炸成这样了，有点困难，而且我觉得意义不大。此话怎讲？我有一个猜测，凶手用一场爆炸企图掩盖的并不是死者的身份，而是死者的死因。等孙冰心的化验结果吧。宋阳哥哥，太阳血红蛋白的含量正常，死者不是被烧死的。不是被烧死的，宋阳，你猜错了。我听完反倒松了口气，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这就对上了，死者是被活活烫死的，用法医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接触烧伤。而且从一些特征判断，烫死死者的物体是金属物。难道凶手故意折磨死者，把一块铁板烧得滚烫，将死者扔上去？应该不会。你们看，几乎所有的尸块上面都有均匀的烫伤，这是大铁板做不到的，因为那样会有死角。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死者当时身上包裹着一个巨大的高温金属物，这个金属物和人体的形状很相似，会是什么？难道是盔甲？没错，盔甲。死者是穿着一副滚烫的盔甲，被活活烫死的。这种死法未免太残忍了吧？这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我没接话，案情还没明朗，我也不好妄下断言。这时一个警员过来，手上拿着一个焦黑的东西，我接过来一看，竟然是个摄像头，后面连着一根烧焦的 USB 线。这个是在碎尸堆里发现的。谁会随身带着这种东西？我感觉与命案有关。老幺能查到线索吗？我问问吧。我打个电话给老幺，情况紧急，我直奔主题，问他对视频设置熟不熟。我从来不买那的，我都是黑进别人的电脑，用别人的摄像头偷拍。知道我为什么有你的果照吗？说正事，这个你能查吗？我试试吧。这小子这次竟然没提报酬的事，有点反常啊。宋阳，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你先忙这里的事情吧，我和孙冰心去做个小实验。我和孙冰心来到法医实验室，然后给王大力打电话，让他买一块新鲜的五花肉。杨子，你的验尸手段越来越像做饭了，这次连五花肉都用上了。哪那么多废话，快去快回。宋阳哥哥，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其实就是想做一个简单的烫伤试验。对了，这里有没有金属？他取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些金属片。几分钟后，王大力拎着一块五花肉回来。干，新鲜的五花肉，你要炒还是炖啊？烧烤。我把五花肉放在桌上，依次试验了每一种金属的烫伤效果，发现铜的烫伤程度和死者的烫伤是最接近的。看来这种金属物的主要成分是铜，你想到什么没？难道是在死者全身贴上了铜片？这得多麻烦啊！凶手这样做到底图啥？铜片应该不太可能，那样的话会有一些烧焦的边缘。但是死者全身没有这种痕迹，应该是连成一片的铜器，完美的包覆住全身。你觉得会是什么呢？真的是铠甲。死者全身穿着铠甲被活活烤死，这难道是某种神秘的仪式？死者的脚掌是烫伤最严重的地方，他应该是穿着一副沉重的铜铠甲，走在火上面，最后全身烫伤，被活活烫死。这不是什么仪式，而是一场酷刑。我们几人来到会议室，大家各自将手上的线索汇总一下。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下来了。经过排查，他生前并没有跟人结过仇。邻居说他是一个性格孤僻的大叔，平时很少和人接触，爱好就是抽烟喝酒。现场有人为的爆炸痕迹，但是凶手手法相当专业，是用镁条、闹钟和化肥中提取的黄磷，以及死者屋里的煤气罐自制了一个土炸弹，爆破角度也可以和专业的爆破人员媲美。接着我也讲了我的猜测，为了弄死一个人，专门打造一副铠甲，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们不觉得这种死亡方式很有表演的性质吗？表演？这种死法很像古代的炮烙之刑。古人没什么娱乐，每次行刑的时候都会跑去观看，就像今天的人看电影一样。凶手大费周折地折磨死者，又把尸体用爆炸的方式毁掉，这个过程好像没有任何犯罪收益。我觉得他应该把折磨死者的过程全程录了下来，给别人欣赏，或者自己独自品味。但现场并没找到什么铠甲。折磨死者的地方不在现场。你们想啊，一个人被这样折磨，肯定会叫得很厉害，应该是在一个特别隐秘、远离人烟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地下俱乐部，凶手在那里折磨死者，供观众欣赏。宋阳，你这想法可有点夸张啊！南疆市要是有这样的地方，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抱歉，我是有点想得太远了。但是死亡过程的表演性质，我觉得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推测。假如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犯罪简直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严重挑衅，务必要将凶手缉拿归案。这时，一个警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黄队，在郊外一辆轿车发生爆炸，我们的人赶到后，发现车内有疑似人体的组织。又是一起爆炸案。女人被反绑双手，舌头上又挂着一个铁钩，铁钩上面的锁链连在门上。随后屋内弥漫起浓郁的毒气，只有把门拽开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古代拔舌酷刑的改良版本。这简直就是米国惊悚片，电锯惊魂里的场景，给死者一个求生的机会，逼着他自残。确实很像。第一个死者穿着铜铠甲走在火上，第二个用舌头拽开门。但是凶手不像电影里的反派一样公平，因为2名死者几乎是不可能活下来的。人的皮肤只要烧毁70%就会感染致死，舌头上面有大量血管，就算舌头没有被拽出来，也会失血而死。这是虚假的公平。说完，我撑开验尸伞，让黄小桃打着紫外线灯把汽车周围扫了一遍，果然在地上找到一来一回2行脚印。来的脚印略重，应该是嫌疑人扛着死者留下的。回去的时候身上没有负担，脚印就变轻了。我用手比量了一下脚印的长度。此人身高1.8米，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你怎么看出来的？你看，来时的脚印左边略重，说明他是把死者担在左肩上，没有一定的力量是办不到这种事情的。黄小桃立即叫人过来拍照取证，我撑着验尸伞追踪脚印的方向，最后他消失在路基的碎石地面上。马路上倒是能找到许多轮胎印，但是由于车来车往，痕迹已经被破坏了。哎，可惜线索又断了。这时路边的一片杂草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上前去仔细观察。这次制造爆炸案的是2个人，其中一人是另一个人的老大或者上司。这个老大有强迫症，小弟搬运死者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发号施令，2人可能在这里发生过争执。小弟伸手推了老大一把。啊，杨子，这你都能看出来，以后还是叫你宋大仙吧。我指着路边的这些杂草，因为现在是春季，杂草正在生长，但是有一片杂草顶端的嫩叶被整齐地掐掉了。这说明当时有个人站在这里，他有强迫症，看见高低不一的杂草心里就不舒服，下意识地用手去掐。马路上既然没有脚印，说明他们是开车往返的，加上爆炸的汽车总共是2辆车，所以应该是2个人。一般来说应该是2人会合作搬运死者，可是从马路到案发现场只留下1个人的脚印，另一个人却站在这里，说明了2人的上下级关系。另外，草丛里有一个脚印，后脚跟很重，说明当时站在草丛里的人重心后仰。这几天都是晴天，草地的摩擦系数相当大，应该不是滑倒的，所以我猜是搬运死者的人对老大心怀不满，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推搡了他一下。敢对老大动手，说明他们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有可能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黄小桃听我分析了一堆，佩服不已。这难道是个罪犯团伙？我觉得不是，他们只是各司其职，一个杀人，一个毁尸，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利益。利益？我看不出来这种杀人方式有什么利益可图。不如我们换个思路，爆炸和杀人是2个人做的，为什么每次爆炸也要拍下来？因为爆炸本身也是取悦观众的节目，我不认为当时有一堆人在周围观看，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网络直播。凶手是2个变态的网络主播，以这种猎奇的方式吸引眼球。回去之后什么事也别干，去所有直播平台上找线索。杨子，你觉得他们会在慢手、某鱼这种大众平台上直播吗？那岂不是早就有人报警了？说得对，这不可能是普通的直播网站，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隐秘的网站，有严密的会员制度。那就去那些看直播的论坛上找找，他们再隐秘，总是要打广告的吧。我们回到局里，黄小涛去把尸体送到化验科化验。我和王大力的任务就是去逛各大直播论坛和直播平台。你小子不务正业啊！我在找线索嘛，我发现这个慢手上面奇葩真多，各种没下线，什么鞭炮炸裤裆啊，吃死猪肉啊，还有个吃巴巴的把我恶心坏了。我看你看得挺开心的，在这个谁更奇葩谁更没下线，谁就有流量的全民直播年代，催生出这2个杀人主播来，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你瞟一眼就行了，查线索又不是叫你深入了解。这时我的余光扫到王大力的手机屏幕，暂停。咋了杨子？我盯着屏幕里的中年妇女看了半天，又拿出一张照片做比对。这不就是第2名死者吗？真的是哎。
播放这个视频。画面内有一辆跑车，车主是个财大气粗的中年妇女，车前面倒着一个卖菜的老农，看样子是跑车撞了老农。妇女对老农各种辱骂，说他碰瓷、走路不长眼什么的。他当街辱骂老农，所以凶手给他设计了一个拔舌的机关，凶手再用他的方式惩戒他认为的世间恶人。那炮烙之刑又跟什么样的罪名有关呢？那就太宽泛了。本来炮烙之刑就是商纣王发明出来戛人取乐的，没有什么针对的罪名。我们根据关键词将地点定在南疆市本地，一直在手机上搜索。突然，王大力兴奋地叫道：“我找到了！”他给我看那个视频，是在公交车上拍的。一个中年男人手里夹着烟头吞云吐雾，有个孕妇礼貌地提醒他把烟掐掉，中年男人却爱答不理。周围人也纷纷骂他没有公德心，但他就是不信。这个中年男人就是第一名死者。这未免也太小儿科了，为这点小事就要杀人。重点不是这些小事，重点是凶手的信息源是什么？难道他住在附近，或者他当时在车上？大力，跟我走一趟。我们来到第一名死者家附近，邻居普遍对这男人印象不怎么好。那个大叔走哪都抽烟，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还抽，周围人提醒他也不灭掉，特别讨厌。这大概就是他的罪名了。抽烟和火有关，炮烙也是火星。这时，马路上开来几辆面包车，从面包车上跳下来一帮纹着纹身、留着长发、打着耳钉的男人，径直穿过马路朝我们走过来。娘子，好像是冲咱们来的。男人每去一次夜店，就会多出10个女朋友，每个都对他死心塌地，赶都赶不走。而那男人是个富2代，只需给他们转账51万，就能叫这些好女孩通宵陪他打扑克。而这次他在酒吧里又结识了一个妖艳性感的女子，双方干柴烈火，直接在车上玩起了角色扮演游戏。但奇怪的是，刚刚还空荡荡的停车场，突然跳出一堆人，手上拿着长枪短炮，围着他一通采访。事后那女子更是一口咬定王公子是强。这就是黑社会常用的整人手段，仙人跳。而王公子之所以被整，正因为他得罪了眼前这个男人。娘子，这些人好像是冲咱们来的。别怕。卧槽，你怎么这么淡定？倒不是我淡定，主要是一来我跑不过他们，二来他们要是敢动我，宋星辰肯定会出来收拾他们。你就是宋阳吧？没错。不好意思，有人出钱买你一条腿，你是自己配合一下，还是让我们帮你配合一下？谁叫你们来的？你以为我会说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干这行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我注意到街道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手上捧着一杯珍珠奶茶，有他在这里，我就等于吃了一粒定心丸。咱俩又没仇，你看你这么年轻，落下残疾多不好，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哟呵，还 TM 挺狂。长发男准备伸手过来掀我，千钧一发之际，马路上开来一辆跑车，看到来人，一帮小混混的眼神突然直了。光头哥，你打我干嘛？打你，我真想。说完，他给其余人一人一个大。宋哥，对不住了，是我管教不力，让你见笑。光头哥，你认识这小子？怎么说话的？喊宋哥。娘子，你真牛逼，简直黑白2道通吃啊！没那么夸张，道上的人我就认识他一个，在之前一个案子里帮过忙而已。不，宋哥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先不说这些，先聊聊眼前的正事吧。对，哪个兔崽子叫你们来的？钱都收了，不能说啊。光头强扬起巴掌又要打。是王公子吧？你怎么知道？不是他。这谎撒的简直幼儿园水平，跟我有过节又能请得起黑社会的人，除了王公子也没别人了。王公子，我听说过这小子家里怪有钱的。宋哥，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我这就带人去卸他一条腿。哎，想坐牢啊？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那宋哥，你打算怎么出气？王公子雇人来收拾我，自然也不能一笑了之。我轻描淡写的提醒道：“别犯法就行。”好嘞，我保证叫这小子哭都哭不出来。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隔日一早，我和王大力坐车去局里，准备继续梳理线索。赶到之后，黄小桃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我。怎么了？我脸上有字。咱这里来了一位客人，这是跟你有关吗？谁啊？黄小桃带我们来拘留室，只见王公子坐在里面。他见我进来，用阴森的眼神盯着我。我一阵诧异，问黄小桃他是怎么进来的。黄小桃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了一遍。这光头强下手还挺快的。小桃，我是被人陷害的，那些人都是串通好的，肯定是这小子干的。黄小桃惊讶地瞥了我一眼。你怎么就肯定是我干的？因为我昨晚。你昨晚怎么了？要不要把事情说出来，让警方好好研究一下？他自然是不肯说的，毕竟强奸是假，买凶伤人可是真。给我老实点。我们转身离开，王公子在后面仍旧不停地喊：“小桃，我是无辜的，你要相信我。”昨晚发生什么了？我把昨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王大力也替我证明。这小子活该。
你打算给他定哪个罪名？眼下时间紧，没工夫管他，就瞧吧，反正人证物证俱全。王公子在局里只待了一上午，中午就被律师保释出去了。我正好从走廊经过，他和我擦身而过。你是不是对他说了？你做得出来，还不让人说？老子下次找个人拔掉你的舌头。化为心之苗，一个人接触过什么，说话间会无形中透露出来。王公子不会平白无故说出拔舌头的话，难道他和我们正在侦破的案件有关？你站住！我发动动幽之瞳，盯着他的眼睛。你从哪里看过拔舌头？王公子虽然掩饰得很好，但还是透出一丝慌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简直莫名其妙。一个人穿着铜铠甲走在火上，这个画面是不是也似曾相识？王公子咬了下嘴唇，额头微沁出一层冷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时间跟你这种屌丝闲聊。他说完就要走，结果被2名闻声而来的警察拦住。看他那惊慌的眼神，我无比确信他和此案有关。怎么了？出门不到5分钟又回来了，二进宫吗？他和目前正在调查的连环打人案有关。一听这话，众人眼神一变，也不去什么审讯室了，直接把王公子按在椅子上。交代吧，你是参与了案件，还是仅仅是观众？在我的律师回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再给我嘴硬，你知道大记忆恢复术吗？那是犯法的，你无权。大不了我这身警服不穿了，收拾完你我直接去自首。我都招。据王公子交代，他其实是那个直播网站的会员，网站名叫深度直播，专门放一些刺激的东西。2周前，网站推出一档非常刺激的直播，叫《地狱审判》，主播名叫行者疾风，内容大概就像《电锯惊魂》一样，设计一个求生机关，把一些品行败坏的人塞进去，让他们在里面逃生。第1期内容是把一个男的放在一个复杂的机关里面，光靠嘴是描述不清的。那玩意上面有一些可以伸缩的刀片，如果想把腿抽出来，双手就会被砍断；如果把双手抽出来，腿就会被砍断。设计的非常精巧。这男的是因为虐待母亲被行者疾风抓起来接受试炼的。男的在机关上面哭了很久，最后把自己的双手弄断才逃了出去。那天晚上的网站点击率一片飘红，下面一片打赏，光打赏的收入主播就挣了2000多万。谁都可以进去看吗？怎么可能？得交一笔钱，每个会员必须存100万美元的保证金，确保不对外泄密。这么说，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非富即贵。去找台电脑，把网站打开给我们看看。不行的，不是每台电脑都能打开，那个网站是有客户端的。如果有人把我的电脑偷走，它会自动卸载，一点痕迹也不留下。那我们就去你家，好好欣赏一下你的私人爱好。他将手伸进茅坑，一边鼓捣一边兴奋地大叫，接着又将摄像头固定在隐蔽的角落，并打开了一个直播软件。老铁们，今天给你们表演个攒劲的节目。说完，他就退到画面外面。不一会儿，有个男的来蹲坑，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男人被炸了一身奥利给。原来他往粪坑里安装了一枚小型炸弹，通过摄像头进行全程直播。各位老铁，刚才这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咱们玩点刺激，人体爆炸，赶紧的火箭走起来！这个叫最强皮皮虾的主播，应该就是那个爆炸狂魔了。被行者疾风弄死的人，最强皮皮虾就把尸体拿去玩一次爆炸，毁尸灭迹的同时又有节目效果。还有其他视频吗？我又点开一个新的视频，这一次最强皮皮虾把一个炸弹放在活猪的肚子里，说是活猪，其实已经快断气了，趴在地上哼哼唧唧。黄小桃不准备往下看了，叫我换下一个。等等，你发现了什么？这是一头老母猪。杨子看了半天你就发现这个？不少警察也在偷笑。你们平时吃过老母猪肉吗？黄小桃突然眼前一亮。对了，根据我国农业法规定，母猪肉是不准贩卖到市场上的，不产崽的母猪会被弄去安乐洗，畜牧局会给补偿款，并且南江市食品安全局前阵子刚整顿过，市面上是见不到母猪肉的。总而言之，一般人弄不到老母猪，所以他的工作应该与屠宰场有关。重大线索，南江市就3家屠宰场，这小子身材这么壮，还有纹身，应该很有辨识度。2名疑犯已经锁定1名，不禁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一些。我扭头望向王公子，现在能看到行者疾风的那些视频吗？不能的，这些都是直播，每个星期天晚上才有，而且这个客户端是不能录像的，打开它的时候连其他程序都不能开，否则会死机。这时我们听见屋外一阵喧哗声，原来是小区保安把老妖当成可疑人员，正在往外赶。老妖跟泼妇一样耍泼完赖就是不走。黄小桃叫王公子过去解释一下。把老妖救回来之后，他眼睛一亮，盯着王公子色眯眯地说道：“小宋宋，这是你男朋友啊？”别恶心我了，我宁愿跟吴孟达捡肥皂也不找他。这是犯罪嫌疑人，昨晚还找黑色附来剁我的腿，幸好我吉人自有天相。听完老妖的立场立即180度转变。我警告你啊，小宋宋是我的人，你敢对他怎么样？我让你变成第2个陈冠希。好了，老妖你来的正好，有个事要你帮忙。我们回到屋内，老妖在电脑上插了根 USB 线，连上自己的笔记本，在旁边开始操作。过了很久，老妖从桌上拿起一瓶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成了吗？
写这个网站程序的是个高手，完全破译需要时间。不过我刚刚检查了一下后台程序，发现客户端运行的时候，有一个监控程序一直在运行。我改了下源代码把它关掉了，现在这台电脑是可以带出去了，也可以运行别的程序。你的电脑我们得带走，还有你的手机。王公子用不着跟我们回去，离开的时候他追了出来。小桃，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可能有些事情在你看起来有点奇怪。嫌疑人王某，你少说2句吧，省得再透露出别的脏事儿。嫌疑人王某，哈哈，简直绝了！唉，我爸竟然希望我嫁给这种人。像他说的一样，这就是生活圈子的不同。你爸平时也接触不到其他人，看这小伙子事业有成，一表人才，就觉得好的不得了，哪知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爸就应该多认识一些我这种正直的屌丝。穷跟正直是画不了等号的吧？我们回到局里，黄小桃派人去3家屠宰场蹲守，趁工人上班的时候把最强皮皮虾救出来。我也准备先回去等消息。老妖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小宋宋，有视频看了。”“什么视频？”“凶手赶人的视频啊，我把它恢复了，佩服我吧。”他给我讲了一下原理。其实我们平时在网上看的视频，在电脑上都是有缓存的，连网站都没想到有人能把它恢复成视频文件，所以也没有防这一手。所有人来到一个会议室，把投影仪打开。老妖恢复了所有王公子曾经看过的视频，他一通操作，一个画面投在墙上。视频的画质可能有点死坏，不过不影响观看，祝大家观影愉快。视频一开始是一片黑，只能听见一个男人的吼叫声：“放我出去！这是什么地方？救命！”然后是一个经过变声的声音：“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你这个疯子！我操！你用手指缝我的手脚，虐待生你养你的母亲。然而你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所以你才会在这个地方接受地狱审判。现在你面临一个选择。”灯光突然亮起，一间密室里，一个男人被束缚在一个大字形的机关里面，手脚被固定住，手臂和大腿的部位各有一个锋利厚重的刀片。这个机关是我为你量身设计的，你的手脚被固定住，但只要用力，仍然可以挣脱。你应该注意到了，上下半身各有一套电路系统，你抽出双手就会失去双腿，像个谦卑的罪人一样爬出去；你抽出双腿便会失去双手，从此孑然一身。闻听此言，男人一阵咆哮，骂了许多难听的脏话。我听见画面里有滴滴滴的电子音，男人的表情也越来越恐慌。房间里安放了炸弹，看来凶手给受害者设置了一个逃脱视线。4分钟过去了，男人哭得满脸泪水，感觉精神已经快要崩溃了。他突然大吼一声，使劲地把脚往外抽。男人把左脚拽了出来，但是手臂上的刀片并没有动。他露出一丝侥幸的表情。不只是他，我们这些观众也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刀片咔嚓一声落下，男人像杀猪一样惨叫起来。双臂砍断，应该不可能活下来吧？这种流血量，5分钟内不抢救基本上活不长。老妖关了视频，打开灯，我听见屋里传来一片大喘气的声音。当时无数人在网上观看这一幕，却没有一个人良心发现报警的，人性真是丑陋。这个网站有严格的权限设置，能看到这个直播的人应该是里面权限最高的 VIP 会员。他们早就对些丑陋阴暗的东西司空见惯了，内心已经麻木了。在他们眼中，这只是一场娱乐而已。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没错。还继续看吗？先不急，把刚刚的再放一遍。我们把刚刚的视频又看了一遍，放到1/3处的时候，黄小桃喊了声停。墙面漆底部有些潮湿发霉，这可能是江边的建筑。还有可以技术处理一下，看看白炽灯的型号，调查一下生产厂家。画面里的房间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线索可循。黄小桃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能摇头。小桃姐姐，我有个发现，这个机关上面推动刀片的好像是液压装置，我感觉像是农用机械上拆下来的，可以调查一下。可以呀，大力，想不到你也派上用场了。我是学应用电子的嘛。宋阳，你瞧这次被王大力比下去了吧？我经王大力这一提醒，还真想到一点，叫老妖把视频快进一下，快进到机关启动的时刻。和我想的一样，我看见灯泡暗淡了一下。这个机关功率非常大，让整个电路的电压都降了一下。能不能去发电厂查询一下南江市各地当天的用电峰值？你这个思路很好，可是操作起来太难。任何一台大功率电子设备启动都会有一瞬间电压不稳定。南江市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大功率电器。一个点自然难查，我们可以把点变成线。变成线。老妖前后2次刀片启动的时间间隔是多少？他快进快退了一下，告诉我是43秒。前后2次用电高峰，间隔43秒，时间锁定在3月8号晚上9点左右。这个范围可以了吧？你真有主意。行，我回头派人去查。我们又把视频反复播放了几遍，我喊了声停，盯着画面说道：“这身衣服。”
这是精神病院的束缚衣。你瞧，上面的编号被磨掉了，其他地方都没有磨损。假如这衣服是他随便偷来的，有必要这样做吗？说明这身衣服会透露出他的个人信息。你的意思是，凶手住过精神病院？从他的性格说话方式来看，极有可能在精神病院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去调取一下各大精神病院的资料。黄小桃点头，在一个小本上记下这2条线索，然后我们开始看第2段视频。和上个视频一样，一开始一片漆黑，只有一个男人的喘息声。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求你了，放我出去！我上有老下有小，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是一个自私、冷漠、没有公德心的人。你在公共场合抽烟，无视别人善意的提醒，所以你现在才会在这里接受地狱审判。你喜欢让别人闻你的烟味，现在就来闻闻你自己的肉体烧焦的味道吧。一片火光，只见地上有一个坑，里面全是烧起来的火炭。火炭边缘的空地上站着一个穿着铜盔甲的人，紧挨着墙壁站着，一动不敢动，生怕踩到火炭里。如你所见，出口在你的正前方，你必须从这片火焰迈过去才能逃生。如果你不采取行动，锅子里的温度会越来越高，5分钟后你将被活活烤死。拥抱自己的罪罚吧。我现在看着这样的画面，觉得最可恨的并不是凶手本人，而是当时那些叫好、打赏、点赞的看客，是他们助长了凶手的气焰，甚至可以说是他们造就了这一个个扭曲变态的嘎人狂。同感。老妖，你把视频放大，墙上好像有东西。老妖把截图放大，墙上有一片斑驳的石灰涂层，夹杂着一些红色，是比较规格的色块，感觉像是标语之类的，但是字已经认不清了。我在手心写画画，尝试了不少次，辨认出中间有个字是鼠。哪个地方的标语里会有鼠字？打倒牛鬼蛇神。有鼠吗？鼠标一点，精彩无限。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去上网的网吧里就写着这样的话。他这一件好像也没啥意义，因为其他几个字明显不行。防鼠灭鼠，责任重大，应该是个粮仓。我用手写了一下，果然全部对上了。黄小桃把这条线索记下来，叫老妖接着放视频。视频里的男人一边惨叫一边在火炭里艰难跋涉，快要走完全程的时候，他突然摔了一跤，整个人倒在火炭里剧烈挣扎，炭火被翻动的直冒火气。我们揪心不已地看着男人在火里挣扎了足足半分钟，最后不再动弹。视频里除了火炭燃烧的噼啪声外，还有皮肉被炙烤的滋滋声，不断有融化的脂肪从铠甲缝隙里滴进火里，蹿起一束小火苗。我们此刻的心情非常压抑，屋子里也传来一片叹息声，气氛低沉到了极点。都打起精神来，我们继续分析视频，争取早日抓到这个变态。老妖，退到他摔倒的瞬间再看一遍。老妖把视频退回去，我看见炭里面有东西，是一个长条形物体，被烧得通红。火里面放了一段钢轨，凶手是故意叫他摔倒的。所谓的地狱审判根本没有公平可言。嘴上公平，其实暗箱操作，真是卑鄙。看完视频后，黄小桃让我和王大力先回去，有进展再通知我。我感觉我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答应了。正当我们一起走出公安大楼，迎面看见王元朝走来。王元朝，你这2天跑哪去了？见一个人。黄队，你知道06年发生的429案件吗？06年，我还在读高中呢。其实这案子和10年前的那案子很像。10年前，南江市也曾发生过一起用酷刑折磨死者的案件，前后死了3个人。当时那些案件已经告破，秦某还在豹子山监狱服刑。王元朝去自己原来所在的分局翻阅了一下当年的卷宗，觉得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于是他又去见了那个嫌疑人。可是那老头嘴很严，什么都不说。带我们去见他。我回来找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上了王元朝的车，卷宗在他车上。我趁这机会看了一下，看完卷宗后，我问王元朝有什么想法。王元朝不动声色地拿出一张纸给我，那是一个机械的设计图纸，这图纸可以说设计得非常巧妙。这是齐盛年亲手设计的播种机，他获奖了。我立即明白了王元朝的意思。你觉得他不是凶手？当时破案的时候，我不属于刑警，没什么话语权，可我就是觉得这个人虽然什么都找了，虽然一切证据都指向他，但他就是不像凶手。后来自己调查了一些东西，越调查越怀疑。齐盛是个完美主义者，一辈子研究机械学，这样一个人会造出那么粗制滥造的感人机关吗？这种感觉我也体会过。当时贾孔辉坐在我面前招供了一切，但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可他为什么要招供？很快我们到达豹子山监狱，我们被狱警带到会面室。一会儿功夫，狱警便带出来一个老头。2位找齐某有何贵干？我们找你还是为那件事。我看你们又得白跑一趟了。都说了那案子是我一个人做的，法庭也判了我无期，这样查下去有意思吗？10年前那3个嘎人机关真是你亲手设计的？我把问题问得很具体，就是为了让他露出破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老头神色从容。是啊，我不是早就承认了吗？我掏出2张犯罪现场的还原图递过去。老头看见草图之后，古井不波的脸上竟然露出一丝兴奋。
现在外面有人在模仿你的作案手法，这2个机关是他设计的，您老有什么高见？不错不错，后生可畏啊！这机关可比我当年的简单明了许多，这是你们亲眼见到的。根据尸体还原出来的，尸体被人用炸弹毁了。看来这位小兄弟也是个人才啊！不过我觉得你的想法有点简单，那人设计的机关可能要更复杂一些。我抓住这个关键点，用动幽之瞳盯着他的眼睛。那人是谁？老头仍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你紧张什么？我哪知道他是谁？想必是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惜没机会见面喽。有笔吗？我给你改一改。我和王元朝交换了一下视线，然后他起身去找狱警要了支铅笔。假如我是他，我会这么设计。老头趴在桌上一通画，最后把纸递给我。我接过他画的草图一看，大吃一惊，竟然和视频里出现的断手断脚机关一模一样。齐胜，老实交代，你和这个凶手到底是什么关系？老头面对我的恫吓一点也不畏惧。我都说了不认识他。我严肃地指了指草图。其实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渠道看到了这3个嘎人机关的庐山真面目，你画的和他做的基本上一模一样，你还想说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优秀的机械师思路都是一样的，我们会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目的，这就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这个老狐狸，我承认我确实没招了，只能用最低级的手段。你在这里生活的不太好吧？下次我给你带点吃的，再买2条中华，你看怎么样？吃的东西都无所谓，这样吧，你把你妈弄进来陪我睡一觉，我就告诉你。我知道他在故意激怒我，只要我动手打他，今天的会面就结束了，以后都没机会见面了。不聊了，咱的会面时间到了。他起身准备走，我拼命的思考，只要是人，一定有弱点，一定有弱点。那个人不遵守规则。什么？通过失恋的受害者，他不放他们走，还把他们嘎掉。妈了，我没有这种图。他是你徒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继承了我的事业，就跟徒弟差不多。我知道多说无益，您多保重，等抓住他，我给你寄1条中华。老头突然冲过来，被狱警按着头压在桌上。你们留他一条活路，留他一条活路。我没回答，径直走了出去。王大力在外面等了半天，问我有什么发现没。走，我们现在去一所学校调查。邻居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男孩每隔1天身上就会多出几道伤口，脸色也随着变得更加苍白，而这次更是浑身抽搐，不停地流鼻血。邻居都劝他父亲带他去医院，父亲却一边喝酒一边说他在装。原来他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酒鬼，每次喝多了都对他拳打脚踢。有一次，他花了3个月时间做了一台遥控机器人，父亲竟以他不务正业为由把机器人砍烂了。那天晚上他哭得撕心裂肺。这孩子就是齐教授的徒弟？没错，他叫王一舟，从小就特别喜欢机械，经常跟齐胜一起讨论问题。齐胜只要上课他肯定来听，哪怕没选这门课，齐胜经常把他叫到家里来吃饭，两人一起摆弄一些小发明。这孩子也挺有良心的。齐胜被警察带走的时候，他站在学校门口，对着远去的警车跪了很久。听他说完，我顺手在一箱子学生档案里翻了翻，档案都是按字母排序的，一下子就找到了汪一舟。照片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孩，眼神有些抑郁。看见这张脸的瞬间，我有一种奇妙的直觉，觉得这个人就是凶手。警察同志，这案子都过去10年了，你为什么突然要调查这些？难道这孩子在外面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问？他像一个会干出过分的事情的人吗？教师看人一向很准，我感觉这孩子有点偏执。80后、90后里面很多人都偏执，这不稀奇。他不是一般的偏执，怎么说呢？他有精神病史。你的意思是，凶手住过精神病院？从他的性格说话方式来看，极有可能在精神病院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听到这里，我更加确认了汪一舟的嫌疑。汪一舟的父亲是干嘛的？不太清楚。我掏出一张纸，把3个被害人的名字写下来。这3个人你认识吗？我只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前任校长齐胜，平时跟他就不对付，这校长就变着法折腾他，后来还剽窃了他一篇学术论文。我感觉齐胜会干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多半是这个人刺激的。其他的也问不出来什么情报，我道过谢。随便找了家面馆要了2碗牛肉面。等餐的时候，我给黄小桃打个电话，问他进展如何。不太顺利，3家屠宰场的所有员工，我们像筛子一样筛了一遍，也没找到符合特征的。离职的呢？你以为我没想到吗？我连20年前的下岗职工名单都翻了一遍，都没有。不是屠宰场，难道是菜市场卖肉的个体户？这范围就太大了，唉，又有的忙了。我这边倒是摸出了一些东西。对了，帮我查一个人的户籍资料。吃完面，黄小桃把汪一舟的户籍信息发给我，我一看父亲易兰田的名字，顿时一惊。干嘛一惊一乍的？这不像平时成熟冷静的你啊！注意到发现，10年前被嘎的第3个死者是汪一舟的亲生父亲。
第一个袭者是校长，第二个袭者是虐待儿童的老师，第三个袭者是汪一舟的生父。3名袭者都跟汪一舟有交集，当年是齐胜自己认罪的。王元朝一开始就说过，他感觉齐胜不像凶手。齐胜是个完美主义者，一辈子研究机械学，这样一个人会造出那么粗制滥造的感人机关吗？至此，真相已经呼之欲出，齐胜根本没有嘎人，那3个人是汪一舟嘎的，齐胜在替爱徒背锅。10年前的3名受害者是汪一舟的试验品，10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了行者疾风，手法更加成熟精妙。这老头还挺无私的，他干嘛要保护一个嘎人凶手？也许是不希望自己的爱徒前途被毁。话说回来，他也挺可怜的，明明从小就有机械方面的超强天赋，但是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打压他，除了齐胜这个有慧眼的恩师，没有任何人给过他半句肯定和鼓励的话。确实，可以说他异化的内心正是他小时候经历的毒打、漠视和侮辱造就出来的。但我不是心理医生，我所能做的只有把这个异类清除掉，防止他再用机械伤害无辜的人。这是黄小桃打来的电话。有时间过来一趟吗？我们找到了案发现场。我叫上王大力，到黄小桃说的地址。欢迎宋大神探携助手来现场莅临指导。不愧是局长女儿，说场面话都不用打草稿的。现场在哪呢？他带我们来到一间宽敞的地下室，黄小桃、王元朝还有其他警察都在里面。这里正是第1名袭者待的地方，房间内空空如也。怎么找到的？多亏你那个主意，去供电局一查就查到了，行者疾风打造的机关已经被转移。我们进来的时候，现场就是这个状态。地下室的主人呢？我刚问过了，他说这间地下室是对外出租的，当个仓库什么的。前段时间刚腾空，一直没租出去，他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并且所有被撬过的痕迹，应该是行者疾风偷溜进来搞的。唉，现场被消毒水仔细清洗过，一根头发也没留下，找到这里意义也不大。我感觉在这里调查不出名堂，建议收队。黄小桃同意了。从地下室出来，我盯着墙上的小广告发呆。瞅啥呢？你的病又有救了？胡说八道！我在看上面的招租小广告。墙上有一堆男科医院、专业开锁、重金求子的广告。我看见其中有一个地下室招租的启示，下面有联系方式。凶手怎么知道这里有空置的地下室的？你的意思是，他就住在附近？是的，他一定对这一带的环境十分熟悉，知道是谁家贴出的广告，甚至有可能就在我们视野以内的某个房间。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凶手的身份，那就地毯式搜索，挨家挨户询问。这个活就交给警察们去干了。9点多的时候，黄小桃打电话给我。宋阳，我们找到凶手的住处了。男人在查案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警察们不去抓罪犯，反而全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就连美女警花也不顾形象的把屁股撅得老高。你们这是干嘛呢？练瑜伽呀？嘘，不要说话，床下有东西。我趴下一看，只见床底有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起来的方块，上面缠着许多电线，还有一个电子表改装的显示器，上面的数值一直在变动。这是炸弹。我说话的时候，数值又波动了几下，然后变回0。别说话，这是震动感应炸弹。喂，杨子，你小声点，别把它搞炸了。正常说话应该不要紧，不然刚刚早就炸了。这时屋子里传来一个声音：警察说了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最强皮皮虾。你们竟然能找到这来，首先得夸奖一句，你们可真能干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床底下的小礼物？现在发现了吗？嘿嘿嘿嘿，先不要紧张，容我简单说明一下，这是一枚双重起爆炸弹，一种起爆方式是震动值达到100，不过不必担心，你们可以正常说话走路。假如你们想拆除的话，就会哼的一声。第二种起爆方式是遥控引爆，我在屋子里放了几个隐蔽的摄像头，如果有一个人在听到这段录音之后想走出去或进来，我就会按下遥控器送你们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大家别摆出这种表情嘛，我只是想和各位玩一个游戏。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们就必须做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握在我手里。那么首先把你们的警服脱掉，我只给你们5分钟时间。众人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网络直播就跟街头卖艺一样，先得吆喝吆喝，把观众吸引过来。我估计他会逼我们做各种事情，玩腻了才会按下遥控器，所以暂时我们不会有危险。就让这个混蛋为所欲为了吗？这时我注意到卧室里有一台被拆开的遥控小汽车。这个炸弹应该是临时做出来的，材料是现成的。遥控小汽车的遥控半径应该不会太远。我给儿子买过，说明书上说遥控半径只有50米。也就是说，最强皮皮虾躲在周围50米以内。这时，屏幕里又传来最强皮皮虾的声音：还有1分钟，要脱吗？脱吧，争取时间。大家纷纷开始脱警服。
我们几个穿的都是便服，就没有脱的必要了。很好，很听话了，不愧是训练有素的警察。下一个任务，把裤子也脱掉。还是给你们5分钟。混蛋！众人脸色一阵难堪。我看着床边那些装着黄澄澄液体的饮料瓶，估计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内容。我是王元朝，车在排查附近，技术组正在安装无线电屏蔽装置，公共安全部队也在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你们再撑5分钟。收到。脱吧，他此刻叫我们做的一切，之后我们会加倍奉还。等等，把外套围在腿上不就得了？他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我扎稀吧？众人纷纷说好主意，相继效仿，场面才没那么尴尬。真听话，跟一群狗似的。其实你们本来就是狗，穿着警服的狗。得了便宜还卖乖，垃圾！各位看见我床边的小瓶子了吗？里面是老子日积月累保存下来的圣水。下一个任务，1人1瓶给我喝光，限时5分钟，不要抢喽！开始屏蔽信号，准备撤。穿上衣服，走。我们火速撤出房间。穿着防盗服的公共安全部队有进来到楼下，警方已经把群众疏散到20米外，现场人山人海，围个水泄不通。刚才你们出糗的直播人气飙到上万，满屏都是火箭，节目效果爆炸。叫你来，你就坐在这看直播。无线电屏蔽是我从宿舍带来的，警察那边要走程序，至少得拖2个钟头。不是我，你们现在还在里面喝圣水呢。你还会捣鼓无线电？都是初中时候玩剩下的。拆除炸弹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整个过程也是异常揪心。3小时后，拆弹专家的脸从窗户露出来，因为没有无线电，通讯只能靠吼。队长，炸弹是假的。什么？该死，我们被耍了。我们几个回到房间里，只见床上放着拆开的炸弹，炸弹所有的线路、感应器统统是真的，唯独炸药是假的，里面装的不是 TNT， 而是一块豆腐。望着那块豆腐，我们心里都有种日了泰迪的感觉。当时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下，谁也不会想到炸弹是假的。出来之后，黄小桃吩咐一声，技术组留下来继续调查，其他人跟我先回局里。是。警察们纷纷往警车走去。这时老妖突然冲过来，边跑边喊：别上车，别上车！话音刚落，视野里出现一道巨大强光，突如其来的汽车爆炸几乎把方圆30米内的人统统掀翻到地上。警察们围着烧着的车，用衣服扑，用灭火器，花了1分钟才把火焰灭下来。我走过去一看，烧焦的车内糊着一片淋漓的血肉，一个烧焦的警徽掉在地上。死者是谁？刘警官。不久前还在一起说话，眨眼间就为了国家而殉职，我内心的冲击简直难以形容。刚才直播画面突然切到警车，我意识到不对劲，叫你们赶紧下车，没想到还是晚了1步。他应该是在我们所有人被困、支援还没赶到的真空期动的手脚，尤其是我们刚刚拆除一个假炸弹，以为警报解除，根本没料到他会有这种后手。老姚叫我们过去看看直播，直播画面几乎被满屏的666和火箭遮住，画面上正是刚刚扑灭火焰的警车。各位老铁，今天的直播带不带劲？刺不刺激？火箭炮车刷起来，今晚12点之前刷到20万火箭，保证再炸死一大波警察。混蛋，他难道在公安局里装炸弹了？罪犯在审讯室发现一件诡异的事，警察不但不对他严刑拷问，反而给他打开房门放他离开，甚至连美女警花都亲手给他解开手铐。你们对俺真是太好了，俺保证再也不做小偷了。你想多了，只是把你转移到别的派出所。为啥？这里被人拦了，炸弹。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找到了吗？里里外外都翻遍了，也没发现炸弹。难道炸弹不在局里？今晚12点之前刷到20万火箭，保证再炸死一大波警察。我们有些先入为主了，他只是说炸起一大波警察，但并没有说地点。除了公安局，还有哪些地方有警察？民警、交警、协警、特警的单位和住处。那范围就太大了，到明天早上都找不到。这些地方他很难进来，应该是既有警察又容易混进去的地方。前阵子我在警校训练新学员，我感觉现在警校的管理有点松懈，那帮小子经常晚上溜出去上网，我晚上巡逻的时候能抓住一打。对，警校，我们马上赶过去。我们一行人来到警校，偌大的警校挨个搜有点不现实。王元朝找到校领导，说有紧急情况，要播一条广播。紧急情况，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我是教官王元朝。我们怀疑有犯罪分子在你们住处安放了炸弹，所有同学立即停止手下的活动，搜查自己的宿舍、教室，每班派出1名班干部来操场汇报情况。王元朝的广播播得有模有样，虽然平时不爱说话，但要说话的绝不含糊。一帮00后新生一听说有炸弹，兴奋的眼冒金光。炸弹，这妥妥的2等功啊！你们谁都别着我抢，凭什么？谁找到了归谁。这些家伙不愧是00后，所有年级都被搜了一遍，
却依旧没找到炸弹，也没有人目击到可疑分子混进校内。哎，又扑了个空。不对，我们忽视了一件事。什么事？午夜12点，无论是交警、民警、协警，哪怕是你们刑警也下班了，他怎么能100%确定炸死警察呢？除非有一个地方能100%确定那里有警察，而且不会被疏散。黄小桃瞪大眼睛，我也想到了，我俩几乎同时说出来。医院。上午那些受伤的警察现在都躺在一家医院里，医院比公安局要容易混进来，随便弄一件白大褂，戴上口罩就能溜进病房，而且那里的警察是不会移动的。我看了一眼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去医院。不好了，小宋宋，直播开始了，画面里出现的是一家医院。我们已经赶到了。眼下拆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把所有受伤警员和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先转移走。时间1分1秒流逝，我们一人架着一个警员往外走，一路上谁也没说话，等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看了一下手机，还剩1分钟，所有人都在这里了。这时一声巨响，爆炸的震动让整栋楼摇晃起来。还好赶上了。我们来到发生爆炸的房间，房间一片狼藉，我闻到屋内有一股消化甘油的味道。消化甘油是一种治疗心血管药物，同时也是炸药的一种。最强皮皮虾应该是从医院偷了拿来制成炸弹。这种物质气味吸附性很强，帮我找些针灸用的银针来。你要那玩意干嘛？不能再被这个混蛋牵着鼻子走了，我要用天狗寻踪术把他揪出来。我来到空气清新的地方，深呼吸了几下，一会儿功夫，黄小桃找来针。当最后一根针刺进穴道之后，瞬间好像有拳头在殴打我的鼻子。空气中残留的消化甘油气味，浓重的就像掉进一个装消化甘油的大桶里似的。怎么样？他就在附近，跟上了。跟着气味的指引，我们来到附近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突然，一阵刺眼的光迎面照射过来。滚出来！各位老铁，我现在正被警察追杀，嘿嘿，刺不刺激？火箭炮车都刷起来，过了今晚，我只能过监狱风云了。怎么样，没受伤吧？我没事，我们快跟上去吧。小宋宋，这小子还在直播呢，正玩命的逃跑，节目效果要上天了，我开个免提给你感受一下。妈的，这条子好猛！不过我现在躲起来了，他找不到我。老铁666。这家伙还真是拿生命直播呀！老妖他躲哪了？1楼化妆品柜台后面的仓库。当我们快接近的时候，手机里又响起最强皮皮虾的声音。各位老铁，主播看来气数已尽了。不过不要紧，我身上还绑着炸弹呢，死也要拉这个警察垫背。等等，先别靠近，他身上有炸弹。王元朝用对讲机交谈了几句。增援马上就到。抓活的有点不现实了，现在只能引诱出来，叫元朝一枪爆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谁去和他谈判？我来吧。这里没有谈判专家，我只能赶鸭子上架。你已经被包围了，我劝你别做傻事，出来投降。老子铁骨铮铮一条好汉，一辈子从来没怕过谁，叫老子投降，下辈子吧。突然，一只手伸了出来，看清他手上的东西时，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个松发式引爆器，一旦松开就会引爆。警察同志，我劝你认清现实吧。我身上有30公斤炸药，只要我的手一松开，就会砰一声把这栋楼炸，谁也别想好。罪犯只是举起一个握力器，镜下的警察纷纷后退，就连身经百战的特种兵都吓得冷汗直流。原来那是一个握力器改装的引爆器，一旦松手就会引爆。所有人原地待命，不要开枪，他身上有炸弹。嘿嘿，这就对了。嘿嘿嘿，小子，我饿了，给我整点夜宵。你就不怕到时候我在饭里加点料？切，你们的命都捏在我手里，我一旦失去意识，这玩意就会爆炸。这么多警察陪我去阴曹地府，老子赚大发了。你少自我安慰了，就算拉1万个人垫背，你自己还是得死。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自己的命更值钱。他脸色一变，把握着引爆器的手伸到我面前。还不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个份上的，要不同归于尽，要不你们忏悔，没有第三种选择。别激动嘛，咱们慢慢谈。小桃，给他弄点吃的喝的。黄小桃皱了皱眉，他自然知道这是缓兵之计，于是吩咐手下叫份外卖过来。不一会，外卖送来，这顿夜宵十分丰盛。他把摄像头架好，对准饭台。老铁们，看见了吧？条子现在伺候大爷一样伺候我，这么刺激的直播，过了这个村就没个店了。主播溜不溜啊？哟，还播着呢。是啊，像我这么敬业的主播哪里能找啊？网上那些人净整些虚头巴脑的，瞧我多实在，说在哪儿放炸弹就在哪儿放炸弹，说自爆就自爆。
小哥，看你长得还挺帅，虽然没我帅，要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露个脸？不了，你继续吧。我直播间呢可有不少富国，给你介绍个对象了，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他此刻一定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心理防线松懈，应该可以趁机获取一些情报。对了，你那什么网站，我们怎么搜不着？深度直播嘛，你们肯定看不到，这个网站一般人是进不来的。那你是怎么被签下来的？是网站主动找到我的，他们说看中我的能力，想让我来当主播，我就答应了。你挣了不少钱吧？不行不行，一天也就几十万吧，挣的没我朋友多。这么屌，这网站什么来头？可不，幕后老板牛逼着呢，黑白两道通吃。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警察他们都不放在眼里，就算你们把我抓了，他们也有办法把我救出去。所以我劝你们。说到这里，最强皮皮虾的直播突然中断了。估计是网站不希望这个大嘴巴随便透露幕后老板的事情，把他的直播给关了。都是你在那里东问西问，你的直播停了。你的命都要没了，还在乎直播？他使劲点着自己的胸口，我都怕他把炸弹点爆了。直播比命重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老子死无所谓，但老想成为直播界永远不可超越的丰碑。他举起引爆器，现在老子的梦想破裂了，我要你们全部给我背走。他的手还真的松了一下，我们吓出一身冷汗。等等，我有个主意，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出名吗？我现在把记者找来，全省紧急直播，到时候不要说什么全国了，全世界都能知道你的大名，到时候你比拉登还火。哎，还是这个小姐姐理解我，我给你们1个小时让记者。我头一次见到这么想出名的人，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和我抓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犯人相比，这个一心图出名的家伙简直太正常了。这时王元朝冲我递了个眼色，用下巴指指外面，我知道他有话对我说，准备往外走。喂喂，去哪儿啊？上个厕所。我来到外面，王元朝在那里等我。凶手现在对你完全信任，只有你能接近他。我现在教你一招简单的擒拿，找一个机会把引爆器抢下来。这时一把唐刀架在他脖子上，一个声音冷冷的传来：停下来！一张冷冰冰的脸出现在我们身后。王元朝突然俯身，一记冲拳打向宋星辰的腹部。宋星辰没料到王元朝竟然会还手，但他的反应十分灵敏，向后一退，两人电光火石的交起手，拳脚交加的画面看得我眼花缭乱。突然寒光一闪，刀光从王元朝的脖子掠过，两人维持着一个姿势不动，就好像决斗中的日本武士一般。我担心他把王元朝嘎了，仔细一看，原来王元朝的领口被削掉一片布料。宋星辰把刀一甩，帅气的收进刀鞘，两人伸手高下立定。元朝，别动手，他是暗中保护我的人。王元朝上下打量宋星辰，眼神中透着些许敌意。我不管你们打算怎么抓犯人，总之小少爷不能冒险。除了这个办法以外，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生擒罪犯。谁说没有办法？你们还可以撤退。宋星辰的一切行动是以我的安全为首要目标，罪犯能不能抓住他并不在乎。你只是宋家派来保护我的，没权干涉我的人身自由，我愿意冒险就冒险。你执意如此的话，为了不让你送命，我会把你的手砍掉。喂，你神经病啊！小少爷，你给我记住，你的命是宋家最宝贵的财产，你必须好好活下去。男人只穿了条内裤趴在电灯泡上，身上浇满了烫烫的菜籽油，身下的灯泡覆盖了整个房间的地面，只要一个灯泡碎掉，灯丝的热量立即会让他全身燃烧起来。他骗了我们，明明说释放人质，又做出这种事情。小少爷，你给我记住，你的命是宋家最宝贵的财产，你必须好好活下去。那就取消这个计划吧，我们还是继续耗下去。等他精神支撑不住的时候，我会上去抢引爆器。你千万要小心。这时黄小桃突然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情况有变，赶紧回来。我们火速赶回商场，最强皮皮虾正在接电话，言辞特别激烈，好像在跟谁吵架似的。怎么回事？主犯打电话来了。喂喂，我刚没有怎么样跟你们说。他把手机按了免提，从里面传来一个经过技术处理的声音。各位，我是行者疾风，我的搭档擅自行动，首先我想向你们道歉。喂喂，你他妈别整，他人威风，灭自己之心，你没看我干得多漂亮？闭嘴，你这个废物！继续僵持下去，对我们双方都不利。我思考再三，想到一个最完美的解决办法：交换人质。现在有4名人质在我手里，你们把我的搭档放了，我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们。你别自作聪明了，警方是不会跟你谈判的。这不是谈判，这是一笔交易。如果你们不接受条件，我现在就让他自爆，然后我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死这4名人质。嘿嘿嘿，瞧好了，老子要动真格的了。现场的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黄小桃向我投来征询意见的眼神，我点点头。
让他逃掉之后会害死更多人。眼下只能先答应，之后再想办法把他们抓回来。我数到3，我的搭档会松开引爆器，谈判也宣告破裂。1、2。我们同意交换人质，但是你必须先告诉我们人质的藏身之处。我先告诉你们2个，等你们放人之后，我再说出另外2个。黄小桃刚要开口，行者疾风接着道：“主动权在我，我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我没料到行者疾风会突然打电话来跟警方谈判，这个人的胆识、谋略过人，不愧是个天才。他把2名人质的藏身之处告诉我们，黄小桃立即叫人去营救。半小时后，警员打来电话，说2名人质顺利解救。现在跟你们兑现承诺。行者疾风，你只能猖狂这一次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见面。黄小桃做了个手势，警察闪到2侧，让他通过。他一离开商场就飞跑起来，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很好，我现在履行承诺，告诉你们另外2名人质的藏身之处。他故意说得很慢，好让最强皮皮虾有足够的时间逃掉。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黄小桃突然一声把手机打爆。王元朝，立刻追上犯人，看见他就开枪，其他人跟我去营救人质。有枪的跟我走。一大批精壮的年轻警察随着王元朝冲了出去。我早料到黄小桃不会老老实实接受对方的条件。其实这场交易本来就是博弈，双方都不信任彼此。不知道行者疾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行，我要给这场追捕再加一道砝码。我冲到外面对着空地喊道：“宋星辰，我知道你能听见，我命令你去追捕犯人。”我们火速赶往人质的藏身之处，2名人质在2个地方，几辆警车在一个路口兵分两路。我和黄小桃赶到一片城中村的老旧出租屋，刚走到近前就听到屋里传来一阵鬼哭狼嚎的喊：“别进来，别进来！”我和黄小桃交换了一下视线，生怕一推门就会触发什么机关。我们是警察，来救你的。真的吗？快来救我，我是撑不住了。我们把门推开，便看到了开头的一幕。先救人吧，去把电闸关了。一名警察答应着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冲到外屋，那名警察刚搬了个凳子，踩在上面正准备拉闸。先别动，让我看看。我站到凳子上朝电箱里看，乍一看什么都没有，但是角落里却有一道红光在闪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极有可能是炸弹。先别动电闸，去找一个泡沫灭火器。话音刚落，屋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夹杂着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我赶紧回到里屋，看见受害者全身燃烧，正在灯泡上打滚惨叫。幸好这时那名警察抱着灭火器冲了进来，我们对着受害者一阵狂喷，火这才熄灭。受害者全身裹着一层白花花的泡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感觉人都瘦了一圈。我用手试探了一下，他还有呼吸，快送他去医院。发生这种事，可以说间接是我们造成的。受害者本来在灯泡上勉强维持平衡，得知警察来救他，紧绷的精神瞬间松懈下来，结果弄碎了一个灯泡。这时王元朝等人才驱车赶到，从车上推下来一帮戴手铐的人。我一阵惊喜，以为凶手被逮捕了。可是过去一看，2名凶手都不在里面。我们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最强皮皮虾，之后就全速追赶，结果那辆车突然开进林子里，然后从林子里面出来10几辆型号、车牌号一模一样的车，我们相继把剩下的10几辆车截停。结果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个小混混，这些小混混供认说他们是别人花钱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有漏网的吗？有4辆车没抓住，凶手可能在上面。凶手应该不在上面，他可能在林子里面弃了车。你们追的所有车都是替身，这家伙的逃脱手法真是滴水不漏，令人刮目相看。还有就是抓捕过程中，宋星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帮那些忙，打伤好几名小混混。还有警察啊！因为这家伙一直不表明身份，被同行的警察当成疑犯，他一言不合就动手，把3、4名警察打伤了。我一阵懊恼，这家伙就是个独行侠，没有一点团队合作精神的，不该让他出手的。正在我懊恼之际，突然老妖打来电话：“小宋，凶手开始直播了。”难道他们手上还有人质？我们火速赶回去。大家在一间会议室集合，用一个投影仪把视频投到墙上，画面亮起。李德荣，你一直都渴望成名，今晚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我一瞬间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今晚的受害者竟然是他的搭档，最强皮皮虾。男人在查案时发现诡异的一幕，悍匪达人无数，却被一个造型怪异的木驴吓得浑身颤抖，甚至有股黄色液体从他2腿之间滴落。天啊，这是什么东西？木驴执行。画面亮起。李德荣，你一直都渴望成名，今晚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接下来你将在上万双眼睛面前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容我说明一下，你身上有一枚定时炸弹，时限只有1分钟。想从这具机关上逃脱，
你必须把那根木桩不断插进自己的身体，插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好好把握这1分钟，为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吧。审判开始。这本是古代用来惩罚荡妇的一种酷刑，行者疾风竟然要用它处理掉自己的搭档。也许是这个直播网站幕后之人指使，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毕竟猪肉龙的擅自行动差点让他俩暴露。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说，丧心病狂这4个字都已经无法形容他扭曲的内心了。经过20多秒的剧烈挣扎，他终于下定决心，使劲地坐进木桩里面。卧槽，我看不下去了。这一幕让大家都看得生理不适，观看直播的观众却异常兴奋，瀑布一样的弹幕和打赏通知几乎要把屏幕整个覆盖住。只剩10秒钟的时候，猪肉蓉终于让铁夹打开了，他用鲜血淋漓的双手赶紧去拆腰带，可是却拽不开，只剩5秒了。猪肉蓉一把拽开自己紧身的我一出，我操你全家！然后他快速的说出一串数字，砰的一声，满屏血雾，屏幕里只剩下猪肉蓉的半截尸体。太残忍了！他死前报的数字像一个手机号码，我们可以用卫星精准的定位手机号码的地理位置。很快我们查到这个号码就在南江市，正在慢慢移动。现在是凌晨1点，这个移动的号码很可能就是行者疾风。出发抓人！大家立即上了警车，朝那个目标赶去。救回来的人质里有女人吗？有一个，职业是夜总会的小姐。难怪，今晚这个墨绿机关应该不是专门为猪肉蓉准备的。行者疾风急于处理掉猪肉蓉，才演了这一出。没想到阴沟里翻船，猪肉蓉竟然在死前一瞬间透露出关键情报。目标正在快速离开，要不要追？兵分2路，一队去追目标，一队去搜索目标最开始出现的点。我们来到目标最开始出现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是一栋郊区的别墅。我们推门进去，屋里有一股电线烧焦的气味，从一间屋里传来一阵强烈的热量，以及噼里啪啦的声音。不好，他们正在销毁证据。我们冲进去，看见一台电脑正在熊熊燃烧。快灭火！警察赶紧切断电源，从浴室弄水过来灭火。火熄灭之后，我环顾四周，这里有10几个人待过。猪肉蓉告诉我们的不是汪一舟的位置，而是这家直播网站的工作室。我来到客厅，撑开验尸伞，缓缓转动，红红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常人看上去的红色，在我的洞幽之瞳看来却跟彩虹一样，有许多深浅不一的红色扇形区域组成。不一会儿，地上清晰地印出一行脚印。我去，这也太神奇了吧！其实早在宋朝，古人就意识到了紫外线具有令伤痕现形的功能。经过大宋提刑官宋字的不断改良，在伞面上涂上不同的药水，这验尸伞便可以用来查看不同的痕迹。不少人吹嘘西方法医多么厉害，器械多么先进，殊不知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完剩下的。这帮家伙当时手忙脚乱，用汽油销毁证据的时候，自己踩了不少。走，我们去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一路追踪脚印，来到一片烂尾楼附近，脚印已经淡得看不见了。我和黄小桃上去，其他人在后面待命。我虽然没有警衔，但他们对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像对黄小桃一样言听计从。这片烂尾楼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工程，当时是想搞一个别墅区，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房子盖得再精致，有钱人也不愿意来，项目就黄了。当来到一栋2层小楼前，我用手挡了一下黄小桃。人在上面，我马上呼叫增援。先别，把你的枪给我。你干嘛？小心打草惊蛇。我就是要打草惊蛇。说完，我对天放一枪，枪声震碎夜空，像雷声一样回荡不止。2楼传来一声尖叫，我和黄小桃对视一下，同时笑了。滚下来，不然待会儿叫特警冲上去，把你们统统击毙。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我们只是拿钱办事，网站的事真的跟我们无关。黄小桃用无线电叫其他警察过来，那些人一个个举着手来到我们面前，都是些瘦瘦的技术员，面色苍白，眼泡浮肿，看就是长时间宅在屋子里不出门。你们是干嘛的？我们只是替网站做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的程序员，刚刚接到负责人的电话，说网站暴露了，叫我们马上撤离。我发动洞幽之瞳盯着他的眼睛。负责人在哪？坐车跑了，他是老板，自己的命最值钱，哪管我们死活啊？我们只好躲在这里。这人明显比别人脸色要健康些，手指一看就不像长期接触电脑的，而且他身上那件 T 恤衫明显不合身。别装了，你就是负责人。警方在审讯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刚刚还满嘴谎话的罪犯，只是闻到了一股香味，就变得神情恍惚，不但将案情全部交代，甚至连小时候偷看寡妇洗澡的事都说了出来。宋阳，你手上拿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我们宋家的家传秘药入梦散，至于效果，你看看就明白了。说完，我将那个小瓶放在他鼻子下叫他闻，他的眼神立即恍惚起来。有没有感觉椅子越来越烫？是不是快坐不住了？闻到自己的皮肉烧焦的味道了吗？男人尖叫一声，拼命地扭动身体，好像真的坐在烙铁上一样。放我下来，放我下来！老实交代，网站是你建的吗？是我建的。
为什么建这个网站？挣钱。原来负责人姓许，就是他搞出了这个深度直播，打着揭发人性的名义，直播各种下三滥的东西，交钱越多权限越大，能看到的劲爆内容就越多，到最后下三滥已经无法形容上面的内容，许多主播已经开始触犯法律，达人放火在上面都是小儿科。这时他也害怕了，这可不是搞个色情网站的小事，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平台足够他判几10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些神秘人找到他，那些人说想出资包下他的网站，仍然是徐某来运营，但收入的50%归他们。你为什么答应他们？因为他们承诺过我，哪怕有一天我就算被抓，他们也有办法把我救出去。这个组织的势力真是恐怖，轻轻动动手指就能造出这样一个网络怪物。等等，难道是那个组织？我和黄小桃错愕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江北残刀，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人，也只有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组织了。24小时看紧他。眼下我们端掉了行者疾风的老家，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他了。这小子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扑空？他现在能和我们周旋的资本越来越少了，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落入法网。喂，哪位？有人指明要见咱俩，猜猜是谁？孙老虎从省里回来了。不是，就是上次那个被烧伤的受害者。他说都是因为警察害的，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非要咱俩去跟他谈谈，不然就自答。这人怎么戏这么多？我和黄小桃来到医院。找我们有事吗？他全身裹着绷带，用充满恨意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感觉这个人已经有点神经病，所以语气不敢太强硬，说了一堆开导安慰的话。黄小桃对这种安慰人的活很不耐烦，走在窗户边眺望外面。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他手上的绷带结方向不对，一看就是自己打的。我突然抓住他的手，扯开绷带，看见下面是完好的皮肤。你是谁？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突然掏出一支雾剂，对着我的脸一喷，我来不及屏住呼吸，一头栽倒在地。等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正在沉入水里，肺部一阵刺痛，我拼命挣扎摇晃，突然哗啦一声离开水面，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因为乙醚的作用，我的大脑一阵昏沉，好像塞了棉花似的。我回想起之前的事情，突然间意识到一个可怕的现实：我被行者疾风抓起来，接受审判了。我环顾四周，周围一片漆黑，我似乎正处于一个游泳池的正中间，被固定在一个巨大的冲浪板上。这时我发现冲浪板一直在摇晃，四周哗啦啦地溅起水花。以冲浪板的构造，重的一面肯定会翻到下面，这个冲浪板却没有翻，也就意味着有人在冲浪板的另一边。黄小桃，小桃，不要乱动，我在这一边，现在我往左，你往右，咱们一起使力。虽然黄小桃不能说话，但我能感到她在配合我的动作。黄小桃深呼吸了10秒左右。宋阳，我翻过来让你呼吸，1、2、3。小桃，我们每人呼吸30秒。这地方看起来像体育馆，现在的时间可能是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撑到明天早上才有人来救我们。你真以为你们能支撑到明天吗？一个声音从泳池那头传来，我抬不起头，但我非常确定，他就是王一舟。这个世界人无正义，邪恶终将受到。王一舟，你到底要做什么？拜2位所赐，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能把我逼到这种份上，我只想说佩服，佩服。小桃，换你上来。你少得意了，你以为你能逃掉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身上发痒？我在水里放了一些腐蚀性的药水，长时间浸泡就会死。虽然咱们接触不多，但我早就听说过兰江市有一对少年神探和美女锦花的搭档。你们2位亲昵无间，彼此信任，而这次的审判正是考验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其中一个人必须让另一个人淹死，才能支撑到天亮，等到救援。你别做梦了，我们会活下来，或者一起死。是这样吗？在求生本能面前，你们之间的感情又值多少钱？等你们发现全身仰如已逝，心跳开始减慢的时候，还有力气继续为同伴提供氧气吗？也许他再也不会给你呼吸的机会。好了，祝你们2位玩得愉快。
小桃，他在挑拨离间我们，千万不要动摇，撑下去，一定要撑下去。宋阳，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其实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一直以来我装作对你有好感，其实只是在利用你，把你绑在我身边，让我多多立功，好往上爬。你只是被我的演技欺骗了。听到这番话，我的心脏一阵刺痛，但很快明白过来，黄小桃是在故意激我，目的是想牺牲自己。你在说什么傻话？别丧失信心，宋星辰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等这个案件结束了，我去你家，咱们过几天猪一样的生活，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恐怖片全看一遍。宋阳，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你不用再为我坚持了，我讨厌你，讨厌的不得了。黄小桃已经陷入绝望之中，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完全骗不了我。听见她哭，我有种万箭穿心的感觉。又过了5分钟，当我准备唤她上来呼吸时，却发现黄小桃在下面不肯配合。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翻不动这块板子的，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牺牲自己了。小桃，冷静点，听我说，我已经有逃出去的办法了。你先上来透口气，30秒之后我告诉你。我这番话完全是拖延时间。黄小桃此刻精神异常脆弱，哪怕是谎话也好，只要能让她鼓起信心就行。终于，黄小桃乖乖配合了我的动作，可我互换位置。上面没有可以求生的东西，水下或许有，也许有游客把什么东西掉在这里。我猛地睁开眼睛，那种刺痛感好像针扎进眼球一样。我强忍着刺痛在水里来回扫视，突然我注意到一样东西，是出水口。如果我把双手挣脱，以我的身高是可以够到的，把水放掉，我们就可以支撑到天亮。但要怎么才能做到呢？这时我突然想到，在人猪案中，无面奴曾经用折断大拇指的方法挣脱手铐。我犹豫良久，终于狠下决心，咔嚓一声把大拇指推折了。我虽然疼痛难耐，心里却异常兴奋。宋阳，我刚刚好像听见咔嚓一声，你该不会是把自己的拇指折了吧？让我来就是了。没事的，只是脱臼而已，还可以接回去。我强忍着刺痛，生存的希望使我鼓起干劲，继续把第2根拇指折断。我的上半身彻底从束缚中挣脱了出来。刚好能够到，感谢老妈给我这样的身高。那是一块颜色不一样的钢板，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抠着边缘，整个泳池的水压都压在上面，重得像铅块一样。不知试了多久，我的指甲都抠裂了，我感觉自己快要憋不住了。突然，那块板子移动了几公分，一股强大的吸力从边缘传来，在水流涌入的地方慢慢形成一个小型漩涡。成功了！10分钟后，泳池的水已经排干，我俩都可以自由呼吸了。宋阳，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好了。不用说什么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还客气什么？宋阳，你其实可以再勇敢一点的。我听出他话里的暗示，心脏一阵狂跳。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该不会是凶手回来，看看我俩有没有死吧？我可没精力再玩新节目了。小少爷，我一定要宰了那家伙。还是先救我们上去吧。话说，你之前去哪了？谢谢。这次是我的失职，按照宋家家法，你有权利处罚我。处罚你？那就罚你去买2杯珍珠奶茶过来吧。宋星辰起身，不声不响地出去了。他的裤子上沾满泥点，似乎找了很久才找到我们。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一阵感慨，不知何时他在我心中也早已不是朋友那么简单。这时外面传来警笛声，走吧，回家了。杨子，你怎么弄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先让我们把衣服换了吧，全身都湿透了。宋阳，你这身还挺帅的嘛。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会儿？不，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疑犯应该就在这个区，我们得赶紧把他抓住。黄队，疑犯已经落网了。罪犯明知自己犯了死罪，可他不但不逃跑，反而一脸平淡地等待警察到来，甚至连手铐都提前自己戴好。这家伙疯了吧？他被捕前只说了一句话：没人能审判我，组织一定会救我出去的。一定要盯紧他，这个组织无孔不入。然而我们都想错了。1周后，经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犯罪嫌疑人汪一舟犯故意达人罪、破坏公共安全罪、袭警罪，罪行极其严重，手段极其残忍，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犯罪嫌疑人徐有文犯非法经营罪、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破坏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属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0到15年不等。整个非法直播平台被连根拔除。深度直播背后的金主的确是那个神秘的犯罪组织江北残刀，只不过这个网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捞钱工具罢了，他们并不在乎网站的死活。这个汪一舟的重要性还不如上次的孔辉。这个案子到此终于宣告完结，我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对了，我之前说汪一舟被抓，我就给齐胜带条中华烟。豹子山监狱里的那个老头。走，姐开车带你去。我们把车停在外面，过了几道门禁。这时犯人正在放风，经过铁丝网隔开的大院时，不少犯人扒在铁丝网上冲黄小桃吹口哨，还有人把手放进裤裆里面做下流的动作。黄小桃看得直皱眉，都给我滚回去，不然扣分。犯人一听到扣分就立马老实了，全都一溜烟的钻回屋里。扣什么分啊？犯人平时要进工厂劳动，攒工分，工分是和表现挂钩的，攒多了可以减刑或者保释，但只要犯个小错就会扣不少分，所以犯人一听到扣分就立马老实了。这时我却发现有个犯人却没挪窝，那人扒在铁丝网上，冷冷地望着我。可真风光啊，宋阳。听见有人叫我名字，我愣了一下，一开始还没认出来是谁，仔细一看，我和黄小桃同时认出了他，是他。那是我人生中破获的第一个案件，也是我和黄小桃结缘的开始。不够，现在的我还远远不是江北残刀的对手，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能为爷爷报仇。杨子，大新闻，大新闻！学校里来了个女警花，前凸后翘，最少有 C， 师弟也没准。无聊。真的，力哥我自以为阅人无数，心如止水，看见这位警花小姐，都突然有种想犯罪的冲动。袭警罪判几年，在线等，很急。话说，学校里怎么会有警察？好像是人工湖那边有个男生掉血了。好几辆警车开进了学校，你说稀奇不稀奇？我只听说过女生为情所困上吊自杀的，还是第一次听说男生上吊的。杨子，你说？我来到了学校的人工湖，这里聚满了人，有警察，也有来看热闹的学生。警察在周围拉起了一道警戒线。我看见警戒线内的一棵老槐树上挂着一根皮带，吊死的尸体已经被放下来了。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法医正蹲在那儿验尸。因为现场人太多，加上树木茂密，我完全看不见尸体。杨子，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平时瞧你正儿八经的，遇到学妹们递情书都脸红，原来你小子深藏不露啊！看到了没？就在那。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太好了，这个角度刚好能看清死者的真面目。怎么样？没骗你吧？真好看，好想被他铐起来，用警棍在我身上抽打啊！我操！我在看尸体呢。骗鬼呢？吊死鬼哪有美女警花好看？我没有理会他，只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大约20多岁，相貌普通，两眼突出，脖子上有一道清晰的勒痕，死前大小便失禁。从这几点来看，死因是上吊无疑。奇怪，这片树林距离人工湖不过1步之遥，为什么他不选择投湖？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看着看着，我忍不住凑过去仔细观察。杨子，你疯了？我说着玩呢，你还真上去找人家搭讪啊？怎么样，秦法医，是自杀还是他杀？死因为上吊窒息，死者身上没有发现搏斗、捆绑的痕迹，我认为是自杀。既然这样，那收队吧，尸体带回去做解剖。我看没必要解剖了，我验过这么多尸体，不会有错的，自杀就是自杀。几名警察走过去，准备把尸体装袋。他弄错了，这个人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男人在学校上吊死了，资深老法医都判定是自杀，而我却说他弄错了。等等，他弄错了，这个人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你说什么？谁允许你进来的？没有谁允许我进来，我就是看你弄错了，忍不住想指出来。笑话，我弄错了，我可是刑警队里资历最老的法医，我还真有点佩服你的勇气。看过几集名侦探柯南就拿自己当神探。你说说看，这个死者是怎么被谋杀的？不过你可要想清楚，妨碍警方办公是要行政拘留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赶紧给我道个歉，我就原谅你刚刚的出言不逊。如果我说对了呢？真要是那样，这案子我不查了，让你来好不好？秦法医，这样不好吧？秦法医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不要打岔。显然这老法医资历很老，远比这位年轻的女警官说话有分量。小子，来说说看吧。我走到死者上吊的那棵老槐树下，上吊的时候为了能够到树枝，
死者特意在脚下码了一叠石头，但是石头旁边的草地上却有一块很容易被忽视的压痕。你们看，这里有个压痕，说明他自杀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在这里码了一叠石头，把他扶了上去。你见过自杀还需要别人帮助的吗？所以这不是谋杀是什么？我以为你瞧出什么重大线索来了，原来就是这个。小子，你这跟头可栽大了。死者是今天早上被校园的一名清洁工发现的，他看见有人上吊就把死者弄了下来，这其实是清洁工踩出来的脚印。怎么样，我话可说了吧？这痕迹根本就不是脚印。我想起来了，是我刚才搬运尸体的时候顺手把工具箱放在那留下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被你当成重要线索。这法医真是死要面子，为了强行解释，竟然说凶手留下的痕迹是自己弄的。我知道在旁人眼中，草地上的压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线索，但在我的动幽之瞳面前，不同重量、不同形状的物体压断的草丛形状简直有天壤之别。可惜我看见的东西别人看不见。真是浪费时间，来人把这小子赶出去。等等，除了草上的压痕之外，死者身上还有凶手留下的手印，这你们也没看出来吗？小桃，这小子又在信口雌黄了。我刚刚用紫外线灯照过，死者身上根本就没有指纹。我说的不是指纹，而是手掌压痕。不管任何物体，只要有外物在上面施加压力，都会留下压痕。吹牛不打草稿，我用几万块的进口仪器都没验出来，你一双肉眼睛就能看出来。你就这么迷信仪器？仪器不是万能的，验尸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工具，有时候一张只能达到效果，几万块的仪器却未必能检验得出来。好，你来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我干法医的时间比你这小子的年龄都大，我还不信了，我都验不出的东西，一个读过几本课外书的小孩子能验出来，你要是能验出东西来，我马上拍屁股辞职。秦法医，这不太好吧？不要紧，我今天就要教训这个班门弄斧的小鬼。一言为定。小同学，你已经在这里耽误了我们很长时间，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如果你最后什么也没验出来，我会以妨碍公务罪把你逮捕，你可要想清楚。我很清楚。好吧，你想验就验吧，需要什么工具你尽管开口。不，我用不着那些工具。大力，你过来一下。来了，杨子。杨子，你问锦花小姐叫什么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咱们现在干正事呢。再说了，你想找对象直接去下个爱聊就行了，选择同城匹配就可以配对到6个单身美女，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有喜欢的还能先视频看看样子。最近入驻了很多着急脱单的美女，条件放得低还热情，大家都在附近，要谈恋爱也方便，就适合圈子小嘴笨老实的男生去玩。这么好，我这就下一个。大力，你帮我跑个腿，把我衣柜最里面的一把红色油纸伞拿过来，记住我柜子里的其他东西千万别乱碰。好，你等我一会儿。杨子，是这把吧？没错。我打开伞，在阳光下缓缓转动，随着阳光的照射，红红的影子投在尸体的胸前，死者的肩膀上突然出现了半片若有若无的手掌印。这不可能！这些手掌印很小，像是女人留下的。奇怪，这些掌印的纹路怎么有点不大像掌纹？那不是掌纹，是衣服的纹理。这些手印是隔着衣服留下的。人死亡的瞬间，全身阳气会在一刹那间从毛孔中散溢出去。如果这是有外物阻断皮肤，便会留下阴阳痕，除非用特殊方式，否则是不会显现的。行了，你还真有两下子，从哪里学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理论？那如此说来，这案子是谋杀？肯定是谋杀。对了，某人刚刚不是说，如果我验出来，你不但把这案子交给我调查，还拍屁股辞职吗？你老婆会记性不好，说了就忘吧。对啊，我也听见了。堂堂法医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都是玩笑话，当不得真的。玩笑话，老先生，如果是我没验出来，恐怕你早就把我抓起来了吧？小桃，你看见了，这小子在拿我开涮，赶紧把这无理取闹的小子轰走。秦法医，你不能这样出尔反尔，刚刚你俩之间的约定在场之人都听见了，既然答应让他来查这个案子，就应该兑现承诺。黄小桃，连你也不帮我，行，这案子我不查了，让他去查吧。这小子要是能把这案子破了，我就离开刑警队。说完他就愤愤地走了。那这个案子就请你多多指教了。好说好说。这时警戒线外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哭声。是鬼，我男朋友是被鬼杀掉了。校花被砍下头颅，身体被人大卸八块藏在了一架钢琴里。自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教学楼里就会无端地响起恐怖的钢琴声。是女鬼，我男朋友是被女鬼杀了。任何人只要打断女鬼演奏，就会惹她不高兴，然后被夺走性命。第一个是邓超，然后是张凯，下一个肯定就是我和甜甜了。你们认识死者？何止认识啊，
芳芳跟张凯都谈2年恋爱了。你昨天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什么时候？昨晚我们在一起，但我敢肯定，杀死他的人是鬼魂。于是他说起昨晚的遭遇。昨晚我们4人去那栋废弃教学楼冒险，果然在一间音乐教室里看见了那架传说中的钢琴。张凯掏钱吧，怎么样？我就说吧，那个什么白衣校花的传说，根本就是编出来吓唬人的。不行，你必须得在这里待1晚上才算数。说话不算话是吧？我看你是怕了吧？我怕了。行，你们都走吧，我今天就在这过夜了。谁知我们前脚刚走，身后突然响起了恐怖的钢琴声。我们回头一看，一个穿着白衣服的长发女鬼正坐在钢琴前弹着钢琴，屋子里有无数根锋利的琴弦，好像女鬼的头发一样在飞舞。邓超忽然摇晃一下，一头栽倒，脑袋咕噜噜的搬了家。你亲眼看见你同学的脑袋被女鬼割了？是的，尸体现在还在那栋废弃教学楼里。我们一阵错愕，一起看似简单的上吊自杀案，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一段恐怖的校园传说。走，我们去看看。对了，看你权力不小，到底是多大的官？1级警司也不是很大。小桃姐姐，你真是年轻有为。梁子，1级警司到底有多大？中国的警衔分为警员、警司、警督、警监、总警监5档。1级警司说大不大，但警花小姐这么年轻，这升迁速度也确实等于屁股上坐火箭。我们一行人来到3楼的音乐教室，这里的走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都阴森森的，简直就像恐怖片里的场景。这什么钢琴女鬼的传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这种10年前的破事，也就女生们喜欢传播，平时哪有女生跟我们说话？反正我是不相信这种校园鬼故事。那你躲我背后干嘛？哪有，我刚刚系鞋带落后你1步罢了。几名警察率先破门进入，很快就发出惊恐的叫声。我们随即跟上，发现教室里倒着一具无头尸体，血流了一地，都已经凝固了。不要乱动现场，把教学楼围起来，立即拍照取证。警察们立即开始忙碌起来。能搞定吗？法医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到，法医做不了的事情我也能做到。那我就放心了。我蹲下来检查尸体。死者从衣着上看是一名20岁左右的学生，他朝着门的方向倒下，脑袋从第4根脊椎的部位被整齐的切了下来，但不能因此认定这就是主要死因。死亡时间应该在10小时左右。你也懂这个？看得多了自然懂了。你瞧，死者的尸斑已经开始融合，手指出现尸僵，这不正是死亡10小时左右的特征吗？请法医要是在这里，估计也会这样判断。这么说，我猜对了。很遗憾，死亡时间应该是48小时左右，误差不超过2小时。不可能，这尸体明明还很新鲜。凡事不能看表面，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大力，你去帮我准备几样东西，我要毛巾、开水桶、绳子、铁板、电热炉、白醋、生姜。要不要孜然和辣椒面啊？我要那玩意干嘛？你瞧你要的这些东西，不是准备吃铁板烧吗？去，赶紧给我弄来。那这钱？放心，完事了我给你报销，记得开发票。对了，咱们宿舍老四是不是养了几盆多肉？你给我顺一盆过来。要那玩意干嘛？查案子太枯燥，你还弄盆花来调节气氛？别问了，快去吧。王大力走后，我盯着无头尸体发呆。奇怪，死者的脑袋上哪儿去了？我站起来环顾四周，这间音乐教室很开阔，前面是讲台，讲台旁边摆着一架老式的木质钢琴。你会弹钢琴啊？当然不会，不过这钢琴有几个键卡住了。不对，快把琴盖打开，里面有东西。当琴盖被打开之后，在场的众人发出一阵惊呼。在钢琴的内部，许多琴弦都断掉了，乱糟糟的琴弦好像蜘蛛网一般，缠绕着一颗血肉模糊的脑袋。这脑袋和身体基本上是同一个人的，脑袋是被利器切开的。我凑近脑袋嗅了一下，头颅上好像涂了什么药水，加上钢琴里面细菌较多，腐烂速度大大加快，面部都有点认不清了。也就是说，无法复原了？基本上不可能复原。凶手把死者的脑袋涂上药水，放在钢琴里面，也许正是刻意让他变得面目模糊，混淆视听。杨子，我把你要的东西找回来了。卧槽，这颗血呼啦茶的脑袋你们是从哪里找到的？太可怕了。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更美，你受不了就出去转转。我要开始验尸了。死去多日的无头尸体竟然活了，只因男人用特殊手法给他按摩。宋阳，你是怎么办到的？生中有死，死中有生，就算是已经死亡的尸体，还是能够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恢复他的部分身体机能的。这也太玄乎了吧！
一点不玄乎。人死亡的时候，肺里或多或少会憋进去一口气，除非是溺死或者窒息。刚刚你们看到的诈尸，其实是死者肺里这团空气把尸体给顶起来罢了。这时，这具无头尸体突然在脖梗处的伤口里喷出了一大团带血的冰碴。我把地上的冰碴子用镊子夹起来，拿在眼前仔细观察，冰碴子上面沾了血和一些碎肉。死者的肺里怎么会有冰块？因为他死后被人冷冻过一段时间，但体表没有留下水迹，大概是用干冰或者制冷剂冷冻的，所以尸体的腐烂程度被大大减慢了，造成了死亡仅有10小时的假象。但是身体内部是做不了假的，因为尸体被冷冻过，所以憋在肺里的那口气凝结成了冰碴子。说完，我拜托一名警察搬来一张长桌子，在屋子中央放倒，4条腿朝上。与此同时，用绳索在桌腿上缠了好几圈，制成了一副简易的绳床，然后在下面放上电热炉，插上电源，上面架上铁板。过来帮忙把尸体脱光搬上去。2名警察把尸体搬到绳床上面，我打开白醋，用力将生姜拧出汁来，滴到醋瓶子里。等铁板烧热之后，我将1瓶白醋全部泼了上去，滋的一声，满屋子都是白醋蒸汽。我继续泼醋，眼睛死死地注视着死者的身体。醋烟缭绕中，死者的身上开始出现一块块紫红色的印记。是女人的手印，难道真的是女鬼杀人？真是那样，我们就不用查了。鬼能杀人的话，还要警察干嘛？这手印比成年男性要小，而且手指很纤细，但也不能据此就说是女人的手印，更不能说是女鬼作案。宋阳，你太厉害了，你这都是哪学来的稀奇古怪的验尸方法？我这一招叫做白醋成尸，是提刑官宋慈发明的绝技。人的手掌会分沁出极其微量的汗液，而汗液是碱性的，利用白醋的醋性与其中和，就会浮现出手印来。这时我发现在死者小腿肚上有2个清晰的手印，呈包覆状。凶手曾经用双手抓住死者的小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了，凶手是个变态。凶手曾经抓着死者的小腿拖动过他的尸体，尸体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进这间音乐教室的。这时王大力跑了进来，杨子，东西我都给你弄到了。卧槽，我每次一离开，你们就玩得更入口了，这是在干嘛？给尸体蒸桑拿吗？没有，我们在商量到底是蒸还是煎。王大力大概是联想到吃的东西，把东西塞给我，捂着嘴冲出去了。你真坏！我把那盆多肉盆栽掰掉一些，使劲拧出汁水，然后将汁水滴在死者的颈部。渐渐的，颈部的切口变成了紫色，并且能清晰的看到皮肉上有切割的纹理，而骨头上却是锯条反复拉锯后留下的摩擦痕。看明白了吗？死者的皮肉是被刀子剖开的，但是脊椎骨却是用锯条锯断的。你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多肉植物对金属很敏感，所以我用它的汁水擦拭伤口，就能看清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宋阳，我认识你还不到1个小时，你就像变戏法一样用了各种奇怪的手段验尸，而且这些手段我当警察以来从来没见过。不行，得给我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倒不是刻意隐瞒，只是爷爷经常教导我，在外面要尽量低调行事，但他都问到这个份上，我也只好稍微透露一点。其实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从事仵作这个职业的，也就是古时候的法医。你的意思是，你用的这些手段都是仵作的手段？是的，不然你以为呢？这可不是我突发灵感想出来的，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其实我们华夏的许多技术都是一直领先世界几千年的，古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远远不止这些。只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媒体对我们恶意抹黑，说什么中医仵作都是封建迷信，甚至还说提刑官宋慈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种神乎其技的验尸术，其目的不过是打击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罢了。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手里拎着芯子，身后跟着2名警察，风风光光的走了进来。秦法医，这老头不是宣布退出案子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脸皮未免也太厚了吧！什么仵作，简直就是装神弄鬼。DNA 你验了吗？指纹你验了吗？好好的尸体给你折腾成这副鬼样子。黄小桃，你当命案现场是幼儿园啊？带着这个小子来玩，回去看你怎么跟上级解释。秦法医，你不是说退出这个案子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是说过退出，不过是退出那个上吊自杀案，不是这个断头案。这2个案子明显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你跟我说这些没用，有什么话跟林队解释去。刚刚林队打电话过来，问我怎么不在现场，我告诉他你不叫我查了，还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大学生瞎搞。林队气坏了，你的组长被撤下来了，现在这个专案组由我全权接管。你这家伙一定是跑去跟上级打小报告了，估计他打小报告的时候也是添油加醋，肆意的黑我们俩。小子，就凭你这些稀奇古怪的手段就想把案子破了？你以为我们这些警察法医加起来还比不上一个呢？哪天你有空到我家里坐坐吧，我觉得你跟我孙子肯定有共同语言，他最喜欢看名侦探柯南那种幼稚的动画片了。秦法医，你的意思是现在黄小桃被踢出专案组了？没错，他可真该好好感谢。也就是说他可以单独行动了？小子，你该不会是想说你俩单独把案子破了吧？别说废话，
要是我把案子破了呢？我用古代秘法验出死者是被谋杀的，而老法医却说我是在侮辱尸体。你这也叫验尸？你有法医资格证吗？我看你就是在胡搞瞎搞。小子，你知道侮辱尸体是什么罪吗？小桃，侮辱尸体罪要判几年？3年以下有期徒刑。好，如果你在我前面破案，就按侮辱尸体罪把我抓起来，我保证不请律师，庭评发落。喂，宋阳，这种事情不能乱说，侮辱尸体可是重罪，你不能这么冲动，案子不查就不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话撂在这里，如果你能把案子破了，我立马辞职。一言为定。宋阳，你也太冲动了，如果真让那家伙抢先把案子破了，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我有信心。你打算去哪查？我们去邓超的宿舍看看。对了，大力，你去找老妖帮个忙。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的是死者的手机。喂，你私藏证物啊？没有啊，我刚刚验尸的时候忙忘了，随手把这东西放在口袋里，刚才一掏口袋才发现，我可以对天发誓，真的不是私藏证物。要是连累到你，我现在就回去还给秦法医。算了，这证物是我们发现的，不能算私藏。想不到你也会玩阴的，我真对你刮目相看了。我是真的忙忘了。杨子，你好好的找那个死基佬干嘛？你上次睡觉没关门，被他偷拍果照的事情忘了吗？小宋宋，来抱抱。这件事只有老妖能帮上忙，所以我只能找他。你要找老妖帮你解锁手机？不仅仅是解锁手机，这手机应该是邓超本人的，我想里面很可能有什么被加密或者被删除的文件，这也许会是破案的重要线索。我想来想去，能帮上忙的人就只有老妖这个无敌黑客了。喂朋友，我豁出去了，出卖贞操又何妨？王大力走后，我和黄小桃去了邓超所在的宿舍。你们找谁？邓超住这个寝室吧？你是警察？来坐坐，喝不喝水？我听说早上学校有个人上吊了，是邓超的铁哥们张凯，这小子昨晚一宿没回来，他不会也出事了吧？他被杀了。卧槽，真的啊？阿超被谁杀了？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能不能问一下邓超平时和谁有过节？男生回忆着说了几个名字。他们几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阿超要是死了，肯定是被那小子杀的。是谁？最近邓超写了一篇论文，被教授大加赞赏，推荐到了上面，邓超因此赢得了学校的保研资格。可是前一阵子，有个叫马宝宝的男生举报邓超的论文抄袭，害得他不但保研资格被取消，校方还要追回之前给他发的2笔奖学金，同时空出来的那个保研资格被马宝宝占了。后来他还到处跟别人说起这件事，还从抄袭论文上怀疑到邓超以前的考试成绩，认为那些都是作弊得来的。阿超这人是典型的天蝎座性格，有仇必报。后来有一天晚上，马宝宝自习回来，被人砍了一刀，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虽然没找到凶手，但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事就是邓超干的。我想马宝宝可能因为那件事怀恨在心，就索性害死了邓超。这张桌子是邓超的？没错。他的桌上摆放的都是些书本、杂志，我拿起来翻看了一下，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是一张夹在书本里的微整形宣传单。邓超整容过？他没有做过啊，又不是娘们，做那玩意干啥？贵的要死。整个案子的经过，我已经能猜得8、9不离10了。真的？其实这桩案子已经很明了了，凶手就是邓超。那具无头尸体是马宝宝的，邓超估计很早以前就对马宝宝起了杀心，但是第一次实施的杀人计划未能成功，所以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整个案件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邓超先杀死了马宝宝，用干冰保存他的尸体，然后借着酒兴提出去就教学楼玩大冒险游戏。其实那2个女生完全被他给利用了，邓超不过是想演一场戏给他们看。把他们吓跑以后，邓超在最快的时间内给马宝宝的尸体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因为他不可能复原琴弦割头这种高难度死法，就用刀和锯条2种工具砍掉了马宝宝的头，尽可能的做到逼真。最后他用腐蚀性的药水让马宝宝的脑袋变得模糊不堪，难以认清，自己则炸死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警方找不到马宝宝的尸体，顶多算一个失踪。此人不愧为学霸，简直就是一个高智商罪犯。再高智商，最后还是被你识破了诡计。你这分明是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过奖过奖。那张凯为什么会死呢？谢幕杀驴背，邓超演的这出女鬼杀人的把戏需要一个帮手，张凯应该就是他的同伙。这个邓超的心机很深呐，如果张凯还活着，试问一个大学生面对警方的审讯，心里肯定承受不住，搞得不好就把事情给捅出去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邓超必须杀死自己的死党来圆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想办法将邓超捉拿归案了？不，学校里今天来了这么多警察，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猜邓超就在暗中观察，
所以我们更要顺着他的期望，让他掉以轻心。那我们现在该做点什么？我把那张整容宣传单递给他，去查查这家整形公司，看看邓超有没有去做过手部整形。男人饿了3天3夜，却网购了1000瓶消食片，而他不但不吃，反而全部捣成粉末，均匀的涂抹在尸体表面。杨子，他买这宠物益生菌片是干嘛的？这是凶手用来加快尸体头颅腐烂的。这东西还有治效果？我问你，寄生在肠道里面的益生菌是干什么的？把食物分解成大便啊。那猫狗都吃什么？猫粮、口粮还有肉。我明白了。肠道里面的益生菌之所以叫做益生菌，是因为它们与生物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但它们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食腐细菌。人死后之所以会腐烂，就是因为益生菌没有食物可吃，就反过来吃人体组织。我实在很佩服邓超的智商，竟然能想出这种绝招。怎么样啊，小宋宋，对你有帮助吗？有，多亏了你把邓超的网购订单的信息恢复出来，你可帮上大忙了。网购订单的信息除了宠物益生菌片，还有人皮面具、干冰机、钢琴琴弦、剃须刀。琴弦，之前我一直想不通满屋子琴弦乱飞是怎么做到的，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对了，老妖，你 PS 用的怎么样？用的怎么样？我把自己的照片 PS 成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拿去卖钱，你说我用的怎么样？这还是我高中时候干的壮举呢。太好了，那麻烦你再帮我两句吗？我需要你用这上面的字迹帮我 PS 一封信，要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信的内容我待会口述给你。2个码，另外1个呢？帮我去各大与学校有关的论坛、贴吧、微信群宣传今天早上发生的命案，重点要提到我如何机智的协助警方。总之，今天把我变成校内的网红。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闷骚的，靠颜值吃饭不好吗？怎么开始走实力派路线了？别问了，你能帮我做到吗？小意思。不过小宋宋平时不来看我，一来就让我帮3个忙，你说你要怎么谢我？只要你别说以身相许，什么都行。要不我请你吃饭吧？吃饭多没意思。要不再让我拍几张裸照，我老看那一张都烦了。啊！玩啥游戏呢？就光听见金币响。卧槽，你家里有矿呀？还玩捕鱼？捕鱼不是很费钱吗？你是不是玩到假捕鱼了？玩捕鱼就玩视频左下角明星代言的正版捕鱼游戏，图游休闲捕鱼。你看这妲己和雷震子的动画，这打击感和演绎动画真的可以说是3D 大片似的。画风这么好，那爆率会不会很低啊？最近图游休闲捕鱼和大富翁联名，为了吸引新用户，不仅爆率高，随便打都能满屏爆金币。你看我刚打的雷震子加上赐福和翻倍，可是直接爆了100万亿金币，而且玩法也多。你看这捕鱼游戏里还能玩起来走格子了呢，升级建筑能换最高2万亿金币和白条神器小天使。真的假的？那新手也能玩吗？万一我没钱打鱼，这不都白使？这游戏一上线就送 VIP 特权，不氪金炮台都能升级50亿倍，签到能领最高1000亿金币，不氪金纯靠运气。下面是我帮大家要的那部全套 CDK 截图，记得一定从左下角才能兑换这100亿金币，包你玩爽。我这就下一个，不好玩我找你算账。3000块，出手这么阔绰，平时还跟我哭穷。我生活费多少你还不知道，总不能真让他给我拍过照吧？帮助警方把这个案子破了，应该会有一笔不菲的奖金。你这么有信心，能在秦法医之前把案子破了？当然。这是一辆警车驶过。宋阳，我刚刚去了一趟那家整形医院，你果然又猜对了，邓超去做过整形手术。手部整形？没错。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跟不上你们的思路了？2名死者身上出现的女人手印是我最大的一个疑惑，现在终于迎刃而解了。邓超果然做了手部整形，看来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警方的视线引向白衣女鬼和诅咒钢琴。看来邓超是真凶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案子不到半天就破了，这简直更新了这10年内我是警察破案的记录，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这还不算破案，我们还没抓住真凶。说的也是，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我准备了1枚香饵，保证他会咬钩，不出意外的话，今晚我们就能把他擒获。杨子，你手机是不是被垃圾短信骚扰了？怎么一直在响？我掏出手机打开某博看了一下，仅1小时的功夫，我就增加了2000多粉丝，还收到300多封私信。卧槽，宋阳你出名了！原来是老妖的宣传起了作用，学校里好多人慕名来粉，现在都叫我宋大神探。杨子，你是不是打算朝网红的方向发展？得了吧，我是打算把邓超引出来。怎么引？在某博上骂他是缩头乌龟吗？我利用张凯的笔记伪造了一封信，信里揭露了邓超的全部轨迹，然后我会在微博上传达2个信息：其一，我手上有张凯的遗书；其二，我还没有通知警方，我要让躲在暗处的邓超主动来找我，后将其擒获。宋阳，你这一招太危险了，万一邓超把你杀了怎么办？有这种可能，但我们目前处于劣势，不走这步险棋是赢不了秦法医的。
那你就确定邓超会关注你的微博，上你的当？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学霸吗？越聪明的人考虑的就越多，担心的也越多。这是杀人命案，不是偷一条内裤。作为凶手，他现在肯定很紧张，时刻关注着学校内的动态。他一定会出现。而已经撒出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猎物上钩。我一直在翻看微博上的私信，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有一个顶着女生头像，名字叫小熊熊的账号一直在问我能不能透露下案件进展，有没有找到真凶。大侦探，能不能对我透露一下是什么重大进展？不行了，这属于机密，等抓住真凶，你可以从报纸上看。你稍微透露一点有什么关系？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其实我是邓超班上的一个女生，我一直暗恋她，她突然死了，我感到好意外。我突然激动起来，这人果然很可疑。如果对方是邓超，我每个字每个标点都要小心谨慎，绝不能让他怀疑我在设局。我思来想去，打了一段字回复过去。那我就跟你透露一点吧，今天上午我在现场找到了一封遗书。遗书是谁写的？我们之前聊的死者一直是邓超，完全没有提到张凯。正常人的思维肯定以为是邓超的遗书，可是他却问了一句是谁写的。这时我几乎200%确定此人就是邓超。这个世界人有正义，邪恶终将受到。遗书是谁写的遗书？凶手上钩了，是在张凯宿舍找到的，简直太劲爆了！你完全想不到凶手是谁，是吗？我能看看吗？不行，我还没交给警方呢。你在吹牛吧？我冷笑一下，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照片发给他，是老妖用 PS 拼凑出来的一封信，完全能够以假乱真。照片发过去之后，突然间对方没动静了，但我一点也不着急，我甚至能够想象此刻邓超方寸大乱的样子。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对了，这张照片你可别乱传啊！明天一早我还要交给警方呢。今晚我能约你出来见一面吗？你真的好关心这案子，想早点知道凶手是谁。果然，他已经对我动杀心了。今晚不行，我还要在现场继续调查。哎，好辛苦啊！你干嘛？我这梦见跟女神约会呢，干嘛把我弄醒？看看这个。宋阳，你可以啊，这么快就自我膨胀了，开始钓鱼粉丝了。这个人是邓超。什么？你确定？100%确定。你告诉他你今晚会在现场，那他岂不是会去杀你灭口？你拿自己当诱饵，卧槽，你这是在玩命了。放心，我肯定会布下天罗地网。走，趁现在还早，我们出去买点东西。宋阳，你全部都弄错了，死者就是邓超。秦法医上午去了一趟邓超的宿舍，在邓超的个人物品上采集到的头发和皮屑和死者的 DNA 一对比，你猜怎么着？发现 DNA 相符。对啊，我们之前的推理全盘皆错，邓超已经死了，凶手另有其人。喂，宋阳，你在听吗？在听。宋阳，你千万别受打击，我对你是有信心的，咱们重新调查，我马上来学校。杨子，怎么会弄错呢？那我们之前全白忙活了。不，我没弄错。你是不是受不了这个打击 ？DNA 是不可能出错的，世界上没有2个人 DNA 是相同的。我知道你很相信你祖上那一套，可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仵作哪比得上法医啊？人家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我不否定法医很厉害，但秦法医那样的人还是算了吧。我现在非但不慌，反而更加自信，因为秦法医已经掉到坑里去了。先回宿舍睡一会儿，晚上要熬夜了。哎，我也想谈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那你可以去玩爱聊，很多同城漂亮妹子都在玩，能交友还能找对象。这靠谱吗？当然了，人1.5亿用户大平台呢，放心聊，上线就有美女主动找你，美女的个人资料、照片、收入都能看，看完再决定聊不聊，随时都能语音视频。要是这些没看上，每天都有新一轮的美女主动找，一晚上都能聊好几个，总会有你喜欢的，都在附近，想见面也方便。真的，我这就下一个试试。我回宿舍睡了没一会儿，就被重重的拍床声弄醒，一睁眼看见黄小桃、王大力也跟他在一块。宋阳，快起来，我们都没有对你丧失信心，可你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暴自弃呢？我怎么自暴自弃了？王大力说你回宿舍就睡觉了，这还不叫自暴自弃？我们现在已经落后秦法医了，更需要快马加鞭才行。你们还没弄明白吗？ DNA 结果是对的，并不代表我的推论就是错的。黄小桃，你刚刚说比对 DNA 的样本是从哪里取到的？邓超的私人物品上，怎么了？那些皮屑和毛发其实是马宝宝的。秦法医从邓超的宿舍采到马宝宝的 DNA 样本，拿去和马宝宝的尸体做比对，当然认为死者就是邓超了。
邓超宿舍怎么会有马宝宝的皮屑、毛发？真相只有一个，邓超事先将这些东西撒在自己的私人物品上，挖好了坑等警方来跳。他是个智商极高的罪犯，想出这种伎俩也很正常。我拿出邓超的手机给他们看那张购物清单，上面最后一样物品是剃须刀。邓超为什么要买一把剃须刀？就是为了从马宝宝的尸体上刮下皮屑和毛发。这也太多此一举了吧？咱们男生谁还没有剃须刀啊？为什么还要特意买一把？自己的剃须刀上不是沾了自己的皮屑吗？他肯定早就处理掉了。所以是我们领先他，而不是他领先我们。没错。等外面天黑了，我们晚饭也没顾上吃，便匆匆赶往废弃教学楼。我们来到3楼，我叫他俩在楼梯口守着，不要发出声音。这栋废弃教学楼只有一条楼梯，所以邓超要是上来杀我，肯定会从这里经过。宋阳，你千万小心啊！我来到第4音乐教室，四周用警戒线拦着，我走了进去。尸体已经被弄走了，地板上还有一些暗沉的血迹，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窗帘轻轻飘动，给人感觉特别冷清凄凉。老实说，想起那段白衣女鬼的校园恐怖传说，心里还真有点毛毛的。时间1分1秒流逝，这2个小时简直太漫长了，我等的都快不耐烦了。就在这时，王大力高亢的嗓音在走廊里回响起来：“鬼啊，有鬼啊！”糟糕！我立即冲出音乐教室，只见王大力被吓得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别开枪，是我。你可来了，刚刚把我吓死了，有个穿白衣服的女鬼飘过去了。我也看见了，要不是亲眼看见，我还真不敢相信，那女鬼就像风吹着一样，轻飘飘的从我们面前飞过。撤吧。撤？我是说你俩撤，去1楼门口的教室埋伏，我继续留这里，有事就打电话，响一声就行了。要不我们3人都去第4音乐教室吧？不行，邓超可能在窗外监视，你们绝对不能露脸。去1楼，赶紧的。2人下楼去后，我又返回4号音乐教室，往窗外看去，窗外树影摇曳，昏黄的路灯下面，路面空荡荡的，没有半个人影。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突然看见一道白色的身影一声不吭站在门外，一头长发披散着，把脸完全遮挡住了。真的有女鬼？男人在查案时发现可怕的一幕，一道白色的身影一声不吭站在门外，一头长发披散着，把脸完全遮挡住了。真的有女鬼？不对，这个人身形是实的，而且鬼会有影子吗？啊，是凶手假扮的。而此时此刻，整层楼就只剩下我和他。从门到这里不过几步距离，他完全可以在黄小桃冲上来之前杀了我，拼个鱼死网破。于是我一边把手插进口袋，拨通黄小桃的电话，一边装作害怕的样子。女鬼姐姐，你可别吓唬我，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然后悄悄绕到了钢琴后面，万一邓超冲过来，我起码可以利用巨大的钢琴同他周旋一下。就在这时，邓超一把扯下伪装，冷冷地看向我。宋阳，还装什么装？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手上握着一把匕首，而且他的手和女人一样纤细白嫩。他果然做了手部整形。我故意装糊涂，想勾引他说话，多争取点时间。你是谁啊？为什么穿成这样吓人？还在跟老子装？那封信上写的到底是什么？那封信上说你是杀人凶手。张凯这家伙果然不值得相信，我竟然还为杀了他愧疚了那么久。他一步步靠近，我紧张的手心冒汗，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那封信在哪？把它交给我。信不在我手上，我早就交给警察了。你敢耍我？邓超正要冲过来，黄小桃一脚踹开后门。不许动，放下武器。邓超大惊失色，拔腿就跑。打中他了吗？我们警察的枪膛里会压1枚空包弹，第1枪是用来鸣枪示警的。我们立即沿着走廊追出去。虽然走廊是死胡同，但两边密密麻麻的都是教室，很容易藏人。不在这里。这时我们突然听见开窗户的声音，在隔壁。不好，他要救窗。别杀我！别杀我！我们急忙冲进那间教室。怎么样，宋阳？摔下去了，还没死，但腿应该骨折了，这下他跑不了了。我们到达现场，黄小桃立即上前给邓超戴上手铐。宋阳，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小子果然把手整形了。这时王大力才从外面跑进来。卧槽，牛逼啊！这么快就抓住了，我瞅瞅这小子长啥样。关键时刻居然停下来系鞋带，我真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猪队友。鞋带突然松了，又不是我的错。梁子，你帮我说说话嘛。黄小桃给总部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准备将邓超押出去。哟，你就是邓超啊？
连扛2人，还扮鬼来吓我们，你挺牛逼的嘛。不过再牛逼也比不上咱杨哥牛逼，是吧，杨子？我没有理他。邓超突然用阴森的眼光看着我。张凯的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信是假的，你到现在都没明白我在设局抓你吗？不可能，那明明是张凯的字迹。信是我用张凯的上课笔记合成出来的，你以为没人能看穿你的手法？我只想说，这次你不走运，遇到对手了。宋阳，我记住你了。这次是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心服口服。行了，老实点，跟我走。等等，你说你输了？怎么，我都落到这副田地了，你难道还想说我赢了？没人输，也没人赢，因为这不是游戏，你是在杀人。2个寒窗苦读的大学生因你而死，2个家庭因你永远陷入痛苦之中。你竟然拿输赢来衡量这件事。在我眼里，这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智商和胆量的较量。真是内心扭曲，不可救药。黄小桃把他押到外面，不一会儿，警车就开来了。邓超被警察带走了。杨子，你发什么呆呢？奇怪，邓超这么谨慎的人，怎么会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还摔断腿呢？管他呢，反正人已经抓到了。行了，大案告破，姐请你们好好吃顿夜宵。讨厌。秦法医要是知道我们不到1天就把案子破了，会是什么表情呢？真是太期待了。宋阳，这次多亏你了，明天我单独请你吃饭，有什么想吃的随便提。好啊，听说城南有家包子铺，据说吃过的人个个流连忘返。真的？不就是包子吗？有那么夸张吗？苏阳，老子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敢跟我再较量一次吗？你有今天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还怪起别人来了。老子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时间。我可以等，一直等下去，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然后我要把你们所有人……这家伙疯了，我们走吧。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又能见面了，还真是期待。这位同学，不好意思，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宋阳说。意外吗？你怎么来了？宋阳，我们又要见面了。押送邓超的车辆发生了事故，我们赶到时，现场就只有2具警员的尸体和这张纸条。今天是学校的毕业典礼，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绝对不是巧合。你觉得他要在毕业典礼上向你复仇？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我是一手毁掉他的人生，害他无法毕业的人，他一定不希望我顺利毕业吧。今天有我给你保驾护航，你就安心毕业吧。我已经让人在附近检查过，周围一切正常。他指向窗外一座小屋，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万一发生状况，随时可以做出应对。你现在有这么大权力？我把这事告诉孙老虎，他一听说有人想破坏你的毕业典礼，二话不说，立马叫我带队保护你。这时主席台上，一个老头走上来，对大家鞠躬致意。这是你们校长？不是校长，是荣誉校友，全国著名企业家白雷，易购网的创始人。白雷的演讲简短有力，赢得同学们阵阵掌声。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揪着心，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什么也没发生。杨子，我太羡慕你了，要是我也有个女朋友来陪我参加典礼就好了。那你可以去玩爱聊啊，能认识美女还能脱单。现在去玩还给优先推送附近6个美女呢。我不信那些，之前去玩都没有优先匹配。那是你没有从我左下角进去，输入你的喜好系统会给你匹配本地的单身美女，多主动找你聊，喜欢就直接语音视频聊。最近入驻了很多着急脱单的美女，条件放得低，25到45岁的单身兄弟很受欢迎的，勤快点的一晚上能聊好几个呢。原来是这样，我重新下一个。毕业典礼顺利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大家一个个上台去领校长亲自签署的毕业证书。宋阳，该轮到你了。我长松了一口气，只是虚惊一场吗？我走上讲台，突然上面溅下来一滴红色液体，我抬头一看，上方竟然有2双晃来晃去的脚。有死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要动，我是警察。黄小桃叫礼堂的管理员把尸体放下来，随着帷幕不断落下，我看清了死者的名字。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他们？他们是邓超曾经的2名室友。
这个混蛋连自己的室友都不放过。我知道邓超杀他们的理由。调查那起钢琴杀人案的时候，他的室友提供过不少情报。在内心黑化的邓超看来，他之所以会进监狱，跟室友也有脱不开的关系。黄小桃准备叫警察过来，然而他刚刚打通电话，突然一个巨大的声音回响在。宋阳，好久不见。虽然我很想恭喜你顺利毕业，但遗憾的是，你今天恐怕无法如愿了。一听见这声音，我的血立即冲到脑袋里。是他，邓超回来了，有本事滚出来，别耍这种卑鄙的手段。这时一道强光射来，一幅影像投射在帷幕上，画面上是一帮被绑在校车上的孩子，车厢里放着一枚炸弹，上面有一根天线，是遥控炸弹。如诸位所见，这些孩子是我的人质。接下来我想和大家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在场的所有老师、同学都必须参与。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破坏规则，我就引爆这枚炸弹，送这些可爱的孩子上天。礼堂里顿时一片嘈杂，大部分人不认识邓超，也在大声责骂他的歹毒语气。第一条规则：游戏进行期间，不允许你们中的任何人擅自离开学校。宋阳，我现在给你10分钟，让你的警察朋友把礼堂以外的其他人疏散出去。10分钟之后，我不想在校园里看见任何警察与闲杂人等。倒计时开始。我这就去疏散其他师生。你也跟他们一起离开。可是你刚刚已经表明身份了，不能留下来。我们现在只能按他说的做。黄小桃咬了下嘴唇，点点头，用手指指耳朵，意思是叫我用无线电联络。黄小桃走后，我叫礼堂负责人带我来到位于礼堂后面的2楼控制室。我怀疑邓超就躲在这里播音。当我们赶到时，看见控制室的门开着，一名工作人员躺在控制台上，背上插着一把匕首。同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弄成这样？我打开扩音器，对着话筒说话。各位同学，请大家不要慌张，我是13届应用电子专业的宋阳，同时也是一名警方顾问，曾经协助过市局破获一些刑事案件。刚刚说话的人是去年发生在这所学校的一起杀人案的罪犯，他几个月前从监狱越狱，准备对我和学校展开报复。警方目前正在积极采取行动，请大家待会听我指挥，尽量和犯罪分子周旋。宋阳，我要和你玩一个游戏。这些孩子是我的人质，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破坏规则，我就引爆这枚炸弹。各位同学，请大家不要慌张，警方目前正在积极采取行动，请大家待会听我指挥，尽量和犯罪分子周旋。同学，感情他是冲着你来的，你能不能和他好好协商一下？对呀，你跟他的私人恩怨，凭什么把我们卷进来？你把学校当成什么地方了？是你们私人较量的地方吗？就是，我们凭什么要听你指挥？难道我们没有选择的？看着那一张张愤怒的脸，我顿时有种深深的无力和绝望感。也许邓超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你们能不能理智一点？是邓超搞出这一切的，为什么要怪宋阳？他不在这里，我们怎么会卷进这种事件？他才是罪魁祸首。放屁！哟，你想打架啊？算了，他弟。这时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都给我住手！谁敢打架，今天就别想毕业了。宋阳同学，能不能过来说2句话？”目前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弄明白了，无非就是一个犯罪分子想对你进行报复。这事嘛，要是怪到你头上，确实有点有失公允。只是宋阳同学，你看我们曹校长都已经70多岁，接下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身心状况怎么能受得了？能不能和警方商量一下，让几位校领导先走？你没听到他说吗？有人离开，他就会杀掉人质。放1-2个人走，不至于吧？这件事不是我能决定的，实在对不起。都已经这个局面了，我就把话说白了吧。犯罪分子手上的人质不就是几个小孩吗？人命不能拿数字来衡量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可你觉得他真的会放人吗？那帮小孩肯定救不回来了，为死再搭上无辜的性命，这岂不是碎了犯罪分子的意？说的没错，依我看，对待犯罪分子就不能软弱，要态度强硬。我们绝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这是在纵容他。他要是敢杀掉人质，自然有法律制裁。我此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听着他们满口冠冕堂皇的话，再也忍不住了。够了，你们说了一堆，无非就是自己的命比较重要，别人的命不值钱。如果被绑架的是你们自己的孩子呢？各位领导，请你们暂时和警方配合，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大家。哼，保护我们，说的你好像有那个能耐似的。你把学校当成你自己家了吗？不管了，我现在就要离开。周老师好。邓超，我是你的辅导员，别再执迷不悟了，你这样只是增加自己的罪孽。听老师一句劝，赶紧回头是。周老师再见。快摘掉胸花！今天出席毕业典礼的老师都佩戴了写有姓名和职务的胸花，邓超显然在胸花上装了袖珍炸弹。没有异常，
看来只有他辅导员的胸花有问题。10分钟已到，现在整个校园只剩下你们，我们的游戏也即将正式开始。首先容我说明一下另外几条规则。第2条规则，宋阳是今天的主角，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允许伤害他，否则我会杀掉人质，或者你们中的若干人。众人的目光向我集中过来。第3条规则，虽然你们可以在学校内自由活动，但以下区域绝对禁止踏入。这些区域为试验楼、大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宋阳，我就在学校对面的小楼，从礼堂可以看见我所在房间的窗户。特警支队已经紧急出动，封锁了整个学校。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果然看见黄小桃站在窗前。你们尽快寻找人质位置，我尽力为你们多争取时间。宋阳，我为你准备了一些考验，只要你能顺利通过这些考验，我就让大家和人质都平安无事。下面是第1个考验，请用一个成语形容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我在这个礼堂里放了一个小提示，你要在学校里找到这个成语缺失的其他字，填完它，限时5分钟。我迅速打开手机的计时器，大家快帮着找找。人群立即散开。半分钟后，有个男生举起一块牌，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落字。我立即反应过来，是落井下石。我暂时不想评论邓超扭曲的观念，眼下只想赶紧通过这个考验。邓超说剩下3个字在学校里面，难道他的意思是他把写有、井、欠、石这3个字的牌子分别藏在校园的角落里？不对。我立即反应过来，如果只是藏了一些牌子，只要所有人展开地毯式的搜寻就行了，完全没有考验我的意义。他既然说是在学校里找到缺失的字，说明这些字本来就在那里。快点去学校各处的公告栏、教室、招牌，任何写有文字的地方找井、下、石3个字。这一时半会儿的去哪找？学校里又没有井。井这个字在演讲厅的牌子上面，把演讲厅的讲字拆开不就是井吗？反正他没有规定说不能拆字。下，我记得湖边有禁止下湖游泳的牌子。石的话，食堂4楼有一家韩式石锅拌饭。好，我分配一下任务，我去取井字，王大力去取下字，你去取石字。说完我们就跑了出去。路上黄小桃的无线电又响了。刚刚出了点小状况，宋星辰非要闯进来，打伤了好几名特警，幸好我出面，才没给当成可疑人员扣起来。我能和他说话吗？小少爷，让我进去，我必须保护你的安全。我的安全暂时不用担心，凶手显然想玩弄我到最后，他不会把我杀掉的，而且又明令禁止其他人伤害我。那也不行，我在外面怎么能放心？大侠，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好吧？让星辰悄悄进来吧。邓超现在很可能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播音室里，以他的手段应该可以不动声色的接近。这太冒险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邓超通过何种手段掌握动向，万一被他发现。邓超又没有超能力，顶多是通过校园内外的摄像头在监视我们。以宋星辰的身手避开摄像头很容易，我们不能一直被牵着鼻子走，要掌握主动权。行，那就这样吧，我去安排。怎么样，找到了吗？杨子，我把井字带回来了。就只剩最后一个字了。宋阳，对不起，石锅拌饭招牌上的10字不知道被谁藏起来了，我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混蛋，这是他故意设的圈套。我拼命思考，突然想到一个地方。食堂有一个取碗筷处，可以把碗字的石字旁拆下来。很遗憾，宋阳，时间到，你失败了。去你失败的地方找第2个考验吧。不好，去食堂。我们来到食堂，远远看见地上吊着2具学生的尸体，是从高处摔下来摔死。第1个考验失败，邓超杀了2个学生。我都听见了，他作弊，真卑鄙。我一言不发地进了食堂，那家韩国石锅拌饭的招牌上不斜不偏的正好缺那一个字。邓超猜到我会想到这里，也料到我肯定会失败，所以事先就准备好了牺牲者。突然，我发现那块招牌后面好像有东西，那是一块纸板，上面用信号笔写着一些字。宋阳，这是你的第2个考验。我知道你很擅长破案，下面是我在监狱中听说的一个真实案例，我想应该不会难倒宋大神探吧。某个炎热的夏天，2个女生坐在店里喝饮料，她们并不知道饮料里已经被人下毒了。一个女生喝得快，另一个喝得慢，结果第2名女生却中毒身亡，第1名女生却幸存了下来。请问这是为什么？请你在5分钟内把答案写在下面，冲着南边的窗口高举。肯定是第1名女生是先吃了解药呗。怎么可能那么简单？不好了，有人中毒了。我赶过去一看，2名男生倒在地上，手里都拿着打开的饮料瓶。刚刚他们见商店里没人，就随手拿了瓶饮料来喝，没想到里面下了毒。 2名男生口吐白沫，
四肢痉挛，不停地抓挠自己的喉咙。这些都是我班上的学生，宋阳同学，你赶紧想想办法呀，能不能跟犯罪分子商量一下，派医生进来？他不可能让医生进来的，因为这些中毒的人就是他的第二批人质。这只是你个人的推断，眼下人命关天，快让警察想想办法呀！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对我个人的不满似乎又要爆发。我没有理会他们，默默地走到窗前。他之前说了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2个女生喝的应该是加冰的饮料，毒进入了饮料里才会死，喝得快的女生则幸免于难。毒是下在冰块里的。我快速地在纸板上写上答案，在窗口处高举。正对面的一栋楼上有一道亮光闪，似乎有人正举着望远镜在看这边。半分钟后，空中传来一阵嗡嗡声，只见一架玩具遥控飞机飞了过来，上面悬着一些绿色的小瓶子，似乎就是解药。我急不可待地看着遥控飞机慢慢接近，然后它竟然飞到上面去。快去楼顶！我们一行人冲到楼顶上，只见那架飞机在边缘盘旋，始终不靠近。大力拽着我去够他。梁子，这也太危险了！来不及了，邓超给的5分钟限制就是人质毒发身亡的时间。王大力和一名男生从后面拽着我整个人几乎都悬在半空中。当我的手指快摸到解药的时候，突然它失去动力，笔直的掉了下来，摔碎在马路上。我的心猛地一沉。宋阳，很可惜，你虽然通过了考验，却没能拿到奖励。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对你对我都意义重大，那是我们第一次交锋的地方。杨子，你别自责了，你千万不能崩溃啊！邓超布的这个局非常缜密，每一步都预先算准了我们的行动，老老实实的见招拆招，只会掉进他预设的陷阱里。想要夺回先机，我必须去猜测他的行动。杨子，他说的第一次交锋的地方，是不是那栋教学楼啊？不，他指的应该是湖边。我们来到湖边，我注意到草丛里好像放了什么东西。死人，有死人！不是死人，只是一个等身大小的人体模型，但是躯干部位已经被掏空。宋阳，这是你的第3个考验。你精通人体结构，在你眼前的是一具空空如也的躯干，你要从周围找到合适的内脏，将它填满，然后放在附近的摄像头下面。限时5分钟。大力，打开手机保持通话，你和其他人在附近找，我去办一件事。你干嘛去？别问了，赶紧的。我快速朝大礼堂跑去。按照邓超的心机，他不可能给我全部内脏，肯定会缺失一部分。大力，你们找到那些内脏了吗？好恶心啊！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些袋子，里面都是血淋淋的肠子什么的，太恶心了。快说，哪些内脏？王大力说了一堆人体器官，却独独没有肝脏。我料想的果然没错，邓超又打算作弊，把模型和内脏放在摄像头下面。我马上回来。我挂了电话，走到当初被邓超炸死的那具老师的尸体前。时间只剩下1分钟，我带着肝脏飞奔回去。我几乎是以冲刺的速度跑到人体模型旁，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内脏一块块加回去。最后无语的是，我终于完成。时间到，简直精彩绝伦！宋阳，我很佩服你的胆识和魄力，你成功救下一批警察的性命。宋阳，刚刚真是好险！我们在临时指挥部发现了1枚遥控炸弹，现在公共安全部队正在全速赶来拆弹。赶紧撤离吧。宋阳，下一个考验在你和我都无法忘记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你。杨子，有封信。宋阳，恭喜你找到第4个考验。你面前的盒子里放着一副扑克牌，里面有10张牌与其他牌朝向相反。你必须在不用眼睛看的情况，将这副牌分成2堆，确保这2堆牌里面朝向相反的牌数量相等。用任何方式偷窥盒子内部，都将视为作弊。限时5分钟。不给看，这特妙的药怎么分？看完题目我反而松了口气。这其实是一道数学题，它并没有说2堆牌的数量要相等。假设我现在拿走一部分，里面就有 n 张反方向的牌，另一堆是10减 n 张，怎样让这2个数字相等呢？其实办法很简单，
取走10张，然后把它们全部翻过来，这样两边反方向的牌就相等了。10减10加 n。我去，真的哎！我突然意识到，邓超这一次没说要怎么交答案。这么简单的题，我不可能解不出来。我想邓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不对，我猛地将盒子掀开，里面除了扑克牌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但是盒子内侧却写着一行字：大侦探宋阳，看到这行字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第4个考验并没有结束。这里毕竟是咱俩充满回忆的地方，我怎么可能用这种小儿科的题目来对付呢？去4楼，真正的考验在那里等着你。友情提示，你的时间不多了。他在耍我。我赶到4楼，经过走廊的时候，发现窗户上用油漆写着从0到9的数字。一间空教室里坐着一个学生，脑袋歪在一旁，面朝着窗户。那个学生的脚下是一滩陈旧的血迹，似乎已经死去多时。杨子，这有一封信。这才是你的第4个考验。你曾经在这栋教学楼展现你优秀的推理能力，只可惜当时我未能到场。现在我想弥补这个遗憾。如你所见，教室里这位同学已经身中若干刀死亡。你不可以走进教室，也不能将任何东西送进去。你必须隔着门窗推理出他究竟中了多少刀，然后打破写有答案的玻璃。限时5分钟。卧槽，这算个毛线推理，根本就是瞎猜嘛！我拼命的思考，把仵作的手段全部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这是一个封闭空间，我可以用返回箱还原案发情形，可是我根本就没时间去取，这根本就是个死局。宋阳，我可以让老妖用天网系统替你远程侦查一下。他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所有窗帘都拉上了，而且是不透光的布料，想从玻璃的倒影上看都办不到。说到倒影这个词，我朝地上的血迹看了一眼，血迹虽然有模糊的倒影，但是这个角度什么也看不见。这家伙真是太狡猾了。王大力到下面去把那些理科老师都叫上来，大家一起想招。几个老师煞有介事的讨论起来，有人说可以用激光探测，还有人说用声呐，可是眼下哪有设备？声呐，对了，用声音。我叫一名男生和王大力去教室的前后门，以每秒1次的频率敲门，彼此错开。我则把耳朵贴在墙上，认真的听起来。这其实是听骨变音的灵活运用。听骨变音是拿手不断敲打肋骨，通过腹腔里的回声定位，在脑海中形成内脏的立体图像。眼下可以把这整个密封的教室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胸腔，把那具尸体看成里面的一个器官。以我的听力，应该可以在脑海中重构它的全貌。但是教室实在太大，音波的细微变化很难准确捕捉到。各位同学、老师，求你们别说话，连呼吸都轻一点。宋阳同学，你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你又不是蝙蝠，能用回声定位？请相信我，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好吧。时间1分1秒流逝，我拼命集中精神，我内心一片空灵，仿佛我就在这个房间里观察里面的一切。1刀、2刀、3刀。杨子快点，还有20秒。11刀，死者总共中了11刀。我胸有成竹的朝写有数字的窗户走过去，当看清上面的数字时，我突然愣住，玻璃上的最大数字只有9。这个混蛋又要耍赖！我将写有2和9两个数字的玻璃敲碎。时间到。宋阳，你这次真是错得离谱，死者中了11刀，很遗憾，你没有通过考验。一声爆响，爆炸的声波震得所有人耳膜刺痛。我听见有爆炸声，你没事吧？他恐怕又杀了人，我现在正过去确认。走廊里的烟尘非常浓厚，夹杂着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当我走到尽头时，发现洗手间外埋着一男一女2名学生的尸体，脸部被烧得一片焦黑。尸体身上有捆绑的痕迹，他俩一开始就被放置在洗手间里。邓超根本没打算让我通过第5个考验，他就是要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小少爷，我发现人质白雷的藏身之处了。小少爷，我发现人质的藏身之处了。你先别采取行动，他很可能在里面放了炸弹或者摄像头。我先和黄小桃联络一下。小少爷，你一定多加小心。我切回黄小桃那边，指挥中心转移了吗？转移了。叫老妖和宋星辰合作，先把人质解救出来。具体办法你们自己想，别打草惊蛇就行。行，这件事交给我们了。这时邓超的声音再次响起。接下来是第5个考验。我把提示藏在尸体身上，你有15分钟找到地点并解答，祝你好运。我返回那间教室，发现尸体的腰上挂着一个钥匙串，看着很熟悉。这是我寝室的钥匙。这个变态叫我们去哪儿？
这一次的考验在咱们寝室里面，他在故意示威。邓超曾在某个时间点接近我，并把我的钥匙偷走了。在我们忙着解答之前的问题时，他在我们宿舍里动了手脚。什么？他竟然接近过你？我首先声明，我是如假包换的王大力，不信你问个问题考我。我当然知道他是真的王大力，并且我也知道邓超是用何种手段接近我的。之前在大礼堂的时候，我在操作室看见一具背上插着匕首的尸体，那具尸体就是邓超伪装的。他趁我播音的时候悄悄偷了我的钥匙。不得不说，这家伙很有胆量，但同时也能看出来他那扭曲的自尊心，无时无刻不想证明他比我强。我们赶回宿舍，看见屋子里并排坐着4个假人，脑袋分别被涂成了红、黄、蓝、绿4种颜色，龇牙咧嘴，露出诡异的笑容。太瘆人了，这家伙竟然跑到我们宿舍瞎搞。这时我注意到桌上放着一部录音机，大概是他给我的提示。宋阳，你曾经光临过我的宿舍，礼尚往来，我也造访了一下你的宿舍，并且留了一个小小的智力测验题给你。这4位同学分别叫红脑袋、蓝脑袋、绿脑袋，还有黄脑袋。每个人平时只抽1种牌子的香烟，喝1种牌子的饮料。某天晚上8点，他们各自在进行一种活动。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房间，很不幸地遇上了一名连环杀手。请你根据提示推理出谁遇害了。我只会说一遍，请仔细听好。听完之后，把你认定的受害者的脑袋从窗户扔出去。看书的同学抽红塔山香烟，蓝脑袋8点正在打游戏。喝可乐的同学和喝矿泉水的同学坐在一起。离开房间的是抽黄鹤楼的同学。看电影的同学和看书的同学离得最远。喝牛奶的同学右边没有人。抽红双喜的同学和抽黄鹤楼的同学坐在一起。绿脑袋平时只喝矿泉水。打游戏的同学旁边是看书的同学。喝矿泉水的和喝脉动的中间隔着一个人。黄脑袋只抽红双喜。打游戏的同学抽玉溪。看电影的同学喝牛奶。请问谁是受害者？卧槽，这都什么跟什么，我脑袋要炸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归纳题而已，甚至连推理都算不上。简单？你的脑袋怎么长的？其实在听的时候我就在脑海中理清楚了。我抓起绿色的脑袋，正准备扔，里面竟然有一根细细的铁丝被扯断了，脑袋开始冒烟。我冲到阳台，确定下面没人之后，赶紧扔向草坪。轰然，震得整栋楼都在摇晃。原来真正的答案里面藏了炸弹，如果我扔错的话，炸弹就会留在宿舍里面，也许会通过其他方式引爆。这道题很简单，我几乎不可能答错。我想按照邓超的尿性，应该只是热身而已，毕竟他这一次给了我15分钟，现在还剩下10分多钟。我去把其他同学叫进来帮忙，大家一起找找。仲阳，我刚刚又听见爆炸声，有人受伤了吗？没人受伤。人质营救计划正在进行。据老妖说，那个房间里关的是白雷，他现在正在把视频信号覆盖掉。宋星辰在外面待命。在我准备挂断电话时，突然想到一件事。邓超最擅长的就是调换身份，你查一下这个白雷是真的假的。如果是假的呢？要告诉宋星辰吗？不，直接告诉我就行。营救计划照常进行。宋阳，你床上放了一张借书卡。借书卡？图书馆？去图书馆？他不是不让我们去图书馆吗？这家伙滑头的很，他不让我们去图书馆，肯定是在那里布置，怕我们提前闯入。走。我们赶到图书馆，只见点击浏览室大门紧锁，门缝用强力胶粘住了，里面有不少学生被捆着手脚坐在地上。浏览室门口堆着部手书，最上面放着一个手机。宋阳，看来这一次你学机灵了。没错，刚刚的测验仅仅是热身而已，这才是你真正的第5个考验。如你所见，现在有一批无辜的同学被困在里面。你前面有一堆书，我在每本书里放了一道题，解答完所有问题，大家就能得救。请把你的答案用这部手机发送给我，答错一题便视为失败。你必须老老实实的独自答完所有题目，任何请求别人帮助或者营救人质的行动，都将视为作弊。世间本无鬼，妙手雪冤屈，连环杀人魔，性淫者，吸血症，奸尸癖，妖童人群。我将用传承1000年的炼尸手法，带你直击命案现场。一切罪恶都将在我东幽之瞳的注视下无所遁形。如你所见，现在有一批无辜的同学被困在里面。你前面有一堆书，我在每本书里放了一道题，解答完所有问题，大家就能得救。编号9，你在家中休息，
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预约电话，对方想在下个星期的周5来拜访。你并不想见他，于是告诉陌生人下个星期5你非常忙，上午要开会，下午1点钟要去参加一个学生的婚礼，接着4点钟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孩子的葬礼，随后是你爷爷的70大寿，所以你实在没时间接待他的来访。请问你的哪一句话最经不起推敲？写编号9答案，葬礼这句话经不起推敲，没有2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葬礼的。下一题。编号2，你在医院做完手术之后康复出院，家人为了庆祝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派对中你发现蛋糕有味道有点怪，其他人却坚持说蛋糕的味道很正常。当天晚上你在家独处时突然死亡，请问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中毒，但这种题目不可能太复杂。编号2答案，主角在手术中感知神经受损，没有闻到煤气泄漏。宋阳，还有5分30秒，你抓紧时间。知道了，下一题。编号07，你一大早在公园的空地中央发现一个仰面朝前的男人，胸口插着一把没有护手的东洋刀，离尸体中心为半径3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和任何可疑踪迹。请问这名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他杀，凶手是如何办到的？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这也是题目的一部分吗？后面的不是要下饭的吗？观众老爷们体验一下啦。编号7答案是他杀，凶手是用一把弓将东洋刀射向死者。快，下一题。编号1，一个病人在医院被人用水果刀刺死，凶器在花园里被找到，刀柄上没指纹，却爬了许多蚂蚁。经过你的调查，3名病人嫌疑最大，分别是5号病房的肠结核病人、7号病房的糖尿病人、9号病房的肾炎病人。请问凶手是谁？编号1答案，糖尿病人是凶手，因为糖尿病人的汗液里有糖分，所以才会吸引蚂蚁。编号3，你在审问一名犯罪嫌疑人时，发现他是一个聋哑人，只能进行书面盘问。审讯结束后，你对他说了一句话，等他走出房间，你突然说他就是凶手。请问你说了什么？你可以走了。我走。我说的是答案。还剩3分钟，抓紧了。继续。编号6，你和王大力去黄警官家里，来到黄警官家时，王大力跳上3级台阶去按门铃，发现没人应声，然后从窗户往里面看，对你说黄警官被人杀了。你走上前，发现台阶油漆未干，立即认定王大力是凶手。请问为什么？编号6答案，因为王大力知道油漆未干，说明他此前来过现场。编号8，你在荒山发现一具男子的尸体，死亡不到半个小时。随后你抓住3名嫌疑人，是在附近拍摄武打戏的临时演员，分别是妓女、侠客和乞丐，他们身上都有淤青，皆称是拍戏中所留，并且3人都在这半小时里换过衣服。你认定其中1人嫌疑最大，请问是谁？为什么？编号8答案，乞丐嫌疑最大，因为乞丐很脏，不需要换衣服，有充足作案时间。这时还剩下1分多钟，我感到一阵焦急，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编号5，一名产妇生下孩子后不久，当晚护士去婴儿房巡视，发现孩子已经全身冰冷，没有呼吸。医院决定隐瞒此事，用另一个刚出生的孤儿代替。产妇生完孩子后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理论是万无一失的。但是当产妇见到孩子之后，却突然大喊：“这不是我的孩子！”请问为什么？编号5答案，因为是产妇自己杀掉了孩子。还剩2题。编号0，某公寓发现一具尸体，房间里的电脑、电灯还开着，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开着的手电筒。公寓管理员说，昨天夜里这座公寓停电大约30分钟，被害人应该是在这30分钟内遇害的。你调查过现场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死者是在来电之后遇害的，只是凶手故意打开手电筒，伪造出停电时作案的假象。请问证据是什么？很简单，因为电脑不会自己启动。宋阳，不到1分钟了，快点啊！最后一题，编号4，一天晚上10点左右，某国道上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被撞死，肇事者逃逸。路人看见肇事车辆是一辆小汽车，但没有看清车牌，他立即报警。警方赶到后，沿着逃逸方向追了15公里，一无所获。这15公里内既无岔道，又无可掩藏之处。请问肇事车辆去哪了？编号4答案，肇事车辆朝反方向逃跑，和警车擦肩而过。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只剩下倒数10秒了，我紧张的等待着。当时间到了之后，却什么也没发生。宋阳，2件事。白雷被宋星辰营救出来了，还有我刚刚联系了白雷的秘书，他起初不愿意透露白雷今天的日常安排，后来我表明身份，他才说白雷正在澳大利亚签署合同。这个白雷果然有问题，要抓起来吗？不，叫宋星辰把他带到2号教学楼，我现在正赶过去。现在能进来吗？放心，就要结束了。